为了独吞无数魔法专利，平日里慈祥的院长竟然勾结帝国，将天才工程师齐亚娜送上死刑台，而唯一的生路竟是表姐那近乎疯狂的时间逆转魔法。在帝国边境的利洛尼公国学院里，魔法工程教授齐亚娜正待在实验室，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巨响，一群来自他祖国泰利兹帝国的士兵直接闯了进来。士兵们高喊着要消灭叛徒，并指名道姓要逮捕所有姓弗雷利的人。齐亚娜的名牌被粗暴地扫落在地。面对突然动手抓人的士兵，齐亚娜愤怒地警告他们放手，但士兵却当场宣布斯卡里·弗雷利已被指控叛国。齐亚娜听到指控后难以置信，她的祖父斯卡里公爵实力强大，父亲失踪，两个哥哥也小有名气，表姐梅丽莎更是被视为圣女。自己因为没有才能才离开家族，没想到如今整个家族会被控叛国。士兵催促着要将他押回帝国，并透露即将对弗雷利家族执行死刑。齐亚娜震惊之余，看到学院院长就站在走廊上，但对方却心虚地避开了他的目光。院长正笑着和士兵确认，只要齐亚娜一死，他名下的所有专利就会转给学院，这就是他们合作的条件。齐亚娜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自己对叛国案一无所知，原来之前送不进来的报纸全是院长在背后搞鬼。他作为顶尖的魔法工程师，在学院的这7年里，甚至把一直器重自己的院长当成了父亲一样看待。可没想到对方竟然为了利益将他彻底出卖。愤怒的齐亚娜当场痛骂院长，发誓就算化作厉鬼也绝不放过他，要让他的子孙后代永远受到诅咒。他甚至发誓，哪怕与恶魔做交易，也绝不放过他们。随后他被强行押回帝国，关进了皇宫的地下牢房。就在他打量四周时，黑暗中突然传来呼唤声，一双手紧紧握住了他。齐亚娜定睛一看，被关在牢里的居然是拥有胜利的表姐梅丽莎。梅丽莎看起来十分激动，直言自己一直在等着齐亚娜的到来。齐亚娜甩开梅丽莎的手，急切地询问祖父被控叛国的真相。梅丽莎哭着表示家族是被冤枉的，而自己知盗墓后的真相。齐亚娜让梅丽莎冷静下来，把事情解释清楚。梅丽莎透露，昨天西顿皇子亲口承认是自己陷害了弗雷利家族，原因竟然是梅丽莎曾经拒绝过他的追求，皇子只是想在最后关头报复他。而梅丽莎的召唤兽雀皮此时也因为束缚而陷入了昏迷。齐亚娜叹了口气，不明白精明的祖父怎么会轻易中计。梅丽莎解释说，祖父最近身体抱恙，而西顿皇子正面临压力，担心弗雷利家族会倒向其他势力。牢房大门突然被粗暴地推开，外面传来士兵准备行刑的催促声。梅丽莎吓得浑身发抖，哭诉着自己还不想死。齐亚娜刚想开口，梅丽莎却突然神色癫狂地打断她，声称要利用自己的胜利逃跑。看哲表姐那双近乎疯狂的眼睛，齐亚娜怀疑她已经彻底神志不清了。梅丽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后悔自己没有早点进入修道院避难。齐亚娜赶紧上前扶住她，大声提醒她现在后悔已经晚了，除非能让时间倒流。听到时间倒流这4个字，梅丽莎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她兴奋地表示自己拥有强大的胜利，完全可以尝试逆转时间。梅丽莎计划带着记忆回到1年前，彻底切断与家族的联系，来保全自己。话音刚落，她身上便爆发出一股耀眼的强光。梅丽莎疯狂地宣誓自己绝不认命，伴随着刺眼的光芒，齐亚娜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整个人就被强光彻底吞没。等她再次睁开眼，耳边传来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齐亚娜猛地从桌上惊醒，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学院的办公室里，而前一秒她明明还在阴暗的地牢中。齐亚娜还没搞清楚状况，耳边就传来一阵抱怨声，同事正指责她不该在实验室睡觉。齐亚娜立刻认出对方是那个靠关系在自己论文上署名的后辈。混乱之中，齐亚娜指着对方破口大骂，质问一个区博士生凭什么指责自己。对方却一脸懵逼，反驳说齐亚娜才是那个博士生。看着对方推门离开，齐亚娜低头看着身上的白大褂，猛然发现这确实是自己读博时穿的衣服。她这才意识到刚才的争吵反而贬低了自己。齐亚娜转身时，注意到地上掉落了一份报纸，怀疑是刚才那个后辈落下的。齐亚娜半信半疑地捡起地上的报纸，当她看清上面的头条新闻时，整个人都愣住了。报纸上赫然写着，梅丽莎宣布放弃家族身份，并以圣女的身份加入了修道院。而这份报纸的印刷日期竟然是1年前。齐亚娜猛然想起梅丽莎在牢房里发动的胜利，以及她要回到1年前的誓言。原来梅丽莎真的成功逆转了时间。齐亚娜决定给修道院的梅丽莎写封信，在信中特意提到了明年的家族危机，以此暗示对方自己也带着记忆重生了。做完这些后，她决定留在学院静观其变。几天后，梅丽莎的召唤兽带着回信飞来，一边敲窗一边呼唤着齐亚娜的名字。然而当小鸟推开窗户准备进去时，却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刺骨的寒意。小鸟刚飞进房间，就被齐亚娜浑身散发的阴冷气场吓得当场丢下了信件。齐亚娜冷着脸让小鸟闭嘴，直接拆开了梅丽莎的回信。信里梅丽莎一如既往的自我感动，觉得齐亚娜虽然嘴上威胁她，心里其实一直在偷偷关心自己。接着梅丽莎在信里宣称自己去修道院当圣女，完全是得到了上天的启示，这让齐亚娜感到十分无语，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梅丽莎明明说过去修道院只是为了逃命避难。信的最后，梅丽莎提到自己要跟随其他圣女外出服务，短时间内无法取得联系。梅丽莎在信里声称要送给齐亚娜一份特别的礼物，而这份礼物居然就是这只送信的小鸟。
小鸟解释说，梅丽莎既然已经脱离了家族，就不再需要召唤兽了，所以才把它送给齐亚娜。听到这里的齐亚娜瞬间捏紧了兴致。在弗雷利家族中，成员们通常8岁就能拥有专属召唤兽，唯独齐亚娜是个例外。她从小到大都无法召唤出任何生物。梅丽莎不仅抛弃了家族姓氏，甚至连召唤兽都不要了，这让齐亚娜感到十分荒谬。她深知逆转时间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梅丽莎的行为显然有些反常。小鸟向齐亚娜解释，时间倒流时出了差错，当时只有他们俩与梅丽莎有接触，导致只有齐亚娜和小鸟保留了记忆，而梅丽莎自己却完全失忆了。梅丽莎只剩下了要脱离家族，去修道院当圣女的强烈执念，所以一重生就急着跑去出家。齐亚娜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向梅丽莎解释真相。小鸟有些发愁，因为梅丽莎已经放弃了家族姓氏，而她作为召唤兽只能服务于弗雷利家族。她提议去投奔其他冷酷的家族成员，却被齐亚娜用眼神威胁的当场认怂。齐亚娜指出，对于召唤兽而言，召唤这个契约行为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小鸟觉得很不可思议，自己居然会承认齐亚娜是弗雷利家族的人。接着，小鸟指着墙上密密麻麻的便签，询问齐亚娜那些奇怪的纸条是什么。他觉得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孤僻症患者的杰作。齐亚娜大方承认，解释说这只是自己思考下一步的思维轨迹。小鸟听完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正常人谁会用这种方式思考？齐亚娜摘下眼镜，表示自己天生就是个勤奋的人，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做，家族不仅会再次陷入危机，自己也难逃被处死的命运，所以必须由他这样聪明的人来拯救家族。小鸟却直接泼了盆冷水，指出齐亚娜一直躲在乡下，对帝国的局势一无所知，甚至连幕后黑手是谁都不知道，想拯救家族简直是天方夜谭。齐亚娜放下眼镜，承认自己目前确实毫无头绪。不过看着眼前的小鸟，她表示完美的解决方案已经主动送上门了。齐亚娜盯上了眼前的小鸟，既然她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梅丽莎，肯定对帝国接下来的局势了如指掌。她要求小鸟交代出所有的细节。齐亚娜在桌上拍下一叠厚厚的纸，只给小鸟2周的时间。小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2周怎么可能写完几年的情报？但齐亚娜的态度异常坚决。面对小鸟的控诉和抗议，齐亚娜直接使出了眼神攻势，试图用温柔的呼唤让他妥协。小鸟虽然嘴上说着绝不屈服，但还是被逼着开始干活。3个小时过去后，齐亚娜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催促小鸟赶紧动脑子继续写。可怜的小鸟被吓得在桌角瑟瑟发抖。齐亚娜还在继续催促，觉得才过了3个小时，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想起来。小鸟在心里疯狂吐槽，怎么没人警告他这家伙是个努力狂？被逼无奈的小鸟拼命思考，突然灵光一闪，兴奋地飞起来，大喊找到了不用手写的办法。原来召唤兽可以直接把记忆传输给契约主人。齐亚娜听完一脸无语，吐槽他怎么不早点想起来。小鸟落在齐亚娜头上开始传输，齐亚娜闭上眼睛准备接收，结果下一秒她就发现了不对劲，明明说是共享看到的画面，为什么脑子里全是密密麻麻的文字？齐亚娜发现这些记忆读起来就像是以梅丽莎为主角的小说，而且还是用第3人称写的，这让齐亚娜感到一阵恶心。小鸟在一旁无奈的解释，因为2人的召唤契约还没完全建立，他平时只能站在梅丽莎肩膀上观察，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传输事件。齐亚娜捂着嘴直反胃，吐槽自己像是在读垃圾言情小说。记忆里，他离开后，梅丽莎身边围满了追求者，却吊着所有人没有订婚。更让齐亚娜无语的是，这些男人聚在一起时，都在庆幸她这个恶毒女人的消失，甚至还有人叫嚣着要找她决斗。虽然对那些家伙很生气，但齐亚娜知道现在没时间纠结这些，她必须在这堆逆后宫小说的记忆里筛选出帝都发生的所有关键事件，尤其是弗雷利家族被指控叛国的部分，那是所有悲剧的起点。即便再怎么讨厌，她也必须打起精神仔细排查。齐亚娜一时间有些纠结，这些事对她来说是即将发生的未来，但对小鸟的记忆而言却已经是过去。她索性把这些文字记忆称为原著故事。既然记忆是以文字形式呈现，她就能像翻书一样随时查阅。在分析完原著故事的走向后，齐亚娜心里瞬间有了主意。她决定把之前制定的好几个备用计划全部结合起来使用。一旁的小鸟听着这一串计划编号，直接露出了怀疑鸟生的表情。小鸟惊讶地问他，是不是把写下的计划全背下来了？齐亚娜淡定地表示，其实也没多少，准确来说也就184个。为了阻止悲剧发生，齐亚娜决定亲自掌控局面，回帝国的弗雷利庄园去。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来人扯着嗓子大喊齐亚娜的名字，说院长现在正急着召见她。听到这个消息，齐亚娜心里顿时一惊，那个该死的老混蛋怎么会在这时候找她？门外的人催促道，招生说明会马上就要开始，院长要求他立刻过去发表讲话。齐亚娜无奈地叹了口气，想起了招生说明会的事，这个说明会是面向新生和家长的。贪财的院长每年都极力筹办，把他这个贵族神童当成活招牌，好招收更多学生赚取学费。想到这里，齐亚娜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她笑着回应门外自己马上就来。在回庄园之前，她决定先和这个只认钱的院长算一笔账。莉莉尼学院的大礼堂里，此时已经坐满了新生和家长，现场一片嘈杂。院长在台上笑得合不拢嘴，热情地
欢迎着台下的金主们。随后他拔高音调，隆重请出学院的招牌天才齐亚娜，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上台，他手拿教鞭，淡定地向大家介绍自己是学院的博士候选人。看着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齐亚娜直接切入正题，指出魔法工程是建立在数学和科学基础上的学科。今天他要讲讲背后的科学原理。还没等他开始长篇大论，贪财的院长就一把搂住他，满脸堆笑地向台下吹嘘，这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齐亚娜在旁边嫌弃地直翻白眼。齐亚娜笑着拍开院长搂着他的手，表示大家确实可以期待接下来的讲座。接着他一边解释科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一边在身上摸索起来，让一旁的院长感到莫名其妙。还没等院长反应过来，齐亚娜突然一脚狠狠踢向他的膝盖，院长惨叫一声，当场痛苦地跪倒在地上。随后齐亚娜拿出一瓶水，面无表情地直接从院长头顶浇了下去，并淡定地向台下解释这就是重力。被淋成落汤鸡的院长狼狈地质问他，齐亚娜却理直气壮地要求院长配合讲课。还没等院长喘口气，齐亚娜微笑着宣布进入下一个演示，反手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院长脸上，疼得院长当场大叫起来。齐亚娜揉着发痛的手掌，淡定地向台下解释，这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台下的新生和家长们不仅没有觉得不妥，反而被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深深吸引，纷纷赞叹这堂课生动有趣。接着齐亚娜宣布进入下一个知识点，要向大家演示物体的运动轨迹。还没等院长反应过来，他一把揪住院长的头发，用力一扯，只听院长一声惨叫，他的假发直接被齐亚娜甩飞了出去，一路飞出窗外，露出了他光秃秃的脑袋。齐亚娜指着飞出去的假发，淡定地解释这就是抛体运动。台下的观众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纷纷直呼这堂课简直让人终生难忘。台下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齐亚娜继续向大家解释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接着她从兜里掏出一瓶自己刚刚获得专利的强力胶水。齐亚娜一边解释清除这种胶水需要特制的清洁剂，一边把胶水涂在纸上走向院长。还没等院长反应过来，他反手就把纸死贴在院长的光头上，院长疼得大叫，急忙催促齐亚娜把清洁剂拿出来。齐亚娜却微笑着表示自己刚才已经把清洁剂扔掉了，气得院长当场抓狂。最后齐亚娜向台下的新生发出警告，如果觉得这堂课很有意思，千万别来这所学院上学，否则只会被当成免费劳动力。说完，他便在院长的怒吼声中潇洒离去。齐亚娜果断收拾行李离开了学院，坐上了返回帝国的马车。马车上，雀皮好奇地询问他接下来的打算，是准备做生意赚大钱去施压皇子，还是打算直接步入政坛？齐亚娜听完直接否定，表示自己只会花钱，根本不会做生意。至于搞政治，他除了会骂政客之外毫无门路。雀皮听完一阵无语，既然这些路都行不通，那他到底打算怎么拯救家族？齐亚娜淡定地表示自己打算回去把所有事情直接告诉家人。这出乎意料的回答让雀皮当场愣住了。雀皮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毕竟齐亚娜顶着恶女的名头离家6年，现在突然跑回去说自己是重生的，根本不会有人相信。齐亚娜自己也承认，换作是她也绝对不会相信，毕竟她以前在家族里的名声差到了极点，不仅脾气暴躁爱摔门，还整天像个反派一样折腾家里人。不过齐亚娜并没有打算放弃，与家人联手依然是她的首选方案。看着雀皮一脸担忧的模样，她淡定地表示自己还准备了备用方案，如果无法说服家人联手，他的 B 计划就是去协助皇子的死敌，在皇子对弗雷利家族动手之前，借他人之手先解决掉这个威胁。齐亚娜回想起梅丽莎曾提到祖父身体抱恙以及西顿皇子面临的专利危机，结合雀皮传给他的原著记忆，他终于理清了当下的局势。雀皮一听就明白了，这不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齐亚娜笑着表示赞同，他决定回帝国后尽力弥补家人，同时去拉拢那个能帮他破局的盟友。画面一转，来到帝国首都拉法汉，齐亚娜即将回国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帝国高层的耳中，对方显然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十分意外。更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齐亚娜在临走前竟然要求注销所有在学院名下的专利，这一反常的举动立刻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帝国高层正为学院的混乱感到困惑，下属看着齐亚娜的报告表示并不清楚学院内部的具体变故，只知道对方同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推测正赶往首都的他会回弗雷利庄园。下属猜测他或许是厌倦了乡下的研究生活。听完汇报的皇子缓缓站起身来，看着窗外若有所思。时隔多年，他们终于要再次见面了。夜幕降临，马车终于抵达了帝国首都拉法汉，弗雷利庄园已经近在眼前。看着窗外的庄园，雀皮兴奋的欢呼终于要到了。还没等他高兴完，齐亚娜一把将他抓了回来。齐亚娜表示现在还不能回家，他拿出一封信，要求雀皮立刻去送信，却脾气的大声抗议，抱怨自己是朋友而不是工具人，而且一路上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齐亚娜根本不理会他的抱怨，直接把信塞进雀皮嘴里，提醒他自己现在才是主人。雀皮只能含着信委屈的哭诉。齐亚娜摸了摸他的头以示安慰。齐亚娜要求雀皮把信秘密送到指定的邮政信箱。雀皮一听顿时炸了毛，抗议说这种秘密传送起码要花上整整1个星期。齐亚娜却表现得十分淡定。原来作为弗雷利家族的召唤兽，雀皮拥有一种特殊能力，可以在1周内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小物件秘密传送出去。
面对雀皮的抗议，齐亚娜根本不为所动，只是冷酷地重复了命令。这让雀皮觉得委屈极了，直接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控诉齐亚娜是在无情地摧残他。看着雀皮在桌上撒泼打滚，齐亚娜无奈地叹了口气，她伸出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冷冷地提醒雀皮，灵魂可没有毛细血管，让他赶紧收起这副浮夸的演技。齐亚娜无情地指出，灵魂体根本不可能受伤淤青。雀皮听完顿时哑口无言。齐亚娜无奈表示自己讨厌魔法工程。这时车外传来声音，马车终于抵达了弗雷利庄园。齐亚娜走下马车，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宅邸，她心中感慨万千。毕竟在这个家里，她没有留下过任何美好的回忆。看到这位离家多年的大小姐突然现身，庄园里的仆人们顿时炸开了锅，大家纷纷交头接耳，不敢相信她真的回来了。仆人们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向齐亚娜解释庄园里现在一团糟，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刺杀事件。就在齐亚娜回来的这一天，祖父贴身的女仆竟然用淬毒的匕首企图刺杀她。好在祖父本身就是一位剑术大师，这场刺杀很快就被他亲手制服。仆人急忙表示要去通知祖父，齐亚娜却直接拒绝了，表示自己坐了很久的马车，现在只想回房间休息，明天再去拜访祖父。看着仆人们紧张的样子，齐亚娜独自朝房间走去。虽然不用立刻面对祖父，让她松了口气，但她心里很清楚，一味的逃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她必须尽快消除和家人的隔阂，并把未来的危机告诉祖父。毕竟，这位弗雷利家族的掌门人是他现在唯一能够信任的人。斯卡里公爵听到汇报十分惊讶，不敢相信齐亚娜此时居然就在庄园。管家恭敬地证实了这个消息，表示大小姐已经直接回房休息，打算明天再去拜访公爵。斯卡里无奈地叹了口气，齐亚娜这次回来事先没有发来任何通知，完全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回想起6年前的齐亚娜，15岁的她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性格孤僻残忍，甚至还经常残酷地欺负梅丽莎。斯卡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回想起齐亚娜当年离家去学院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彻底破裂。斯卡里担心齐亚娜还在怨恨自己当年的责骂，想要把她带回来修复关系，但梅丽莎却劝她放弃，直言齐亚娜和她一样讨厌这个家，强行带回来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斯卡里听后愤怒的大吼，质问这个家到底有什么不好。梅丽莎随即开始无情吐槽，指出这个家族早已支离破碎，父母各自离家出走，祖父又根本无法和孩子们沟通。接着梅丽莎把家里的兄弟姐妹数落了个遍，大哥像个疯子一样整天舞刀弄枪，二哥虽然长相帅气，却是个十足的混蛋，甚至连他自己也是个两面三刀的人。面对梅丽莎这一连串的毒舌吐槽，斯卡里被说得哑口无言。他不得不承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指望孩子们健康成长确实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家族如今只剩下了冰冷的财富和权力。斯卡里觉得齐亚娜这次回来态度或许有所转变，他决定找机会和他好好谈一次。接着他向管家询问刺杀事件的进展，管家汇报亚历克斯已经去追踪女仆的亲属，并且已经写信通知了朱丽叶斯。斯卡里听后点头，吩咐管家给齐亚娜安排一个机灵的女仆，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交代完这些后，斯卡里并没有回房休息，而是独自走向了温室。齐亚娜在睡梦中再次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噩梦里，梦中不断回响着梅丽莎抢走她召唤兽啾啾的声音，以及母亲年轻时趴在地上哭喊不公的画面。但这一次梦境并未结束，贪财的院长突然伴着金碧雨出现，狂笑着宣布莱文侯爵又给学院捐了巨款。院长指明要将齐亚娜强行留下来，伴随着落下的绞索，警告她永远别想离开这里。齐亚娜被噩梦惊醒，嘴里还念叨着那个贪财的院长。她刚坐起身，就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身材壮实的新女仆。齐亚娜向女仆打听祖父的下落，得知祖父刚睡下不久，而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也都不在庄园。女仆指着旁边堆成小山一样的信件，询问该如何处理这些昨晚从学院寄来的信。齐亚娜看都没看，直接冷冷的吩咐全部扔掉。齐亚娜表示自己胃不舒服，早餐只要一杯咖啡，并让女仆准备好带她出门。没想到女仆一听立刻急了，大声质问她胃疼怎么还能空腹喝咖啡。这反常的关心让齐亚娜有些摸不着头脑。齐亚娜直接戳穿了女仆的身份，指出她是祖父派来监视自己的眼线。女仆吓得赶紧鞠躬道歉，生怕自己第一天上班就被开除。齐亚娜倒是一点也不介意，表示自己很理解打工人的不易，还劝女仆安心留下来继续当卧底。毕竟这履历说出去也算是个大项目。女仆被这番操作整得有些发懵，齐亚娜催促她赶紧去准备咖啡，并计划等会儿直接去劳迪顿第12街。女仆下意识大声答应，随后才反应过来那个地方不对劲，还没等她惊呼出声，就被齐亚娜动手警告不许顶嘴。看着女仆一脸担忧的样子，齐亚娜承认对方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她今天必须出门，因为她要去见自己的二哥约书亚，那个在她眼里永远长不大且麻烦不断的家伙。女仆帮齐亚娜整理好发饰，齐亚娜抿了一口咖啡，选定了今天的造型。她今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拉近和祖父斯卡里的关系，建立像真正家人一样的感情。为了挽回自己在祖父心中的形象，她必须找机会做出贡献，弥补过去留下的坏印象。齐亚娜想到了祖父的召唤兽霍夫，修拥有吸收并净化毒素的能力。可奇怪的是，在原有的命运轨迹中，这个时间点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修的记载。
等到祖父和梅丽莎因谋逆被捕时，祖父甚至已经虚弱的无法站立。齐亚娜意识到，在他离开学院的这段时间里，庄园里一定发生了某种变故。齐亚娜深知事情非同小可，祖父的召唤兽霍夫难道是吸收了连他都无法净化的剧毒，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距离下午去见祖父，他只剩下大约6个小时的时间。齐亚娜一口气喝光咖啡，动身前往劳迪顿第12街。此时的第12街热闹非凡，路人们正对着一位贵公子指指点点，惊叹他身上那价值连城的奢华装扮，猜测他是不是又要登上新闻头条。这位引人注目的焦点正是齐亚娜的二哥约书亚，他手臂上缠绕着家族标志性的召唤兽，正神态自若地享受着众人的瞩目。围观路人私下议论约书亚挥金如土，猜测他的前来路不明，甚至觉得他是因为钱太脏才被弗雷利家族扫地出门。约书亚坐在咖啡厅外，对这些冷嘲热讽早已习以为常。这时，一辆印有家族徽章的马车突然停在了路边，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毕竟在这个时间节点，家族里的人绝不可能坐马车来找他。然而，车门打开，走下来的竟然是齐亚娜。齐亚娜一见面就开启调侃模式，恭喜她自力更生当上了暴发户。约书亚看着眼前的妹妹，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齐亚娜顺手递过去一个纸袋，作为送给她的乔迁礼物，里面装的是一个格子花纹的花瓶。约书亚看着齐亚娜送的格子花瓶，忍不住开启了毒舌模式，吐槽这花瓶简直丑得无可救药。齐亚娜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这是完美几何角度的艺术。约书亚正想继续调侃妹妹的审美，齐亚娜却突然狠狠砸向了旁边正在嚼舌根的路人，直接把对方砸了个正着。齐亚娜指着路人当街怒斥，警告他们别在背后指点约书亚，说他炫富纯粹是个人品味，少因为嫉妒就在这里造谣生事。路人被齐亚娜的霸气吓得不敢吱声，而齐亚娜表面上气势汹汹，心里其实因为很久没大声说话，正紧张的不行。齐亚娜的怒吼让约书亚十分无语，心想他根本不懂得控制音量。接着，齐亚娜又出言威胁路人，声称自己和报社主编关系匪浅，警告他们别再招惹约书亚。路人被吓得连报纸都掉了。约书亚见状，赶紧打圆场，拉着6年没见的妹妹往屋里走。齐亚娜则继续嘴硬吐槽，把耳朵不是怪罪给魔法工程。两人来到约书亚奢华的会客室，齐亚娜看着满屋昂贵的摆设，忍不住吐槽这地方简直是在烧钱。约书亚则得意地表示这都是限量版，只有品味的人才懂。齐亚娜靠在沙发上，心想二哥的品味和以前一样，虽然说话依旧带刺，但待在他身边总能让人感到放松。约书亚埋怨妹妹来首都也不提前联系，齐亚娜却直接戳穿了他的秘密身份，指出他就是八卦杂志《罗蕾莱》的幕后主编。原来约书亚利用召唤兽利亚的化形能力，让他充当主编替身在暗中运营，即便祖父和亚历克斯极力反对，他也根本不当回事。齐亚娜笃定约书亚在首都眼线众多，昨晚自己刚到，他就已经收到了消息。约书亚大方承认，只是没想到妹妹会直接找上门来。如今的约书亚早已成了在暗中操控舆论的幕后黑手。齐亚娜开门见山表示，自己这次来只为2件事，办完立刻就走，绝不打扰。约书亚却不买账，反问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齐亚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如果他的召唤兽生病，他会是什么心情。约书亚温柔地抚摸着小蛇，直言恨不得替他承受痛苦。齐亚娜顺势追问，要是有人能治好生病的召唤兽呢？约书亚豪气地表示，哪怕是讨厌的人也会用重金酬谢。这番话让齐亚娜心里有了底，因为自己没有召唤兽，她才特意来向二哥求证，只要能顺利治好祖父的召唤兽霍夫，就能彻底赢得祖父的信任，从而向他揭露希顿的阴谋。约书亚有些纳闷，毕竟根本没有专门医治召唤兽的医生。齐亚娜却懒得解释，直接让他少管闲事。约书亚一边给小蛇喂果汁，一边吐槽齐亚娜突然关心起家人，这反常的举动实在太可疑了。齐亚娜理直气壮地表示，大家既然是家人，就该互相帮助。结果约书亚听到这话，直接一口果汁全喷了出来，还把自己呛得直咳嗽。约书亚擦了擦嘴角的果汁，警惕地盯着眼前的齐亚娜，质问她到底是谁，甚至怀疑她被异界灵魂附身了。为了验证妹妹的身份，约书亚要求她说出一个只有他们2人才知道的秘密。齐亚娜听完感到十分无语，冷淡地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毕竟他们以前的关系那么差，怎么可能有共同的秘密。她顺便吐槽约书亚少看言情小说，省得整天脑洞大开。听到这熟悉的嫌弃语气，约书亚终于放下了戒备，承认她确实是自己的妹妹。齐亚娜则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齐亚娜不想在身份上多纠缠，直接抛出了今天来的第2个目的。她向约书亚打听起皇太子的消息，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听到皇太子这3个字，约书亚显得十分意外，但他还是说出了掌握的情报。原来在6年前，皇太子在一次外出狩猎时意外坠崖，从此下落不明。随着皇太子失踪和皇帝病重，希顿皇子趁机掌控了大权，成了目前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不过皇帝一直拒绝正式册封，坚持要先确认大儿子的生死。听完这些早已公开的信息，齐亚娜显然并不满足，继续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内幕。约书亚以召唤兽利亚的名义发誓，表示自己确实只知道这么多。齐亚娜让二哥留意后续线索，并拜托他利用情报网调查希顿皇子和皇太子之间的关联。听到这个要求，约书亚眉头紧锁。齐亚娜
看出他并不赞成自己插手，但觉得他现在才来扮演关心的哥哥，未免有些太迟了。约书亚神色尴尬地提醒他，卷入皇室的权力斗争会惹祸上身。齐亚娜意识到二哥是在真心担心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冷淡的让他少管闲事，这让约书亚一阵无语。约书亚无奈地叹了口气，让齐亚娜像祖父和父亲那样继续唠叨他游手好闲就行，别再插手皇室的危险闲事。齐亚娜看着二哥，深知长辈们痛恨八卦杂志，不仅是因为嫌他丢人，更是因为家族本身就丑闻缠身。叔叔很早就为了平民女子脱离家族，而在齐亚娜5岁那年，母亲也留下绝笔信与马夫私奔，最终在骑士的追捕中坠崖身亡。母亲去世后，父亲彻底崩溃，远走北方领地讨伐魔兽，至今没有回来。齐亚娜继承了母亲的粉发绿眼，却成了家族里唯一没有召唤兽的孩子。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三兄妹都带着各自的伤痛长大。齐亚娜看着约书亚，认真的表示自己之前恭喜他自力更生是真心的。接着他提起小时候在庄园里曾偷偷研发过某种魔法道具，并询问约书亚是否知道他当时的目标。齐亚娜坦言自己当年的目标是想通过眼睛颜色来做亲子鉴定，因为私生女的传言曾让他痛苦不堪，他甚至希望被赶出家门来获得解脱。约书亚听后觉得这毫无意义，齐亚娜却表示正因如此，自己才在魔法工程领域取得成就。接着他看着约书亚说道，二哥为了走到今天所做的一切，也同样不是毫无意义的。这番话让约书亚瞬间愣在原地。齐亚娜深知自己不记得父母恩爱的过去，但约书亚却亲眼见证了家庭的破碎，母亲的背叛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当年保姆曾安慰约书亚说，贵族出轨私奔是常有的事。为了验证真伪，约书亚开始挖掘贵族丑闻，意外创办了爆火的八卦杂志。齐亚娜回想起原著中的记载，约书亚曾对祖父斯卡里借酒发疯，痛骂父母只顾自己，把3个孩子丢下不管。而当初提议让父亲去北方冷静的，正是祖父斯卡里本人，这让斯卡里无言以对。其实祖父和亚历克斯不认可约书亚，并非出于贵族的傲慢，而是担心他一直困在过去的伤痛中，劝他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但约书亚根本听不进去。齐亚娜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创办杂志的初衷或许荒谬，但约书亚能做大做强全凭自身本事，无论起点如何，能走出自己的路才最重要，所以他会继续支持这本八卦杂志。看到约书亚依然眉头紧锁，齐亚娜决定再多夸他几句，直言他虽然像个叛逆期少年，气得祖父少活了好几年，但如今确实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连喜欢奢侈品也算是一种本事。齐亚娜认为只要有自我认知就是好事，两人随后陷入了沉默。齐亚娜准备告辞，并将抱枕还给约书亚，约书亚却把抱枕推了回去，傲娇地表示既然他觉得舒服就收下，这算是对那个花瓶的回礼。接着约书亚认真地告诉齐亚娜，弗雷利家族真正的耻辱是自己而不是他，这种事不看眼睛颜色，而是看谁更能惹事。齐亚娜虽然不是圣人，但也没他那么糟糕。齐亚娜坐上马车准备离开，临走前挥手向约书亚告别，叮嘱他别忘了调查的事。约书亚放心不下，追上马车，拉开窗帘劝他放手，把皇室的麻烦事交给祖父。他低声警告齐亚娜，老皇帝已经病入膏肓，西顿皇子登基是迟早的事，失踪6年的皇太子毫无音讯，劝他不要再白费力气。正说着，约书亚突然拉住他，仔细打量后忍不住惊呼，质问他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约书亚紧紧抓着他的手腕，问他是不是在学院没吃饱饭。齐亚娜冷淡地表示自己一直这样，反问他为什么突然关心自己。随后他直接拉上车帘，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过去6年二哥可从没关心过他。看着马车渐渐远去，约书亚站在原地一脸委屈，他明明每个月都给妹妹写信邀请她回家，并提出去学院探望，可这些信件似乎石沉大海，齐亚娜甚至连发表会都没邀请他。约书亚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决定立刻追上去问个清楚。约书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决定带着召唤兽利亚立刻动身回一趟老宅调查。与此同时，齐亚娜乘车离开，吩咐随从先去杂货铺买些东西。独自坐在车厢里的他有些疑惑，本以为约书亚根本不在乎自己，毕竟两人已经6年没见，当初他的毕业典礼和发表会都曾给家里寄去过邀请函，却没有任何人出席。齐亚娜深知，如果听从建议，把一切都交给年迈的祖父，整个家族很可能再次面临处决。寻找失踪的皇太子绝非毫无意义，这让他回想起13岁那年，脱离家族的叔叔婶婶去世，祖父将他们的女儿梅丽莎接回家。梅丽莎虽然并非家族嫡系，却早早拥有了自己的召唤兽。初来乍到的梅丽莎十分热情，主动提出想看大家的召唤兽，还特意追问同岁的齐亚娜，她的召唤兽究竟在哪里。从那天起，齐亚娜每晚都做噩梦，梦见那只小鸟坚称是自己的召唤兽，这让她每次见到梅丽莎就忍不住百般刁难，甚至质问对方是不是抢走了她的召唤兽。直到16岁那年的深夜，她手持利刃走向熟睡的梅丽莎，结果被当场抓了个正着。所有人都觉得她彻底疯了，虽然大家都认为她做得太过分，但齐亚娜其实另有隐情。他从13岁起自学魔法工程，成功研发出改变眼睛颜色的道具，而这件道具并不是给他自己准备的。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梅丽莎，因为大家都说梅丽莎更像继承人，他便想用道具改变对方的眼睛颜色，而启动道具必须用到梅丽莎的血。结果事情败露，祖父斯卡里
严厉斥责了他，并罚他闭门思过。看着愤怒的祖父，齐亚娜突然彻底清醒过来，意识到改变别人的眼睛毫无意义。如果继续这样执迷不悟，自己只会被困在公爵府的痛苦中，虚度光阴。为了彻底摆脱家族的束缚，齐亚娜主动向祖父斯卡里提出去遥远的利利尼公国学院读书，以此远离纷争，闭门思过。至于那个耗费心血研发的道具，他终究没舍得直接扔掉，还是决定先带在身边，以后处理。在乘马车前往学院的路上，齐亚娜突然感到内急，便叫停马车，准备去路边解决。他钻进路边的灌木丛，为了避免尴尬，特意往树林深处多走了几步。正当他觉得距离差不多时，前方突然传来一声冷酷的警告，让他立刻停下了脚步。齐亚娜着实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灌木丛里竟蹲着一个穿斗篷的少年。少年正痛苦地呻吟着，他注意到对方斗篷的料子极好，猜测他可能是个贵族。面对齐亚娜的询问，少年只是虚弱地警告他不要和自己扯上关系。他让齐亚娜假装没看见，赶紧离开这里，警告他别因为同情多管闲事，免得以后后悔。齐亚娜本就没打算多管闲事，听到这话，顺势向他告别，直接转身走人，看着他头也不回的快步离开。留在原地的少年直接愣住了。齐亚娜刚走没几步，突然停下折返回来。男孩见状有些意外，语气中隐隐带着一丝喜悦，质问他为什么又回来了。齐亚娜让他别多废话，随后从身上掏出了那个原本打算扔掉的魔法道具。他把道具递给男孩，说这东西能改变眼睛颜色，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他缺钱可以偷偷卖掉。男孩看着手里的精致道具，震惊地询问这东西的来历。齐亚娜随口编了个理由，谎称是已不在人世的朋友所制。接着他耐心地解释启用法，这道具需要配合使用者的血液，并在脑海中想象想要的颜色，虽然只能使用一次，使用时眼睛还会像火烧般剧痛。男孩听完有些警惕，不明白萍水相逢的齐亚娜为什么要送自己这么贵重的礼物。齐亚娜倒也十分坦诚，直言只是不想把伤员丢在荒郊野外，送出对自己没用的道具，纯粹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点。男孩被他的坦率说服，表示这东西对自己确实大有用处，随后收下道具向他道谢。齐亚娜觉得眼前看不清面容的男孩身上有种莫名让人信任的气场，便顺口打听起他的遭遇。男孩坦言自己遭到了背叛，并表示既然活了下来就会去复仇，让齐亚娜不用为他担心。齐亚娜有些尴尬的回应，两人只是初次见面，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担心。随后他准备告辞离开，顺口祝他别轻易死掉。男孩突然开口叫住他，留下了帝都1135号邮箱地址，承诺安全后会告知他自己的生死。为了安全起见，男孩还建议齐亚娜也建个秘密邮箱，方便以后两人暗中联络。对于男孩留下的联络方式，齐亚娜虽然觉得有些麻烦，但还是表示会考虑一下。男孩问他要不要写下来，齐亚娜摆手表示数字很好记，随后便直接转身离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对方。不久后，齐亚娜在路上得知皇太子在打猎时坠崖失踪，而事发地点刚好在他此行的路线上。坐在马车里的齐亚娜陷入沉思，她确信自己小时候见过皇太子，对方有着象征皇室的银发蓝眼，还曾主动邀请他一起吃肉馅饼。当年皇太子总是被热情的贵族簇拥着，那份无可争议的皇室血统曾让齐亚娜羡慕不已。但皇太子那过于开朗的性格，总让齐亚娜联想到讨厌的梅丽莎，这让性格有些阴沉的她本能的想要远离这种阳光的人，所以当时她对皇太子并无兴趣。齐亚娜坐在马车里，越想越觉得奇怪，如果树林里那个穿斗篷的少年真的是失踪的皇太子，他为什么不求救让人送他回宫，反而要像个罪犯一样躲起来？虽然少年的声音和轮廓有些熟悉，但齐亚娜当时并没有多想。后来去学院后，她虽然建了邮箱，却因为觉得没必要联系对方，便一次也没有使用过。齐亚娜如今回到了帝都，她很清楚，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失踪的皇太子就是在此期间暗中展开了残酷的复仇，而西顿皇子为了应对危机，会对支持皇太子的普雷莱家族下手，导致整个家族因叛国罪被灭门。为了保住家族，齐亚娜决定暗中协助皇太子复仇，只要能提前解决掉西顿皇子，家族就能避开灭顶之灾。所以他一到帝都，就派信使雀皮送信去1135号邮箱，询问那个斗篷少年是否还活着。不过信使来回需要1周时间，齐亚娜只能在马车里耐心等待，等雀皮带回消息再做下一步打算。齐亚娜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带回雀皮，大家肯定会以为是他从梅丽莎手里抢走了召唤兽，毕竟他以前为了这事没少折磨对方。不过他还是决定向家人坦白。说话间，马车已经抵达了杂货铺，齐亚娜立刻带着随从下车。莱文侯爵府邸的气氛有些微妙，切萨雷看着手上的手套，若有所思。兰亚克低声提醒他，别忘了与齐亚娜之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兰亚克看着正在精心挑选衣服的切萨雷，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在穿搭上费这么多心思？切萨雷有些无奈地解释，他是担心自己如果表现得太强势，对方可能连话都不想跟他说，直接转身就走。听到这话，兰亚克有些哭笑不得，毕竟以切萨雷的身份和长相，要是连他都要担心被嫌弃，别的男人根本就不用活了。切萨雷没有多解释，只是微微一笑，随后便穿戴整齐，准备动身去寻找那个让他如此在意的人。齐亚娜走进百货商店，买下了大量的胃药
和强心剂，吩咐随从赶紧搬上马车。此时早晨已经过去很久，他估摸着祖父应该已经醒了，想到自己之前闹出动静后一走了之，心里不免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祖父。齐亚娜暗自下定决心，就算没有血缘关系，也要用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动静，一位身着华服的切萨雷推门而入。看着眼前这位气质高贵的陌生人，齐亚娜在记忆中搜寻了一番，确信6年前的帝都绝无这号人物，而对方已经径直朝他走了过来。虽然对方衣着优雅，举止得体，但他总觉得哪里有些古怪。伴随着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一个男人突然戴上滑稽的鱿鱼头套，主动向齐亚娜打起了招呼，抱怨他回帝都后没先去拜访自己。齐亚娜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终于认出眼前这个搞怪的家伙正是珀维斯公爵家的次子罗德里戈，也是他小时候经常追着跑的玩伴。看着罗德里戈疑惑的表情，齐亚娜有些无奈的揉了揉眼睛，吐槽自己的眼睛刚刚才适应正常事物。齐亚娜用暗适应来解释自己的迟钝，但看到罗德里戈一脸茫然，她只好换了个通俗的说法，直言是因为他的打扮太辣眼睛，才让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话逗笑了旁观的顾客，周围的人认出罗德里戈是公爵之子，纷纷识趣的避开。罗德里戈摘下头套，却自作多情的以为齐亚娜是在吃醋，觉得他是因为自己和梅丽莎的婚约而生气。他提起齐亚娜以前追求他的往事，声称自己和梅丽莎谈婚论嫁制是为了气他，甚至觉得齐亚娜去学院也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罗德里戈觉得两人扯平了，齐亚娜却直接开始装傻，他毫不留情地开启嘲讽模式，吐槽罗德里戈的智商连最基础的数学题都算不明白，直接把他对得哑口无言。眼看对方被对得直叹气，齐亚娜这才提起裙摆，优雅的向他行了个礼，顺便送上一句迟到的问候。他调侃罗德里戈现在应该去当厨师，在对方一脸懵逼时笑着解释，毕竟他小时候最擅长在自己和梅丽莎之间搅局。这番带刺的嘲讽让周围围观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围观群众见势不妙，纷纷找借口避开。齐亚娜却没打算收手，直言自己其实很理解罗德里戈，知道他是想通过和弗雷利家联姻来压过他哥哥一头。接着他又补了一刀，建议罗德里戈作为男人最好先提升一下自己的个人魅力，而且在感情里只能选一个。他还顺便提起了梅丽莎，调侃对方宁愿在订婚前跑去修道院，也不愿意选择罗德里戈，看来修道院才是更需要同情的那个。这一番话直接把罗德里戈打击得当场石化，周围的人也彻底散了个干净。就在这时，忍无可忍的店员终于出声，委婉的请他们去外面聊，毕竟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店里做生意了。听到店员的委婉驱赶，齐亚娜有些尴尬地道了歉，表示自己以为大家看戏看得挺开心，随后便准备转身离开店铺。还没等他走出门，罗德里戈却突然一把拽住了他，质问他是不是在外面待久了就忘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警告他根本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看着罗德里戈那双红色的眼睛，齐亚娜不禁回想起以前的自己，当初之所以会主动追求这个男人，纯粹是因为看中了他那双红眼珠，希望能通过联姻生下同样红眼睛的孩子。毕竟当时他对眼睛颜色有着极深的执念，因为眼睛不像头发那样可以通过染发或者戴假发来掩饰。罗德里戈得意地提起往事，声称齐亚娜以前求着要嫁给自己，只要他笑一下他就会脸红。齐亚娜听完只觉得以前自己眼光太差，毕竟亚历克斯才是他第一个想嫁的人。面对罗德里戈的纠缠，他直接出言反讽，笑话他明知自己名声扫地，却还死缠烂打想高攀弗雷利家族。这番话直接把罗德里戈对得哑口无言。罗德里戈气急败坏地表示，齐亚娜根本没有决定权，弗雷利家族肯定巴不得赶紧把他这个麻烦精送走。齐亚娜听完只觉得莫名其妙。齐亚娜耸耸肩表示，自己只要有祖父和哥哥们的宠爱就足够了。罗德里戈却冷笑着嘲讽他是在做梦，警告他别再白费力气。齐亚娜懒得继续纠缠，伸手在包里摸索着剩下的胃药，打算直接泼在罗德里戈头上脱身。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表示赞同齐亚娜的说法。齐亚娜转头一看，发现说话的正是刚才在店里遇到的帅哥。切萨雷迈步走上前，直言罗德里戈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一个胡搅蛮缠的恶棍。他直接出手扣住罗德里戈的手腕，强行分开了纠缠的两人。面对切萨雷冰冷的目光，罗德里戈瞬间被震慑住，吓得不敢再轻举妄动。切萨雷顺势转身护住齐亚娜，表明自己此行正是为了寻找她。切萨雷主动发出邀请，希望能占用齐亚娜一点时间。看着眼前这张帅气的脸，齐亚娜虽然有些心动，但她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于是她果断拒绝，直接转身向他告别。这让切萨雷当场愣住，整个人大受打击。随后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随从见状急忙跑上前询问，猜测他是不是因为不符合齐亚娜的喜好才被如此无情的拒绝。随从兰亚克在一旁出谋划策，觉得齐亚娜可能只是对他不感兴趣，建议他直接去找齐亚娜谈合作，毕竟两人本来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切萨雷听完脸色更黑了，直接冷冷地让兰亚克闭嘴。画面一转，齐亚娜已经回到了弗雷利庄园，女仆抱着她买回来的大包药品跟在后面。女仆心疼地提醒她，今天连早饭和午饭都没吃，劝她无论如何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齐亚娜转过身反驳，坚称自己已经吃过午饭了，让女仆别再唠叨，赶紧抱着药包跟上。面对女仆的疑惑，齐亚娜理直气壮地解释，自己之前在约书亚那里喝了果汁，
还顺便吃了点饼干，这让女仆听得一阵无语。齐亚娜觉得这顿加餐已经足够，随后忍不住抱怨起庄园太大，走得她气喘吁吁。看着抱着重物依然面不改色的女仆，齐亚娜顺口夸奖了她的体力。女仆虽然嘴上道着歉，却直言是齐亚娜的体力太差，这让齐亚娜调侃她胆子不小。两人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弗雷利庄园的温室。齐亚娜直接推开温室大门，女仆在后面吓了一跳，急忙上前劝阻。女仆提醒齐亚娜，进入温室深处需要公爵的许可，而且仆人们已经很久不准进去了。齐亚娜根本没打算听劝，直言自己一向我行我素，让女仆以后少费心思拦她。正往前走着，齐亚娜突然停下了脚步，发现前方有些异样。温室深处闪烁着微光，一个巨大的鸟巢里竟然卧着一只黑色的巨鸟。还没等齐亚娜反应过来，巨鸟突然开口说话，自称是斯卡里的召唤兽霍夫，冷冷地警告他立刻离开。听到霍夫的名字，齐亚娜顿时陷入了回忆。在他的记忆中，霍夫曾是一只在庄园上空翱翔的宏伟巨鸟。那时候只有6岁的齐亚娜，经常梦想着自己也能拥有这样一只召唤兽，甚至隐约觉得自己的召唤兽将来也会是一只鸟。可看着眼前霍夫如今虚弱的模样，齐亚娜心里一阵揪心，连她看着都觉得难受，更不用说一直陪伴她的祖父了。就在齐亚娜暗自神伤时，霍夫突然睁开了那只橙红色的眼睛，语气冰冷地质问她，竟敢在这里对她发号施令。面对霍夫的质问，齐亚娜表示自己很快就能治好他，让他再稍微忍耐一下。霍夫冷哼着表示医学对召唤兽没用，让齐亚娜别来烦他，赶紧离开。齐亚娜却笑着解释自己可不是医生，而是一个间谍。这番话直接把霍夫整无语了，一旁的女仆更是吓得够呛。随后齐亚娜在温室里铺开卷轴，命令女仆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严守温室大门，绝对不许任何人进来打扰。与此同时，庄园的另一边也传来了消息，之前企图暗杀的女仆已经在审讯中畏罪自杀。女仆向斯卡里汇报，齐亚娜一大早就离开了庄园。斯卡里听完有些失落，本以为齐亚娜会立刻来见他，他忍不住叹了口气，感慨孩子们似乎都急着离开这个家，不管是齐亚娜、梅丽莎还是约书亚，好像都对这个庄园避之不及。斯卡里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回想起这几年庄园里的鸡飞狗跳，自从6年前齐亚娜离开后，家里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全是因为约书亚那个让人头疼的孙子。斯卡里脑海中浮现出约书亚离开时的场景，当时约书亚愤怒地宣称自己绝不会再踏入这个令人窒息的家，随后便头也不回地提着行李离开了庄园。女仆在一旁轻声安慰，表示自己也养育过叛逆的孩子，深知斯卡里的不易，并建议他主动向孩子们表达关心。这番话让斯卡里陷入了沉思，他意识到自己以前只要求孩子们改变，却从未想过改变自己，于是决定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女仆正安慰着约书亚，或许也会像齐亚娜一样回来，门外却突然传来惊慌的呼喊声，声称发生了糟糕的大事。来人慌张的报告，约书亚居然真的回庄园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屋里的2人都当场愣住。斯卡里叹了口气，站起身，吐槽孙子的脑子坏得比想象中还要快。随后他带着仆人火速赶去，准备去迎接他这个可怜的孙子。斯卡里和约书亚一见面，气氛瞬间变得无比尴尬，两人大眼瞪小眼地沉默着。斯卡里率先打破沉默，冷哼着质问约书亚，居然还有脸回这个家？他毫不客气地揭起短来，直言约书亚当年离家出走，闹得整个首都人尽皆知，可不像齐亚娜那样是去求学的。接着斯卡里开启了碎碎念模式，数落约书亚从小到大有多难管，自己却一直默默为他保留着房间，甚至每年都给他留着预算。约书亚被训得根本插不上话，只能弱弱的试图打断。斯卡里越说越气，直接指着约书亚破口大骂，质问他到底有没有在听。约书亚也终于忍不住了，吐槽祖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唠叨，以前可从没这样道德绑架过他。一旁的女仆看得直扶额，斯卡里气得大骂约书亚是白眼狼，坚称自己只是在表达关心。约书亚无奈地劝祖父冷静，并坦言自己这次回来是因为觉得齐亚娜有些不对劲。斯卡里听完却忍不住冷嘲热讽。约书亚神色严肃地解释，齐亚娜现在不仅消瘦，而且脸色苍白。话还没说完，仆人就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急忙向斯卡里汇报，齐亚娜已经独自进入了温室，而且已经在里面待了很长时间。得知消息的斯卡里瞬间脸色大变，毕竟温室深处正卧着虚弱的巨鸟霍夫。约书亚见状，赶紧在一旁劝说，让祖父先保持冷静。斯卡里气得当场大吼，质疑如果是约书亚自己的召唤兽出事，他又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约书亚也理直气壮地回怼，直言换作是他早就冲进去了，甚至惊讶祖父居然还在跟他废话。斯卡里被一语点醒，大喊着霍夫的名字狂奔而去，约书亚也紧随其后。两人一路赶到温室门口，守门的女仆赶紧躬身道歉，表示齐亚娜交代过，接下来2小时内不许任何人进去。斯卡里闻言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厉声质问女仆是不是忘了在这个庄园里到底该听谁的命令。斯卡里冷冷的命令女仆让开，女仆吓得浑身发抖，坦白齐亚娜已经识破了自己被派去监视她的卧底身份。约书亚听完一脸震惊，诧异齐亚娜知道他是间谍后居然没有动手揍人，
女仆无奈的解释，虽然没挨揍，但齐亚奈的话句句扎心。不过女仆觉得这种感觉并不坏。齐亚娜的责备虽然犀利，却很公正，甚至能让人反省自己的错误，字里行间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心。约书亚在一旁深有同感的附和，直言齐亚娜之前批评他奢侈时，他也感受到了那微乎其微的善意。结果斯卡里在一旁无情拆台，吐槽齐亚娜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女仆大着胆子劝说斯卡里，直言齐亚娜从不口出狂言，既然她承诺能治好霍夫，就绝对不会伤害他，而且看他的准备工作显然是胸有成竹。约书亚也在一旁帮腔，提醒祖父齐亚娜在学院可是个天才，不妨选择相信他一次。斯卡里听完陷入了沉默，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从未真正信任过齐亚娜。约书亚顺势耸肩吐槽，直言祖父虽然关心他们，却从未真正信任过家里的任何人。斯卡里顿时气得大声反驳，怒吼是因为他们一个个太不争气，要是把家族交给他们，早就彻底完蛋了。斯卡里接着激动地咆哮，说自己就算又老又病还在咬牙操心，全是因为对后辈的爱。女仆在一旁听得崩溃直呼这是道德绑架，斯卡里却理直气壮地表示这叫表达情感。还没等几人继续争吵，温室方向突然传出了动静，斯卡里和约书亚立刻循声转过头，温室里清晰地传出齐亚奈的声音，正严肃地提醒对方体内还有余毒。紧接着里面传来一阵畅快的笑声，霍夫兴奋地大喊自己多年来第一次能这样活动自如了。听到温室里传来的声音，女仆满脸不可置信，斯卡里更是震惊不已，立刻带人推开温室大门。只见霍夫正兴奋地展翅高呼，直言自己终于找回了曾经的力量。看着眼前重获新生的霍夫，齐亚娜在一旁默默收拾着工具，而冲进温室的斯卡里和约书亚望着眼前这一幕，彻底愣在了原地。只见地上散落着许多药瓶，齐亚娜正边吃糖边奋笔疾书，连霍夫都在一旁维护她。过了许久，齐亚娜坐在温室里悠悠喝着果汁，开始找女仆算账，质问她怎么没守住大门。女仆急忙解释自己已经拼命拖延了10分钟，甚至还帮她向斯卡里说了不少好话。齐亚娜心里明白，女仆确实挡不住斯卡里和约书亚，但嘴上还是忍不住调侃对方居然连杯咖啡都没给她端来。齐亚娜听完女仆的解释，大方的表示看在对方态度不错的份上，这次就先不解雇她了。这时恢复活力的霍夫凑了过来，真诚地向齐亚娜表达感谢，直言自己本以为余生都只能瘫在温室里，多亏了他才能重新帮上斯卡里的忙。看着霍夫满脑子都是斯卡里，齐亚娜心里有些泛酸，但还是出言提醒他体内的余毒还没清干净，让他别高兴得太早。霍夫却毫不在意地拍打着翅膀大笑，坚信自己过几天就能彻底恢复。斯卡里看着眼前生龙活虎的霍夫，整个人直接看呆了。面对大病初愈的霍夫，斯卡里难以置信地询问这一切是不是齐亚娜做的。这也是齐亚娜离开庄园后第一次与祖父重逢。小时候他在祖父面前总是感到渺小，当年因持刀挨训后更是难以面对，求学期间未收到联系也觉得顺理成章，他甚至怀疑过自己并非对方的亲孙女，所以心里也谈不上怨恨。但如今一切都已经不同，无论血统如何，他都有了坦然站在他面前的底气。齐亚娜笑着补充说明，自己其实并不是专业医生，全靠科学与魔法相互结合。随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解定向渗透与浓度的计算公式。约书亚听得头大如豆，连忙开口将他的长篇大论打断，直言自己根本不想听科学课。齐亚娜只能在心里无奈吐槽，看来完全没有人对魔法工程学感兴趣。他只好化繁为简地解释，自己只是利用魔法工具降解了毒素，不过这种工具操作极其复杂，必须根据毒素的变化精确计算，只要出现一丝差错就要彻底重来。为此他熬夜写满了无数草稿，但对现在的他来说，这种靠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比改变外貌或召唤魔兽简单得多。毕竟那些天生的能力是他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天赋。斯卡里凝视着眼前的孙女，十分真诚地向她道了一声谢谢，坦言自己从没为她做过什么，他却愿意主动出手救下霍夫。齐亚娜闻言笑着摇了摇头，直言祖父其实已经帮了自己很多，毕竟每个月都按时拨来丰厚预算，让他凭着家族姓氏就能白拿生活费。斯卡里听完尴尬地咳嗽了2声，连忙硬着头皮强调自己给的预算确实非常大方。齐亚娜也只能顺着他的话连连点头。随后斯卡里有些别扭的欢迎他回家，甚至有些语无伦次的表示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以后随时都可以自由出入。齐亚娜点头表示赞同，顺势提起6年前因持刀事件挨训，但祖父当时也并没有将他赶出家门。斯卡里顺着话头继续往下说，夸赞起他在学院争取教授职位的事。齐亚娜却语气平静地打断他，直言自己早已不想再去当什么教授。斯卡里有些尴尬的连忙改口说能拿到博士学位也同样足够优秀，不料齐亚娜紧接着再次表示自己连博士学位也打算彻底放弃。斯卡里只能强颜欢笑的附和，直言那些没用的头衔放弃了也好。气氛一时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齐亚娜看着眼前的祖父一阵心酸，在自己获得重生之前，确实曾为了得到认可而拼命追求这些。此时约书亚随手触碰向旁边的植物，原本翠绿欲滴的枝叶，在接触到他手指的瞬间便彻底枯萎。约书亚看着瞬间枯萎的植物，大吃一惊，这种剧毒要是普通人碰到，恐怕会在转眼间尸骨无存。他实在想不通霍夫究竟是怎么中毒的。
这时霍夫兴奋地扑进斯卡里怀里，表示剩下的余毒自己就能慢慢排干净。斯卡里紧紧抱住他，再次向齐亚娜致谢。随后斯卡里好奇地询问齐亚娜究竟是怎么发现霍夫并决定救他的。齐亚娜解释说是昨晚路过花园时看到的。他坦言自己和霍夫其实没有任何交情，但既然霍夫对祖父来说至关重要，他便决定出手相救。这番话让斯卡里听得大受感动。救下霍夫之后，现场的气氛却突然变得有些尴尬。约书亚看着满地乱扔的空杯子，忍不住开口质问他究竟喝了多少咖啡。齐亚娜理直气壮地反驳道：“用脑过度的时候多喝点咖啡又有何不可？”这副理所当然的态度让两人一阵无语。斯卡里见状连忙主动转移话题，伸手向一旁的女仆索要日常报告。女仆毫不避讳地直接将报告递了过去。齐亚娜见状在心里暗暗吐槽，对方现在连装模作样都懒得装了。然而当斯卡里和约书亚看清报告内容，两人的脸色在瞬间变得极为难看。斯卡里更是气得当场大声吼叫，质问齐亚娜是不是疯了，这上面写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女仆递交的报告里面极其详细地记录了齐亚那一整天的饮食，不仅完全没有吃正餐，甚至空腹摄入了大量的咖啡与兴奋剂。齐亚娜却觉得这种作息十分正常，反而嫌弃大家有些太过唠叨。约书亚拿着报告单大惊失色，质问他以前在学院是不是也这样生活。齐亚娜理直气壮地开口否认，表示如果每天都像今天这样折腾，自己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写论文。约书亚与斯卡里听得目瞪口呆，追问他当年到底是怎么在学院活下来的。齐亚娜坦言，自己以前每天要在实验室待上16个小时，为了防止犯困影响进度，只能把每天的进食量降到最低。齐亚娜接着向两人解释，写论文可比现在的情况艰难得多，自己当年在实验室不吃不睡，全靠兴奋剂、咖啡和胃药在硬撑。斯卡里听完直接崩溃的跪倒在地，整个温室里顿时乱成了一团。过了好一阵子，大家才终于重新平静下来。约书亚指着齐亚娜大声怒吼，直言这就是他6年都没长高原因。齐亚娜却一掌拍开他的手，理直气壮地表示，这完全是因为自己热爱魔法工程学。听完齐亚娜这段拼命的经历，斯卡里感到既心疼又无比愤怒，指出这恰恰说明学院的人根本不在乎他。齐亚娜却依旧平静地解释，自己当时其实根本没有退路，每半年一次的严格考核逼得他只能拼命，但也正因如此才让所有教授对他刮目相看。他必须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有顺利毕业并且当上教授，才能在那个地方真正站稳脚跟，否则无论表现得有多优秀，都只是个外人。斯卡里听完孙女的遭遇，深受打击，他开始深深反思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甚至怀疑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才让孙女落得今天这个地步。他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何宁可如此折磨自己。一旁的约书亚也忍不住大声质问齐亚娜，为了区区一个教授的职位，这样折磨自己，甚至抛弃家人，究竟值不值得？齐亚娜被问得微微愣在原地。约书亚越说情绪越发激动，直言他这6年间不仅一次都没有回来过，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没有邀请家人参加。虽然大家都很庆幸他能平安归来，但他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约书亚越说心里越觉得委屈，质问齐亚娜当年为什么从来不给家里回信。他们每个月都会寄去10封信，却只能收到1封敷衍至极的回复，急得他们只能跑去联系学院教授打听。齐亚娜听完整个人瞬间愣住，表示自己明明每3个月才能收到1封信，而且每一封他都极其认真地写了回信，根本不知道什么1个月10封信的事情。他更感气愤地当场指出，自己明明寄出了毕业典礼以及论文发表会的正式邀请函，是家里人自始至终一次都没有来过。双方这一当面对仗，斯卡里瞬间反应过来，这绝对是有人在中间暗中拦截了信件。一旁的霍夫忍不住冷冷地泼下一盆冷水，直言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缺乏信任，没收到回信也懒得去亲自核实，才让背后的幕后黑手彻底钻了空子。约书亚让人搬来一整箱信，直言这就是家族与学院往来的所有信件。齐亚娜翻看信件后，震惊地发现，教授一直在冒名给家里回信，不仅大肆夸赞他在学院的优异表现，还谎称是他嫌家里信件繁琐，才故意拒绝给家里写信。更过分的是，信里竟假借他的名义警告家族，只要有人出席毕业典礼，他就会立刻取消参加。齐亚娜一时间震惊得说不出话，终于看清了教授当年孤立他的阴谋。对方不断用同病相怜的话术将他困在实验室，就是为了彻底斩断他与家族的联系。约书亚气得破口大骂，直言学院那帮人简直是疯子，居然用这种手段拆散他们家。霍夫在一旁无情吐槽，直言他们这个家本来也算不上和睦。斯卡里听完默默攥紧拳头，承认确实是因为以前家族内部沟通太少，才让对方的阴谋得逞了这么久。约书亚咽不下这口气，质问祖父难道要放过那帮学者？斯卡里当即表示绝不可能，决定派亚历克斯去处理这件事。齐亚娜在一旁听得暗暗叫苦，听说祖父要派亚历克斯出手，齐亚娜忍不住同情起学院的学者，但她很快又改口，直言这都是那帮人咎由自取。约书亚在一旁幸灾乐祸，断定学院这下彻底完蛋了。接着约书亚庆幸地表示，幸好亚历克斯被派去了远方。齐亚娜有些好奇地询问原因，约书亚解释对方曾威胁过他，只要敢再回庄园就砍断他的腿。不过约书亚还是安慰齐亚娜，只要安心等着，那个疯子
哥哥会把一切都解决好。约书亚正拉着齐亚娜争论，齐亚娜突然想起一件事，赶紧转头叮嘱祖父斯卡里，让亚历克斯对学院的学生手下留情，别因为这次的事把学院彻底搞垮。斯卡里听完点头表示同意，承诺这次行动只会针对学院的高层。就在这时，几片羽毛从空中飘落，雀皮突然飞来落在齐亚娜头上，兴奋地宣布自己提前回来了。在场众人瞬间看傻了眼，毕竟他之前说过这趟差事需要花上1周。雀皮停在头顶向众人解释，以前跟着梅丽莎夫人时得花1周，这次自己居然1天就办完了差事。这番话让在场的众人陷入沉默。齐亚娜见状赶紧慌张地解释，声明是梅丽莎主动把雀皮送来的，自己绝对没有去威胁或者骚扰对方，甚至一开始根本就不想要这只鸟。这话直接让头顶的雀皮当场破防，委屈地控诉齐亚娜是个无情的人，以前为了得到他不择手段，如今到手了居然开始嫌弃他。说完便哭喊着讨厌他，直接飞走了。天空中只留下余音回荡，齐亚娜和家人们站在原地，一时间尴尬的不知所措。斯卡里打破了现场的沉默，劝齐亚娜赶紧去追。他温和地提醒齐亚娜，就算刚才只是无心之失，雀皮也肯定被伤到了，毕竟召唤兽和主人之间有着极深的情感纽带，而且他们只听从主人的命令。斯卡里劝他别把过去放在心上，更不用在自己面前如此小心翼翼，因为她可是自己的亲孙女。最后斯卡里意味深长地补充，这里是弗雷利庄园，可不是那个冷酷的学院。齐亚娜听完顿时愣在原地，斯卡里一把按住齐亚娜的肩膀，严肃警告她以后不许再绝食，更不许靠兴奋剂透支身体搞研究。接着他尴尬地转过头，催促齐亚娜赶紧去安慰飞走的雀皮。齐亚娜一时间感到无比尴尬，以前她总是羡慕别人能得到祖父的指导，如今自己真的得到了却觉得很不真实。但既然祖父是真心为她好，她觉得自己也该有所回应。于是齐亚娜认真地表示，自己这就去把雀皮找回来，不仅要安抚他，还要彻底改掉他动不动就抱怨的毛病。这番硬核发言直接把斯卡里和约书亚听傻了。齐亚娜还自信满满地表示，自己要成为雀皮真正的严厉主人。斯卡里看着孙女离去的背影，只能无奈地吐槽那只雀皮现在指不定正躲在哪个角落偷懒。约书亚有些担忧地询问祖父，真的就这么放任他离开吗？斯卡里沉默着没有回答。与此同时，在泰利兹皇宫的西顿皇子办公室里，罗德里戈突然神色慌张地推门而入。西顿看着手中的文件，无奈叹气，提醒对方皇帝如今身体抱恙，不便见客，警告他别再这样频繁闯入。罗德里戈却急切地出声哀求，希望西顿能再帮他最后一次。罗德里戈坦言，之前因为弟弟意外凯旋，导致计划功亏一篑，如今齐亚娜不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更是让他的安排彻底落空。于是他恳求西顿向弗雷利家族施压，促成自己与齐亚娜的联姻，直言只要能拿下这门全帝国最有声望的婚事，自己就能彻底超越弟弟，锁定继承人之位。为了拉拢西顿，罗德里戈不仅强调两人是盟友，还奉承西顿才是宫里真正的掌权者和未来皇帝。面对罗德里戈的讨好，西顿只是神色冷淡地提醒他，自己现在还不是皇太子。罗德里戈听完却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反问西顿，难道不觉得他失踪的弟弟可能还活着吗？罗德里戈笑着否定了这种可能，他向西顿坦白，是自己亲手把皇太子推下了悬崖。泰利兹皇帝已经卧病在床整整7年，自从皇太子失踪之后，皇后便一直选择隐居，这让西顿和他的母亲第三妃多洛丽丝彻底掌控了帝国的大权，而另一位继承人赛利特公主毫无威胁。西顿如今成了王位最强力的竞争者，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个疙瘩，因为他并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罗德里戈笑着戳穿了西顿的秘密，指出他为了以防万一，一直在暗中清理所有与皇太子同龄并且拥有罕见蓝眼睛的年轻男子。西顿听完赞同地笑了笑，表示眼睛的颜色确实无法改变。他答应帮罗德里戈联姻齐亚娜，承诺会亲自写信给弗雷利公爵。罗德里戈听后大喜过望，却不知西顿早已对他厌烦透顶，正计划借此机会将他和弗雷利家族一并铲除。另一边，齐亚娜回到房间，发现刚才哭着飞走的雀皮居然正躲在自己的屋里。面对齐亚娜的质问，雀皮委屈地大哭起来，抱怨自己无处可去，只能跑来这里避难。齐亚娜疲惫地倒在床上，叹气承认自己确实不该去学院。看着身边的雀皮，她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属于这个家。毕竟在原著故事里，她离开后，家里根本没人提起过她。这时她突然发现枕头上没有泪痕，意识到这只小鸟刚才只是在装哭。被识破的雀皮飞起来反驳，直言这个家平时就缺乏沟通，一直以来都乱七八糟，并不是只针对她一个人。齐亚娜听完也只能无奈承认确实如此。房间里再次陷入安静，齐亚娜看着天花板，轻声唤着小鸟的名字雀皮。雀皮歪着头问齐亚娜，难道就不想念梅丽莎吗？甚至问她会不会怨恨梅丽莎，毕竟对方为了自保抛弃了整个家族，而齐亚娜虽然自私，却在为家族而战。齐亚娜无奈地表示，梅丽莎大概正忙着拯救穷人。其实在齐亚娜重生后的记忆里，梅丽莎的一生都充满了善意与爱，唯独对自己是个例外，因为梅丽莎实在太温柔善良，总是用微笑面对所有人，甚至能让冷漠的家人互致问候。但齐亚娜看着天花板默默心想，这一次自己只会利用梅丽莎。雀皮飞到半空，兴奋地
表示自己变强了，如今传送东西变得非常轻松，下次速度还能更快。齐亚娜表面上笑着夸奖，心里却开始盘算，既然传送能力变强了，只要像教授那样严加训练，以后就能让他搬运更重的货物。看着天真的雀皮，齐亚娜决定先不戳破，打算从明天开始循序渐进地对他展开特训。接着，齐亚娜轻轻握住雀皮，问他既然觉得这里很难熬，为什么没有像梅丽莎那样逃走，而是选择留下来？齐亚娜开始对雀皮进行特训，一本正经地给他科普起物理常识，直言正是支持力对抗了重力，才让大家能稳稳站在地上。这枯燥的理论听得雀皮当场自闭。到了第二天早上，女仆突然神色慌张地推开房门，大喊着向齐亚娜汇报紧急情况，直言珀维斯家族送来了求婚信。还没等女仆把话说完，刚睡醒的齐亚娜就揉着眼睛，冷静地询问是不是西顿皇子也表态支持了。这未卜先知的反应，直接把前来报信的女仆给当场吓傻了。女仆惊讶地表示，能给珀维斯家族撑腰的，确实只有西顿皇子了。齐亚娜起身后暗自思忖，罗德里格的动作比预想的还要快，在原著剧情中，他就是靠着西顿的权势施压，才成功逼迫梅丽莎就范。不过齐亚娜早有防备，原著里西顿因为爱上梅丽莎而反悔，导致联姻计划最终泡汤。但如今西顿根本不认识自己，才会毫不犹豫地帮罗德里格撑腰，想要名正言顺地拒绝这门婚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声称自己已经有了恋人，毕竟就算是皇室，也不能强行拆散别人的婚约。齐亚娜一边让女仆随便拿件衣服，一边在心里盘算，但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其实存在着2个致命的缺陷。她身边根本没有可以假扮恋人的对象，而且一旦祖父不同意，计划就会彻底泡汤。但为了拒绝罗德里戈的求婚，她决定用救过霍夫的恩情去找祖父谈判。与此同时，约书亚也得知了求婚的消息，气得他当场猛拍桌子，无法相信罗德里戈居然敢送来求婚信。仆人只能战战兢兢地向他确认这一事实。约书亚极力否认自己是在乎齐亚娜，却立刻开始翻箱倒柜挑选衣服。他换上了最显眼的华丽礼服和珍藏的限量版靴子，咬牙切齿地表示绝不接受那个卑鄙的家伙当妹夫。面对下属的询问，约书亚怒气冲冲地宣布自己要立刻赶回弗雷利庄园。在赶回庄园的马车上，约书亚冷静地分析着局势。其实与珀维斯家族联姻并不算坏事，大哥亚历克斯是个疯子，自己又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而梅丽莎已经现身神殿，算下来就只剩名声不好的齐亚娜了。客观来说，家族确实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背后还有西顿皇子施压。但约书亚就是看不惯那帮人的嘴脸，他始终无法忘记母亲临终前的遗愿，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幸福。约书亚强行打断了思绪，决定必须阻止这门荒谬的婚事。与此同时，齐亚娜已经找到了祖父斯卡里，他提出用救治霍夫的恩情换取自己绝不嫁给罗德里戈的要求。齐亚娜正想解释自己有合理的理由，甚至能顶住西顿皇子的施压，但斯卡里却显得十分头疼，直接出声打断了他，要求他先听自己把话说完。斯卡里看着齐亚娜叹了口气，直言他根本不需要用恩情作为筹码，只要他不想嫁给那个垃圾，随时都可以直接告诉自己。这让齐亚娜有些意外。齐亚娜提起梅丽莎和罗德里戈的婚约，斯卡里却不以为意地反问，就算梅丽莎没有成为圣女，难道就会乖乖听话去结婚吗？齐亚娜想了想，也点头赞同。以梅丽莎的性格，肯定会故意制造各种绯闻，把这门婚事拖上整整1年。斯卡里直接动手撕掉了求婚信，表示齐亚娜完全可以无视他，毕竟就算家族妥协联姻，西顿皇子也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正说着，斯卡里突然注意到身后有人，他转头看向刚赶回来的约书亚，疑惑地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而且为什么穿得这么花里胡哨。约书亚见状，随便找了个借口，转身退出了书房。可刚走到门外，他就觉得没人相送不够体面，于是约书亚故意提高音量，隔着门大声嚷嚷，要齐亚娜出来送自己。等齐亚娜真的推门出来，约书亚立刻露出一脸得意，调侃他是舍不得自己才赶出来的。齐亚娜当然不肯承认，嘴硬说自己只是在做运动。约书亚却不依不饶地追问，还警告他别用走路或呼吸来敷衍。齐亚娜直接甩出专业名词，解释这是肌肉横速运动的等速运动，顺便吐槽了一句讨厌魔法工程学。这硬核的回答直接让约书亚无言以对。两人并排走在走廊上，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约书亚总觉得仆人们在盯着自己，感到浑身不自在的他决定立刻乘马车离开。齐亚娜看着准备上车的约书亚，吐槽他出门前就该想好体面的说辞。一旁围观的女仆们更是小声嘀咕，怀疑约书亚少爷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齐亚娜突然觉得自己以前或许误会了家人，也许她可以试着去信任他们。如果众生前大家能多一些沟通，结局是不是就会不一样？这一次，她决定主动拉近家人的关系。齐亚娜叫住约书亚，拜托他帮忙暗中调查皇太子的线索。约书亚沉默片刻后，竟然一口答应，这让齐亚娜有些意外，毕竟这态度和昨天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其实约书亚心里也憋着事，霍夫中毒病危，让他意识到自己对家族面临的危机同样一无所知，而祖父显然打算隐瞒真相，他必须自己去查清背后的阴谋。齐亚娜接着叮嘱约书亚，顺便查清霍夫失踪的具体时间，最后还拜托他帮忙在帝都寻找一个人。约书亚自信地表示找人是他的强项，顺便还调侃齐亚娜根本没有朋友，接着询问要找的人到底是谁。
当齐亚娜说出切萨雷莱文侯爵的名字时，约书亚的脸色瞬间变了，脱口而出问他为什么要找那个混蛋。齐亚娜被约书亚的反应弄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莱文侯爵有这么大敌意。与此同时，帝都的莱文庄园里传来了呼唤声。切萨雷得知恩人遇到了麻烦，决定今天就动身前往帝都。兰亚克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一个利益关系的女人做到这种地步。切萨雷却表现得十分平静，直言这一切本就在计划之中，他只是顺势调整了行动的时机。齐亚娜回想起关于塞萨尔莱文侯爵的传闻，对方曾提供巨额研究资金，并指明由他来开发魔法道具。在他看来，一个富有且单身的贵族向偏远学院捐赠巨款，显然不合常理，对方一定对自己有所图。不过，这正好符合齐亚娜的计划，他打算顺水推舟提出契约交往，因为他确信对方对女人毫无兴趣。在原著故事中，这位侯爵与梅丽莎毫无交集，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配角。齐亚娜甚至没见过他的长相，只记得前任侯爵无子，猜测他是被收养的远房继承人。约书亚向齐亚娜解释起这位新任莱文侯爵的来历。3年前，西部的莱文领地遭遇袭击，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平民扭转战局，不仅救了老侯爵，还顺势继承了爵位。齐亚娜听完有些纳闷，对方出手如此阔绰，实在不像是个平民出身的人。约书亚接着说道，对方1年前搬来帝都后从不社交，根本没人了解他的底细。齐亚娜忍不住追问，既然大家都不了解他，约书亚为什么一口咬定对方是混蛋？约书亚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坦言那家伙明明不穿名牌，却偏偏比自己还要引人注目。齐亚娜听完约书亚的抱怨，心想对方既然能比约书亚还显眼，那肯定是个大帅哥，比奇丑八怪，他倒宁愿和好看的怪人打交道。齐亚娜叮嘱约书亚路上小心，并让他一有侯爵的消息就通知自己。约书亚临走前还是忍不住追问他为什么非要见那个男人。看着约书亚关切的眼神，齐亚娜心想他肯定是在担心自己，本想学着像正常家人那样温柔地安慰他几句，结果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少管闲事，赶紧滚蛋。看着约书亚的马车远去，齐亚娜也只能无奈叹气。庄园深处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痛苦的呻吟声。齐亚娜正为饮食限制向女仆抱怨，不仅要吃营养均衡的配餐，甚至连咖啡和刺激性饮料都被禁止了。女仆无奈表示这都是公爵大人的命令。齐亚娜抗议每餐的分量少得可怜，女仆解释这是庄园医生凯龙的决定。得知是自己从小就认识的凯龙医生，齐亚娜心想以后得找机会贿赂他才行。这时女仆递上约书亚送来的信件，齐亚娜没想到他的动作会这么快，立刻拆开信件查看。约书亚在信中写道，已经找到了莱文侯爵，但对方目前正待在一家非法赌场里。约书亚还在信末提醒他离那地方远点。齐亚娜看完忍不住嘀咕，这位侯爵听起来简直像个无可救药的流氓。齐亚娜看着约书亚的来信陷入沉思，根据他掌握的原作剧情，这个神秘的会所他迟早得去一趟。齐亚娜立刻提笔写信，随后吩咐女仆将信寄出，并帮自己精心打扮一番。她决定今天就去探一探那家非法赌场。画面一转，来到了帝都的地下会所，这里金碧辉煌却鱼龙混杂。戴着眼罩的塞萨尔正坐在角落里，身旁戴着熊面具的助手兰亚克低声询问今天是否真的要按计划行动。塞萨尔神色冷淡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塞萨尔在暗中盯上了一个叫奥尔卡的男人，此人曾是帝国骑士，也是皇太子的剑术老师，却在5年前突然宣布退休。更可疑的是，6年前皇太子在狩猎中失踪时，奥尔卡正是随行人员之一。塞萨尔推测奥尔卡的退休金并不多，但他却能整天泡在赌场里挥金如土，背后显然有人在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正当塞萨尔暗中调查时，戴着金色面具的齐亚娜也迈步走进了这家地下赌场，瞬间吸引了奥尔卡的目光。齐亚娜看着自己这身显眼的装扮，忍不住在心里暗自吐槽，而暗中观察的塞萨尔立刻被兰亚克戳穿，质问他之前不是说两人只是互相利用吗？面对兰亚克的调侃，塞萨尔只能保持沉默。随后兰亚克好奇地打听齐亚娜正在玩什么游戏，塞萨尔冷淡地解释，这是规则简单的21点，谁的点数最接近21点就能获胜。可还没等游戏进行几轮，齐亚娜就直接将所有筹码推向前方，毫不犹豫地选择全压。这豪赌的举动瞬间让整张赌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齐亚娜这波盲压的操作把身旁的女仆吓得够呛，就连她肩上的雀皮都开始装死扮成玩偶。暗中观察的兰亚克更是看傻了眼，他忍不住向塞萨尔确认齐亚娜是不是连牌都没看就全压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兰亚克直呼这简直是疯了。此时荷官颤抖着翻开底牌，1张方块9和1张梅花，加起来正好是20点，距离满点只差一步。看到这个点数，齐亚娜嘴角微微上扬，周围的赌客顿时炸开了锅。谁能想到盲压居然能拿到这种神牌？齐亚娜见好就收，直接站起身准备拿钱走人。齐亚娜正吩咐女仆收起筹码离开，奥尔卡却突然猛拍桌子拦住去路，大声质问齐亚娜是不是出千了。他无法接受一个陌生人随便玩玩就能赢走所有的筹码。面对奥尔卡的无理指责，齐亚娜根本没放在心上，反而看着正在收拾的筹码微微一笑，嘲讽对方说筹码碰撞的声音太大，自己根本听不清败犬的哀鸣。奥尔卡被叫败犬后瞬间暴怒，质问齐亚娜
知不知道他是谁？齐亚娜看着手里的牌冷笑，吐槽对方戴着面具，谁能认出来？还顺便嘲讽他废话太多。奥尔卡气急败坏，直接伸手死死抓住齐亚娜的手腕。齐亚娜在心里暗自吐槽，怎么这些人总喜欢抓她的手腕？不过这正合她意，事情闹得越大，她想找的目标就会越快现身。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男人迈步走来，他一把扣住奥尔卡的手腕，将他拉开，并警告这里禁止暴力行为。奥尔卡愤怒地质问对方的身份，来人神色冷淡地表示自己就是这家地下赌场的老板。齐亚娜看着眼前的面具男，心想这个神秘老板平时根本见不到，只有在事情闹大时才会现身，他才是这家赌场最大的赢家。对方装模作样地审查了一番，宣布没有发现齐亚娜出千的证据，并表示这只是新手的运气。虽然赌场今天亏了不少，但他们依然承认齐亚娜的胜利。齐亚娜笑着附和，得意地表示自己只是玩得聪明。可还没等她高兴太久，眼前的面具男突然被一股力量猛地拽开，原来是雀皮飞过去，一把扯掉了赌场老板的面具。齐亚娜顿时看傻了眼，这人穿着约书亚标志性的华丽礼服，甚至还戴了同款假发，可面具下的这张脸根本就不是约书亚。齐亚娜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被这个冒牌货给骗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阿维安突然带人冲了进来，当场指认这个冒牌货就是被通缉的要犯阿林凯利夫。还没等这个通缉犯逃跑，就被冲上来的卫兵死死按倒在地上，挣扎的通缉犯被死死绑住。齐亚娜看着混乱的现场，有些纳闷，没想到这里居然藏了这么多卫兵，更没想到赌场老板居然不是约书亚。齐亚娜突然想起原著的剧情，这家赌场其实是希顿设下的陷阱，目的就是为了陷害弗雷利家族。当时希顿故意散布谣言，声称约书亚就是赌场的幕后老板，而这个被按到的通缉犯阿林，其实一直受到希顿的暗中支持。他戴上面具和假发冒充约书亚，就是为了让约书亚背上黑锅，成为洗钱和非法经营的替罪羊。而这个被按到的通缉犯阿林，其实一直受到希顿的暗中支持。他戴上面具和假发冒充约书亚，就是为了让约书亚背上黑锅，成为洗钱和非法经营的替罪羊。约书亚其实早就知道有人在模仿他，但他不仅没有警惕，反而因为虚荣心感到沾沾自喜，根本没意识到这会成为致命陷阱。在原著故事里，通缉犯阿林最后会关闭赌场跑路，让约书亚彻底背上黑锅。齐亚娜心想，只要提前揭穿他的身份，就能立刻帮约书亚洗清嫌疑。既然这件事情迟早要解决，不如今天就顺手给办了。不过阿林早就收买了这里的守卫，直接举报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事情闹大，逼他现身。虽然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但齐亚娜觉得赌博确实不适合自己。眼看这家赌场马上就要倒闭，她赶紧吩咐侍女把赢来的筹码全部兑换成现金。阿维安转身向齐亚娜表达谢意，坦言多亏了他的帮助，自己才能为家族报仇雪恨。齐亚娜也客气地向他表示祝贺。这位阿维安不仅是公爵家的次子，还是帝国第5禁卫军的团长，而他正是齐亚娜在来赌场前特意写信通知的那个收件人。齐亚娜在信中透露了阿林的行踪，并提议让他不惊动上级秘密潜入，因为阿林在禁卫军内部有眼线，正常途径根本不可能抓到他。但齐亚娜确信阿维安看到信后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带人赶来，因为阿林不仅是帝国的通缉犯，他曾是利西尼斯公爵府的仆人，残忍杀害了公爵夫人，抢走珠宝后畏罪潜逃。为了亲手抓住杀母仇人，阿维安毅然加入了帝国禁卫军，甚至为此放弃了贵族的联姻权利，将整个人生都奉献在追捕阿林上。齐亚娜看着眼前的阿维安，心想如果他知道阿林的幕后靠山其实是希顿皇子的话，这出好戏可就越来越精彩了。阿维安推测阿林背后必有权贵撑腰，表示一定会彻查到底。齐亚娜则出言提醒他，这次调查不要用禁卫军团长的身份，而是要以利西尼斯家族的名义进行，因为如果让禁卫军或皇室插手，希顿皇子很可能会干预调查。阿维安点头表示明白，并提议先带齐亚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抱怨这家赌场早就该被查封，真不知道负责人为什么一直不管。看着眼前的阿维安，齐亚娜想起在原著剧情中，他会在半年后爱上女主角梅丽莎，但因为身份限制，只能在暗中默默守护。不过这一世因为自己的介入，两人恐怕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想到这，齐亚娜忍不住叹了口气。随后齐亚娜拒绝了阿维安的护送，催促他赶紧去审问犯人，而他自己则要留下来，等侍女把赢来的钱兑换好。看着阿维安一脸震惊的表情，齐亚娜理直气壮地表示，这可是自己凭本事赢来的钱，必须在赌场员工私吞钱拿到手。阿维安忍不住追问齐亚娜，到底是怎么在不作弊的情况下赢钱的？齐亚娜表示自己只是动了脑子，并指出这只有在21点里才能实现，因为21点在牌用完前不会重新洗牌，只要记住出过的牌并快速计算，就能推测出后面可能出现的点数。这种方法在学术上被称为算牌法。看着听得一脸懵逼的阿维安，齐亚娜识趣地停下了话头，调侃说如果他不懂数学和概率学，自己就不继续折磨他了。齐亚娜心想，这种学术说教最适合在学生无法逃跑的教室里进行。阿维安则尴尬地承认自己从学函数开始就放弃数学了。齐亚娜听完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齐亚娜指出，阿林之前故意放水，是为了用新手赢钱的假象吸引更多赌客，从而靠这种虚幻的运气牟利。看着一直盯着自己的阿维安，齐亚娜
调侃他是不是要爱上自己了，这让阿维安尴尬不已。阿维安坦言自己以前对他有很深的误解，以为他是个阴沉、孤僻且爱欺负表弟的人，甚至觉得他只迷恋同龄的罗德里戈。齐亚娜听完大方，承认这些都是事实，直接让阿维安无言以对。齐亚娜再次催促阿维安去查案，阿维安却坚持不能留下他一个人。齐亚娜解释说自家骑士就在外面，只要等侍女回来就能会合，但阿维安觉得这里治安太差，依然不放心让他独自待着。齐亚娜在心里直犯嘀咕，琢磨着要不要再用数学题把他吓跑。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旁边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劝阿维安听从这位女士的安排。齐亚娜惊讶地转过头去，只见切萨雷突然现身，他一边推开阿维安，一边主动提出由自己护送齐亚娜离开。阿维安立刻认出对方是莱文侯爵，并主动上前握手自我介绍。一旁的齐亚娜整个人都看傻了，他万万没想到，之前在杂货店偶遇的那个帅哥，居然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切萨雷。切萨雷声称自己和齐亚娜很熟，劝阿维安赶紧去处理通缉犯。阿维安有些怀疑的向齐亚娜求证，齐亚娜虽然知道两人根本不熟，但看在对方这张帅脸的份上，还是点头默认了。阿维安表示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齐亚娜调侃除非是数学题，否则免谈。阿维安便顺势提出日后登门拜访。阿维安补充说会提前写信拜访，齐亚娜却直接摆手拒绝，表示如果不是为了讨论数学，两人以后根本没有见面的必要。阿维安坚持要好好感谢他的帮助，齐亚娜也毫不客气地接受，并指出他身为禁卫军团长，却因为愚忠差点放跑了沙姆仇人。阿维安听后只能惭愧地低头承认。齐亚娜表示等时机成熟，自己自然会来收回这份人情，让阿维安到时候做好准备。阿维安立刻郑重地答应下来。正准备告别时，阿维安突然拉起齐亚娜的手，发现她手背上有一道细小的划痕，便温柔地叮嘱她回家后一定要擦药。齐亚娜看着手背上的划痕，这才反应过来，忍不住在心里破口大骂，不知道是哪个混蛋竟敢在她娇嫩的手上留下伤口。阿维安见状不再坚持，向切萨雷郑重行礼告别，将齐亚娜的安全托付给对方后，便转身离开去处理公务。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侍女的呼喊声，只见她抱着2大袋沉甸甸的金币，兴奋地一路小跑过来，表示自己趁乱把筹码全都兑换好了。看着眼前闪闪发光的金币，齐亚娜瞬间把伤口抛到了脑后，开心的一把抱住侍女，直夸她这次干得漂亮。她兴奋地抱着金币，结果不小心用力过猛，把头饰上的小黄鸟压得直叫唤。这时切萨雷微笑着走上前，提议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一起离开这里。他主动伸出戴着黑色手套的手，表示这里太危险，不放心他一个人走，而且这次绝不接受拒绝。齐亚娜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手搭了上去，答应了他的同行提议。切萨雷见状露出了温柔的微笑。齐亚娜跟着切萨雷往外走，忍不住好奇的开口询问，既然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他为什么还要特意出面帮自己？切萨雷微笑着坦白，自己是想给齐亚娜留个好印象，因为他有求于他。齐亚娜立刻猜到了他的目的，直接指出这和魔法道具有关。切萨雷听到这话微微一愣，齐亚娜接着解释，自己知道他一直在委托学院研究魔法道具，而学院的大部分报告都会经过他的手，所以才猜到了他的意图。切萨雷笑着承认，夸赞齐亚娜确实非常敏锐。齐亚娜提醒切萨雷，在外面声称和自己相识并不明智，因为他向来独来独往，这很容易传出难听的绯闻，甚至会毁了他的名誉。不过切萨雷随即凑上前，微笑着表示能得到他对名誉的关心，自己感到非常荣幸。齐亚娜有些无语，顺口问他是不是真的不在意这些谣言。切萨雷大方承认自己完全不在乎。齐亚娜心想这也难怪，毕竟在原著里连万人迷女主梅丽莎都没能让他动心，这家伙确实是个油盐不进的主。齐亚娜直言来文侯爵眼里只有魔法道具，是个除了研究什么都不在乎的傻子。不过这正合他意，齐亚娜直接向切萨雷提出交往请求，结果切萨雷听到后脚下一滑，差点当场摔倒在地。齐亚娜赶紧扶住他，眼看对方反应如此剧烈，他立刻慌了神，急忙改口提议可以尝试契约恋爱。见切萨雷还是没有回应，齐亚娜只能继续退让，问他能不能假装交往。这卑微的态度连头上的雀皮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疯狂吐槽他太丢人。齐亚娜彻底崩溃，忍不住大声反问自己还能怎么办。眼看齐亚娜和宠物鸟吵个不停，切萨雷赶紧出声打断，他无奈地扶着额头提议不如先去他的府邸坐下来慢慢商量。齐亚娜见状也立刻冷静下来，一口答应了他的邀请。齐亚娜跟着切萨雷来到莱文侯爵府，他一边享受着美味的咖啡和巧克力，一边热情地邀请切萨雷一起品尝，完全没理会身后因为饮食计划泡汤而在一旁抓狂的女仆。切萨雷微笑着婉拒了他的好意，坦言自己因为以前的一场意外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味觉。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安静下来，齐亚娜有些尴尬地放下杯子，为自己刚才突然提出交往的唐突举动道歉。切萨雷看着眼前的齐亚娜，若有所思地陷入了沉默。切萨雷好奇地问他，为何一上来就提议交往，是不是被自己之前出面护送的英姿迷住了？齐亚娜却笑着回答，既然切萨雷会去赌场那种地方，自己也就没必要遵守那些繁文缛节。听到这番话，切萨雷瞬间呆立在原地，身后的下人更是没忍住当场笑出声来。齐亚娜头上的召唤兽也肆无忌惮的大笑，嘲笑切萨雷刚才
完全是自我感觉良好。齐亚娜赶紧按住这只小鸟，劝他忍到上了马车再一起笑。切萨雷忍不住吐槽他养照换兽的方式不对，齐亚娜则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本来就不是什么守规矩的模范，当然要是讨论数学和科学除外。齐亚娜接着调侃切萨雷经常跑赌场，怎么看都不算什么道德楷模。切萨雷赶忙澄清自己过去只是处理公事，如今事情办完自然不会再去。齐亚娜却直接戳破事实，表示赌场老板已被逮捕，那地方就算想去也去不成。在齐亚娜看来，两人纯粹是商业合作，切萨雷根本没必要遮遮掩掩。切萨雷无奈地端起茶杯，坦言有点后悔赶去护送他，但看着齐亚娜的笑容，自己又实在说不出重话。听完这番话，齐亚娜瞬间愣在原地，她完全没想到切萨雷会当面夸自己笑容好看。看着切萨雷温柔的目光，齐亚娜甚至开始幻想两人的蜜月旅行，觉得如果性格合适，真的可以尝试和他交往。切萨雷主动把话题带回正轨，询问他关于交往的提议。齐亚娜清了清嗓子，提起之前在杂货店遇到的罗德里戈，透露对方今天早上向自己求婚了。为了施加压力，罗德里戈还拿出了西顿皇子的推荐信。虽然祖父让齐亚娜直接无视，但这样会让家族背上反抗皇室的嫌疑。齐亚娜坦言自己不想卷入麻烦，所以才急着寻找出路。切萨雷听后觉得有些蹊跷，不明白西顿皇子为何要亲自施压。看着切萨雷淡定的反应，齐亚娜怀疑他其实早就知情，便解释罗德里戈与皇室关系匪浅，甚至和失踪的皇太子也是朋友，因为自身平庸才只能靠人脉上位。切萨雷若有所思地放下茶杯，齐亚娜见状直接抛出筹码，表示只要切萨雷愿意公开假装交往，自己就会帮他研究想要的任何魔法道具。齐亚娜强调只要两人假装相爱，就算是皇室也无权干涉，而且比起把钱投给研究基金，直接委托他研究魔法道具效率更高。切萨雷大方承认自己当初在杂货店主动搭讪，也正是看中了他的能力。不过齐亚娜心里还是有些纠结，甚至开始担心两人会不会假戏真做。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他主动承诺等麻烦解决后会尽快主动提出分手。听到这个保证，切萨雷微微一笑，站起身握住他的手，坦言自己这些年变了很多，为了达到目的不介意使用一些手段。随后切萨雷正式接受了这场交易，齐亚娜也笑着表示合作愉快。切萨雷微笑着提醒齐亚娜，一旦达成协议，就算明天反悔也绝对无法收回。齐亚娜愣了一下，但还是点头答应下来。切萨雷接着调侃自己，说他可不是什么适合交往的好人，现在提醒算是他最后的良心。齐亚娜听完笑了笑，表示自己也差不多，接着顺口问他有没有朋友。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齐亚娜开心地表示自己也是个独行侠。既然合作已经谈妥，齐亚娜又想起一件事，主动向切萨雷提出了另一个请求。齐亚娜转头向女仆要来钱袋，却只从里面拿走了1枚金币。接着他把沉甸甸的钱袋推到切萨雷面前，提出想用这笔钱在侯爵府建个实验室。切萨雷听完有些意外，齐亚娜解释说自家庄园的条件不太合适，其实是因为祖父在家里禁了咖啡，这对于习惯靠咖啡续命搞研究的他来说，简直就是要了亲命。切萨雷大方表示可以免费帮他建造，却被齐亚娜一口回绝，他坚持要自己承担费用，调侃说就算切萨雷再有钱，自己也不能在财务上完全依赖他。切萨雷一眼看穿了齐亚娜的心思，调侃他根本就不信任自己。齐亚娜也毫不避讳的直言，正常人确实很难信任会出入那种混乱场所的人。切萨雷无奈妥协，答应会帮他准备好研究场地和物资。齐亚娜听完顿时喜笑颜开，觉得现在万事俱备，只差向外界公开两人的恋爱关系了。看着兴奋的齐亚娜，切萨雷出声提醒，问他难道就不好奇自己到底需要什么魔法道具吗？齐亚娜这才反应过来，顺口追问。切萨雷微微一笑，说出自己的要求，他想要一个能改变眼睛颜色的道具。齐亚娜面露难色地指出，改变瞳色的道具制作极其复杂，使用过程也会非常痛苦。她忍不住追问切萨雷为什么要这种东西。切萨雷优雅地放下茶杯，淡淡地表示以前委托学院时，对方可从来不会多问。齐亚娜在心里暗暗吐槽，这分明是在警告自己少管闲事。切萨雷接着解释，发色可以通过染发轻易改变，但瞳色却完全不同，所以他才寄希望于齐亚娜的能力。齐亚娜听完开始小声嘀咕，认为改变瞳色会引发家庭信任危机，甚至联想到了自己被家人折腾的惨痛经历。切萨雷看着自言自语的齐亚娜，出声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切萨雷坦言自己曾被最信任的人抛弃，那次打击彻底改变了他，从那以后他便不再信任任何人，就连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也不例外。所以他劝齐亚娜不用担心改变瞳色会引发家庭矛盾，毕竟血缘从来都不等于信任。听完切萨雷对血亲的态度，齐亚娜陷入了沉思，随后她抬头看向对方，直接开口反问。这么说来，她现在也同样不信任自己。面对齐亚娜的质问，切萨雷大方承认自己确实不信任她，并希望她不要介意，因为他早就无法信任任何人，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初恋。不过切萨雷强调，只要在明确的界限内合作，双方就都能获得利益。比起虚无缥缈的信任，他更看重齐亚娜发表论文所展现的实力。听到对方认可自己的学术能力，齐亚娜顿时心花怒放。切萨雷接着表示，改变瞳色能削弱用眼睛判断血统的旧观念，这与齐亚娜年轻时的想法不谋而合。
齐亚娜答应了切萨雷的委托，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推迟发表关于这个道具的论文。切萨雷爽快地答应了。齐亚娜其实是想保护那个疑似皇太子的男孩，通过无限期推迟发表来为他争取时间。达成共识后，切萨雷突然逼近齐亚娜，严肃地提醒她，一旦开始合作，就绝对没有回头路。齐亚娜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齐亚娜提议在皇子的生日宴上公开两人的恋爱关系，切萨雷却表示不用特意宣布，因为他这次也会亲自出席，正好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他的男伴。齐亚娜有些意外，她本以为切萨雷从不参与社交，只喜欢出入赌场那种地方，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带他融入社交界的契机。事情谈妥后，齐亚娜起身告辞，切萨雷却突然出声叫住了她，并伸手拉住了她的衣袖。齐亚娜有些疑惑，切萨雷笑着表示，让自己的恋人带着其他男人的手绢回去，未免不太妥当。随后，切萨雷伸手解下了齐亚娜手腕上的手绢，他打趣道：“要是真关心她的伤口，不如直接送她药水和绷带，毕竟那些消耗品可没办法要回去。”肩上的召唤兽赶忙提醒，眼前这个男人简直就是只狡猾的狐狸。离开侯爵府时，齐亚娜在心里暗自想到，切萨雷显然还不够了解他，只要到了他手里的东西，可从来没有归还的习惯。齐亚娜准备乘车离开，顺手叫住了一旁的女仆，直接塞给对方一把金币作为奖励，叮嘱他以后多锻炼体力，好应对这种场面。女仆感动得眼泪汪汪。齐亚娜深知金钱才是最实在的收买手段。马车出发后，召唤兽在车里兴奋地感叹，今天这趟不仅好玩，能近距离欣赏帅哥更是大饱眼福。齐亚娜也笑着表示赞同。不过玩笑归玩笑，齐亚娜摸着召唤兽，提醒他该收心，开始干正事了。然而就在这时，似乎有什么不对劲的情况发生了。齐亚娜看着带着手绢的召唤兽雀皮，催促他赶紧去邮箱查看回信，毕竟假期已经结束，是时候该回去工作了。雀皮一听要工作，立刻撒泼打滚，抱怨送信容易收信难，之前通信甚至要花上1个月，他可不想错过明天假作情侣的八卦现场。齐亚娜却根本不为所动，表示自己会替他看戏，随后直接拉开车窗把雀皮送了出去，叮嘱他尽最大努力快去快回。齐亚娜用惯性定律忽悠雀皮去干活，雀皮虽然满脸写着抗拒，但还是骂骂咧咧的飞走了。马车缓缓驶离了侯爵府，切萨雷站在窗前默默看着齐亚娜离去，随后他冷漠地吩咐管家把今天穿的衣服全部处理掉，嫌弃上面沾了赌场的肮脏气味。除了处理衣服，切萨雷还盯上了桌上的手帕，他吩咐手下明天一早把手帕送给阿维安，并且必须附上字条，写明这是从莱文庄园退回去的。召唤兽雀皮拥有空间传送能力，此时他正叼着回信在通道中穿梭，心里抱怨着居然真的有回信，要是没信他就能早点回去看八卦了。雀皮忍不住拿齐亚娜和前主人梅丽莎对比，梅丽莎性格温柔，而齐亚娜手段狠辣，可他却对齐亚娜更加敬畏。以前跟着梅丽莎时，他总是找借口偷懒，当时他的力量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强。明明是梅丽莎召唤了他，但他在齐亚娜身边时力量却明显更强。看着自己惊人的移动速度，雀皮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全力以赴了。雀皮一边飞一边哭诉，要是让齐亚娜知道这招管用，以后绝对会把他当牛马使唤。因为雀皮哭得太伤心，传送通道出了点小状况，信上的内容提前显现出来，上面写着别担心眼前的困境，一切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画面一转，来到了弗雷利庄园，庄园里的女仆们正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正在梳妆的齐亚娜听到动静，疑惑地询问外面为什么这么吵。女仆急忙跑进来汇报说，现在整个帝都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女仆急忙补充说，约书亚也来了，接着透露昨晚西顿皇子在俱乐部企图刺杀自己的前导师，这才导致全城彻底轰动。齐亚娜听后十分震惊，这起刺杀不仅提前了几个月，发生地点也和她预想的完全不同。得知约书亚在父亲斯卡里的办公室，齐亚娜立刻赶了过去，一进门就看到约书亚被斯卡里打倒在地。约书亚起身后关切地问他吃过早饭没，斯卡里直接发话让齐亚娜留下来吃早饭。齐亚娜顿时有些发懵，当看到满桌丰盛的食物时，齐亚娜整个人都傻了眼，她不敢置信地询问是不是要把这些全部吃完。斯卡里和约书亚在一旁默契点头，紧接着两人便开始轮番投喂，不仅贴心地为他盛来热汤，甚至觉得他太瘦弱拿不动刀，主动帮他把盘子里的食物切好。斯卡里看着孙女纤细的手腕，甚至提出要亲自喂她吃。齐亚娜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喊，声明自己非常健康，现在只想喝一杯早晨咖啡。齐亚娜拿起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脸色差得像要过劳死，确实不适合喝咖啡。斯卡里见状立刻吩咐女仆，以后齐亚内的咖啡必须经过检测，还要清理掉庄园里所有有害健康的东西，这让齐亚娜十分无语。为了阻止两人的过度关心，齐亚娜只能妥协答应吃早饭，但坚持要自己动手。看着齐亚娜大口吃东西，斯卡里却在心里暗自心疼，发誓要把过去6年欠女儿的营养，在未来的60年里全部补回来。约书亚也在一旁附和，甚至提议禁止齐亚娜继续做研究，好让她能专心吃饭补脑，这让齐亚娜彻底无语了。斯卡里再次感谢齐亚娜救了修，并承诺会好好报答她。随后他便开始驱赶旁边的约书亚，觉得这里没约书亚什么事，约书亚却赖着不走，
声称自己也有事要向妹妹道谢。他提起齐亚娜昨天抓到的通缉犯，居然在模仿自己的穿衣风格。齐亚娜无情吐槽那人是身份窃贼。约书亚虽然有些纳闷，但很快转入正题，追问齐亚娜是怎么知道俱乐部老板身份的。约书亚追问那个通缉犯到底在找什么。齐亚娜心想，反正学院迟早要被毁掉，根本没人能去核实，于是随口胡扯是在利利尼听某个教授说的。约书亚虽然有些怀疑，但也没深究。约书亚表示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那天晚上俱乐部里出现了一个戴面具的银发皇子。约书亚提起在牌桌上和齐亚娜起冲突的奥尔卡，齐亚娜对这个过气输家还有点印象。约书亚透露对方曾是帝国骑士，也是皇太子的剑术老师。当年皇太子坠崖失踪时，奥尔卡就在现场。事后他因为愧疚放弃了骑士身份。齐亚娜忍不住吐槽，难道这份愧疚就是他沉迷赌博的借口吗？约书亚对此也只能无奈默认。约书亚提到奥尔卡曾透露，那个突然现身的皇太子想要杀他。奥尔卡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全身重伤，尤其是手腕被彻底废掉。齐亚娜听着听着，突然注意到约书亚的手腕也缠着绷带，便顺口问了一句。约书亚见状，立刻开始耍宝，调侃妹妹是不是担心他这双手会废掉。齐亚娜一脸无语的让他别太夸张。不过齐亚娜心里却有些疑惑，自从皇太子失踪后，大家都默认西顿会继承皇位，也渐渐遗忘了那位失踪的继承人。如果皇太子真的回来了，又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剑术老师痛下杀手？他们当年的关系明明很好。面对齐亚娜的疑问，斯卡里和约书亚都陷入了沉默，一个默默喝茶，一个无奈耸肩。齐亚娜心想，虽然自己只是随口一问，但显然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毕竟皇太子失踪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西顿皇子。他忍不住怀疑，难道是西顿在暗中操纵皇太子的亲信，甚至唆使他们去谋杀皇太子吗？约书亚提到阿尔卡已经神志不清，整天念叨着皇太子已经归来，而且西顿皇子也已经召见了他。齐亚娜意识到局势已经偏离了原著，他之前明明只是往邮箱里投了一封信，没想到那个死里逃生的皇太子这么快就展开了复仇。齐亚娜推测皇太子故意留奥尔卡一命，就是为了让当年参与阴谋的人感到恐惧。虽然他确实想推动皇太子的复仇，但没想到局势会发展的这么快。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雀皮，盼着他能快点把回信带回来，好让他掌握更多线索。这时约书亚突然凑了过来，约书亚觉得这事和他们大有关系。不过好在西顿皇子现在自顾不暇，根本没精力再来插手齐亚娜的婚事。齐亚娜却一脸淡定地表示，婚约的事已经解决了，因为自己现在已经有了爱人。这话一出，正在喝茶的斯卡里和约书亚直接喷了茶，两人猛地站起身追问那个混蛋是谁，甚至怀疑是不是阿维安。齐亚娜纳闷他们为什么会提到阿维安。约书亚气愤地指出对方在俱乐部搭讪过他，甚至阴沉地表示想把阿维安的眼睛挖出来，这让齐亚娜十分无语。听到阿维安的名字，斯卡里气得猛拍桌子，质问那个以圣人著称的家伙怎么敢搭讪自己的孙女。齐亚娜赶紧摆手解释，对方只是感谢他帮忙抓了通缉犯，而且身为帝国卫队队长，阿维安根本不能结婚。约书亚却觉得抓到犯人就能辞职，还夸阿维安虽然天真正直，但比那个罗德里格强多了。斯卡里却嫌弃利西尼斯家族地位太低，而且阿维安从小就善良的有些愚蠢。齐亚娜在心里默默赞同，阿维安那好欺负的性格确实不是他的菜。随后他直接公布了正主，自己的爱人其实是切萨雷莱文侯爵。约书亚听完齐亚娜的交往对象后，立刻猜到切萨雷只是个挡箭牌，毕竟齐亚娜不可能真的看上那种整天在俱乐部鬼混的麻烦精。斯卡里在一旁端着茶杯连连点头，觉得孙女虽然性格古怪，但绝对不会在感情上犯傻。齐亚娜也在心里默默赞同，这本就是一段随时可以结束的合作关系。约书亚分析起切萨雷的价值，认为他虽然高阶贵族，但背景薄弱，刚好方便齐亚娜利用，只要两人别假戏真做就行。看着斯卡里那一脸欣慰的表情，齐亚娜有些哭笑不得。约书亚接着开始盘问细节，问齐亚娜有没有说过这只是契约，绝不会爱上对方之类的话。齐亚娜果断否认，表示如果进展顺利，假戏真做也未尝不可。约书亚又问有没有约定1年后和平分手，或者对方有了真爱就主动退出。齐亚娜露出一抹冷笑，直言自己字典里可没有干净利落这个词，在榨干对方的利用价值前绝不放手。约书亚对这个回答相当满意，直呼这绝对是本世纪最完美的塑料爱情。约书亚询问是否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齐亚娜觉得稍微提及即可。她暗自后悔昨天急着向切萨雷求婚，但想到与实验室的交易，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约书亚正盘算在帝国宴会上宣布此事，门外却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管家慌忙推门闯入，带回了皇帝已经苏醒并正赶往庄园的惊人消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齐亚娜一时间也摸不清皇帝的意图，但她深知在帝国的历史中，历代皇帝亲自找上弗雷利家族准没好事。弗雷利家族以操控召唤兽闻名，一直是皇室最信任的盟友。每当皇帝有求于家族时，公爵都会召集直系成员开会，共同商议要派出哪只召唤兽。斯卡里
这次特意叫上齐亚娜旁听。齐亚娜心里很清楚，要是换做以前自己没有召唤兽，她绝对会装病推脱掉。但现在她已经猜到了皇帝的来意，齐亚娜立刻让女仆帮自己换上礼服。虽然皇帝这次登门拜访的时间比原剧情里提前了不少，但她还是整理好衣装，主动前去迎驾。齐亚娜上前向皇帝行礼，自我介绍。皇帝微笑着表示好久不见，还提到他前几天才刚从学院回来。由于亚历克斯目前不在庄园，皇帝看着眼前的两人，斯卡里则顺势提起了那份古老的誓言。皇帝大方地表示可以满足他们的任何要求。这份誓言源自第一代家主对开国皇帝的效忠，因为皇室并不清楚召唤兽的具体能力，每次任务都需要家族内部开会筛选，这也是直系成员必须常驻帝都的原因。斯卡里顺着话题跟皇帝侃侃而谈，甚至开始邀功，强调自己多年来对皇室的忠诚。皇帝听得一愣一愣，忍不住吐槽公爵怎么变得这么话多。皇帝打断了斯卡里的自夸，坦白了自己真实的身体状况。他表示自己其实重病在身，这次是靠御医开了镇痛剂和兴奋剂才强撑着赶来的。虽然今天能勉强下床行动，但药效过去后他可能会昏迷好几个月。听完这番话，齐亚娜和斯卡里大吃一惊，完全想不到皇帝居然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皇帝随后说出了真正的来意，昨晚奥尔卡在外面闹事，声称自己见到了失踪已久的皇太子埃德蒙。皇帝提到西顿皇子觉得奥尔卡只是喝醉产生了幻觉，斯卡里听后只能面露难色的表示歉意，坦言即便是弗雷利家族也无法帮这个忙。皇帝表示自己并不会强人所难，他只是抱着皇太子可能还活着的希望，想以父亲的身份去泰利兹树祈祷，并请求弗雷利家族协助他前往。传说在开国皇帝的墓地上长着一棵只吃宝石的泰利兹树，每逢危机皇帝都会来献祭宝石寻求指引，而且这棵树非常挑剔，只喜欢被放在高处的大块爱丽石。更麻烦的是，因为开国皇帝极其讨厌非人生物，任何召唤兽都无法靠近这棵神树。皇帝这次亲自前来，就是想把最大最重的爱丽石放到树冠顶端，并询问斯卡里能否办到。齐亚娜在一旁暗自盘算，召唤兽根本无法接近神树，就算能去雀皮，那小身板也搬不动巨石。况且雀皮到现在还没回来，而且也没人知道那是他的召唤兽。齐亚娜深知皇帝不会对自己抱有期望，但偏偏这件事必须在今天解决。根据原著剧情，老皇帝很快就会陷入深度昏迷，届时皇后也将自身难保。一旦皇帝指控弗雷利家族叛国，将没有任何人能出面干预。齐亚娜有些犹豫，是否要帮助一个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人？况且原著中家族也未能完成这个请求。齐亚娜转头看向身旁的家人，发现祖父斯卡里神色异常憔悴，而一旁的约书亚却显得神采奕奕，这让他忍不住在心中暗自吐槽：祖父一大把年纪，还要承担家族重任，全是因为孙辈们实在太不争气。看着疲惫的祖父和毫无危机感的约书亚，齐亚娜感到十分无奈。齐亚娜提议用箭把宝石射上去，皇帝解释说自己考虑过，但爱丽石重达44弗洛特，普通的箭根本承受不住这个重量。齐亚娜听后表示自己有办法解决，这让在场的众人都有些意外。皇帝虽然感谢齐亚娜的好意，但委婉地指出他目前还没有继承家族操控召唤兽的能力。齐亚娜则礼貌地感谢了对方的体贴。齐亚娜开始对皇帝表达感谢，谢谢对方没有因为他还没继承能力就轻视他，也没把他当成爱管闲事的大小姐，甚至还委婉地替他保留了面子。这一番明褒暗贬的感谢，听得皇帝冷汗直流，尴尬的连连咳嗽，连一旁的约书亚都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听着怎么像是在阴阳怪气。皇帝赶紧转移话题，询问齐亚娜的具体计划。还没等齐亚娜回答，斯卡里就主动表态，建议皇帝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孙女。面对皇帝诧异的目光，斯卡里有些傲娇的转过头去，嘴硬的表示自己夸奖亲孙女再正常不过。皇帝见状便询问齐亚娜需要什么材料，齐亚娜则表示自己能搞定一切，让皇帝直接动身前往泰利兹树即可。皇帝点头同意，立刻出发，但提出希望能带上一名擅长射箭的守卫。齐亚娜则表示要在半路上商店买点东西。皇帝觉得耽误不了多久，便决定一同前往。众人随后动身来到了皇宫庭院。齐亚娜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泰利兹树，巨大的树冠高耸入云，根本看不到顶端，让他忍不住发出惊叹。面对皇帝接下来该怎么做的询问，齐亚娜让大家先稍微等一下，接着他从刚才在商店买的大包里拿出了纸笔，开始兴奋地写画画。齐亚娜一边在纸上飞快计算，一边在心里分析着当下的局势。她确信老皇帝绝对站在皇太子这边，而皇后因为处境微妙，只能保持沉默。接着，齐亚娜拿出一颗发光的波特石，向大家介绍这是能快速升温的魔法道具，虽然造价昂贵，无法量产，但刚好可以用来启动他准备的热气球。皇帝见状，把沉重的爱丽石递了过去，不过这宝石表面太光滑，根本挂不住。齐亚娜灵机一动，直接用刚才写满公式的草稿纸把它包好。随着热气球缓缓升空，爱丽石也顺利被带向了高空。这一幕让在场的人都看呆了。齐亚娜叮嘱旁边的守卫，等热气球升到合适高度就射破它，好让爱丽石能精准落在树枝上。其实这热气球是他以前在学院研究的项目，理论上甚至还能载人。一旁的皇帝看得连连惊叹。齐亚娜见状，顺势发出邀请，问他想不想听听这背后的科学原理。皇帝想都没想
就一口答应下来，却没注意到齐亚娜嘴角那一抹坏笑。齐亚娜立刻开启了科普模式，从空气受热膨胀一路讲到浮力公式，甚至还扯到了复杂的流体力学。这连珠炮般的专业术语，直接把皇帝和守卫听得两眼发直。看着齐亚娜越讲越兴奋，皇帝在心里直呼上当。可面对齐亚娜热情的询问，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听下去。看着皇帝和守卫那无比惨淡的脸色，齐亚娜心里别提有多畅快了。毕竟他在回归之前可是个大学教授，最享受的就是这种听众根本跑不掉的场合。只要毅力时还没升到位，他就能拉着几人一直讲下去。面对齐亚娜源源不断的学术轰炸，被困在原地的皇帝彻底崩溃，心里瞬间对魔法工程学产生了阴影。热气球很快升到了合适的高度，齐亚娜见时机成熟，立刻指挥守卫放箭射击，羽箭精准地射断了绳索，包裹着毅力石的纸包随即散开，巨大的宝石稳稳落入树冠中，神树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眼看献祭成功，皇帝表示自己需要去神树前祈祷。为了防止齐亚娜继续拉着他科普，他特意把2名守卫留下来，自己则借机赶紧脱身。齐亚娜微笑着接受了提议，转头就准备继续给守卫们讲解符力。被留下的守卫只能看着皇帝远去，在心中绝望地呼喊求救。皇帝独自在神树前闭目祈祷，片刻后，他缓缓睁开双眼，结束了这次祈祷。看到皇帝走出来，被齐亚娜科普折磨的守卫立刻大声呼喊着迎了上去，借此打断了齐亚娜的讲解。守卫们一边嘘寒问暖，一边感叹陛下祈祷了太久。皇帝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其实只说了几句话，他祈祷着埃德蒙能早日平安归来，所有阻碍都能顺利解决。随后皇帝转过身，真诚地向齐亚娜表达了感谢。他坦言自己之所以如此执着，全是因为为人父母的本能，无论希望多么渺茫，也绝对无法轻易放弃孩子。看着皇帝落寞的背影，齐亚娜不禁感同身受，她深知那种明知希望渺茫却依旧无法放手的痛苦与挣扎。齐亚娜轻声表示自己完全理解。皇帝听后低声向她致谢，随后齐亚娜试探着询问是否有什么外在原因在阻碍皇太子平安归来。皇帝转过身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反问齐亚娜是否知道皇室被神明眷顾的真正原因。齐亚娜回答是因为皇室成员百毒不侵。皇帝点头承认，这让齐亚娜有些摸不着头脑，不明白皇帝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件事。皇帝为之前质疑齐亚娜的能力主动道歉，并由衷赞叹她拥有非凡的天赋。齐亚娜大方表示自己并不介意，坦言虽然没能按传统方式召唤出生物，但其实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召唤兽。她以此鼓励皇帝，皇太子一定能感受到这份心意，平安归来。皇帝听后十分感动，却突然话锋一转，询问齐亚娜愿不愿意做他的儿媳妇。这突如其来的提议让齐亚娜直接愣在原地。见齐亚娜没有说话，皇帝赶紧解释皇太子长大后一定很帅气。齐亚娜只能在心里默默吐槽，这根本不是长相的问题。不过这也勾起了他的回忆，想起了15岁那年在钢琴演奏会上与皇太子的初次交集，但他当时并没有弹琴，而是动手打了梅丽莎。事发后，所有人都围向了受伤的梅丽莎，唯独皇太子走向齐亚娜询问情况。面对皇太子真诚的关心，齐亚娜感到自惭形秽，慌乱的拒绝后便逃离了现场。她深知自己不配站在光芒之下，因此从未想过要成为皇太子妃。回到现实，齐亚娜以已有恋人为由婉拒了提议，皇帝却笑着表示恋人总会分分合合，劝她不要急着做决定，这让齐亚娜一时有些无语。随后皇帝话锋一转，提起齐亚娜的中间名叫艾丽，那是他父亲用最珍贵的宝石为她取的名字。皇帝感叹，如果皇太子能平安归来，全靠今天献祭的艾丽时，接着他又顺势撮合起2人的婚事。齐亚娜虽然觉得这毫无逻辑，但碍于皇帝的身份，也只能在心里吐槽。随后皇帝转移了话题，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函递给齐亚娜，表示要送她一份谢礼。皇帝解释这是皇家觐见通行证，有了它齐亚娜就能随时入宫见他，就算她身体不是皇后也会代为接见。齐亚娜立刻意识到，这相当于拿到了随时接触皇后的特权。齐亚娜收下通行证并躬身致谢，皇帝表示期待下次见到他的召唤兽，随后便在守卫的陪同下转身离去。看着皇帝渐渐远去的背影，齐亚娜独自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地握紧了手中的通行证。齐亚娜心想，如果告诉皇帝自己6年前见过疑似皇太子的男孩，对方一定会非常高兴，但皇宫里隔墙有耳，她绝不能透露这种不确定的消息。皇太子至今没有现身，或许是因为幕后黑手还没救出来，如果他选择继续隐藏在暗处，一定有无法露面的苦衷。而皇帝显然也知道内情，如果皇太子正准备对付皇帝，那他必须选择站在皇太子这边，这也是弗雷利家族唯一的活路。为了家族的未来，他决定亲自为皇太子的回归扫清障碍。回到家后，齐亚娜立刻吩咐女仆斯派准备好明天一早出门的装备。面对女仆准备挑选礼服的提议，她直接拒绝，并要求换成头巾和魔法制服。齐亚娜表示自己这次需要隐秘行动，直接穿女仆装出门就行。这话把斯派听得一头雾水。临走前，齐亚娜还不忘特意叮嘱，头巾一定要选格子图案的。夜幕降临在泰利兹皇宫，西顿独自来到神树前。他听说父亲今天和齐亚娜一起特意来这里为皇太子祈祷，
西顿看着手中的红色宝石，虽然他根本不信这种祈祷仪式，但这件事还是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他随手将宝石扔向神树，神树在接触到宝石后瞬间亮起光芒。西顿走上前抚摸着神树，在心中恶毒地诅咒着，希望那个该死的皇太子直接死在外面，就算还活着也永远不要回来。这时一张纸条突然掉在西顿头上，皇室世代流传着神明会通过纸条传达预示的传说。西顿带着期待连忙展开纸条，然而纸条上竟写着神明也站在皇太子那边。西顿瞬间破防，气得把纸条撕得粉碎。他大骂神树嫌弃自己的献祭不够珍贵，发誓等自己登上皇位，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棵树砍掉。第二天一早，齐亚娜换上女仆装，戴好头巾，独自来到了热闹的集市上。她此行的目标是集市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帐篷，帐篷前立着一块木牌，写着退休祭司麦耶提供祝福。这个正打着哈欠的邋遢男人，就是神殿的最后一位大祭司麦耶。20年前，神殿因腐败丑闻被关闭，其他神职人员都在趁乱搜刮财产，唯独他因为整天只顾着喝酒，最终什么都没捞到，就被扫地出门。切萨雷正暗自盘算该如何让那个老糊涂麦耶行动，局势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期，让他有些按捺不住。兰亚克在一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这么做是为了阻止齐亚娜的婚约，并质疑他为何如此关心对方的安危。切萨雷顿时无言以对。这时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切萨雷立刻警觉起来，然而掀开帘子走出来的竟然是乔装打扮的齐亚娜，这让暗处的切萨雷大吃一惊。麦耶以为齐亚娜是来寻求祝福的，齐亚娜却直言自己不信这套鬼话，他直接坐了下来，表示自己今天来只是想找他谈谈。麦耶一听，直接下了逐客令，让齐亚娜赶紧离开。齐亚娜却笑着表示自己就是冲着他来的。麦耶以为他是来找神殿寻仇的，坦言自己现在什么也做不了。齐亚娜却表示神明刚帮了他大忙，他对神殿其实很有好感。为了拉拢这个嗜酒如命的前祭司，齐亚娜直接让女仆拿出了好酒。麦耶一看到酒，眼睛都直了。齐亚娜顺势发出邀请，表示自己酒量很好，想陪他喝一杯。麦耶听了哈哈大笑，调侃齐亚娜把他当成了什么人。齐亚娜也毫不客气地回怼，说他就是那个整天只知道喝酒，最后把神殿都给喝垮的大祭司。麦耶不仅没生气，反而夸赞齐亚娜看人真准，随即便爽快地举起酒杯，表示那就只喝一瓶。然而酒局一开就停不下来了，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的拼起酒来，麦耶一杯接一杯的猛灌，齐亚娜也毫不示弱的仰头痛饮。几轮交锋下来，桌上的空酒瓶堆得像小山一样，原本自信满满的麦耶终于撑不住了，连连摆手求饶，直呼喝不下了。麦耶解释说自己其实还能喝，只是每次快到极限时，手脚就会因为神明的祝福而变得冰凉。以前在神殿还能让人送热水，现在却无能为力。齐亚娜见状，立刻拿出了准备好的暖手宝，并解释这并非神殿排斥的魔法道具，而是利用化学放热原理的科学装置。麦耶接过暖手宝后，发现效果显著，手脚很快暖和了起来，这让他能够继续突破极限，痛快畅饮。齐亚娜顺势举起酒瓶，发出邀请，提议用科学的力量击败神明的限制。两人随即兴奋地碰杯，是要为麦耶肝脏的毁灭喝个痛快。麦耶一边高举酒杯大喊要追随神明，一边开始同情以前帮他送热水的年轻祭司们。齐亚娜听了也深有感触，觉得那些年轻祭司就像悲惨的研究生，刚进神殿根本不知道要面对什么苦差事。两人越聊越投机，再次举杯痛饮起来，只留下旁边的斯派提着满满一袋空酒瓶在风中凌乱，心里只想赶紧下班回家。几轮狂饮之后，麦耶终于支撑不住，醉倒在桌上。齐亚娜见状，让斯派先退下，他要单独和麦耶谈谈。等斯派离开后，齐亚娜叫醒了迷糊的麦耶，直接打听神殿最后一件圣物的下落。在帐篷外偷听的切萨雷听到后，不由得心中一惊。麦耶醉醺醺地表示，就算丢了性命，也不能透露半点，并追问他打听圣物的目的。齐亚娜神色认真地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皇太子。切萨雷在暗处默默注视着这一切，齐亚娜则继续热情地给麦耶倒酒，劝他不要多想，接着痛快畅饮。麦耶也毫无防备地大笑着举杯响应。1小时后，齐亚娜趁着酒劲继续打听圣物的下落。麦耶含糊地透露圣物被藏在很远的地方。为了彻底撬开麦耶的嘴，齐亚娜再次举杯向他的身体致敬。麦耶被灌得连连求饶，直呼喝不下。又过了1小时，已经喝得满脸通红的齐亚娜依然没有放弃，再次执着地追问圣物到底在哪里。麦耶喝得烂醉如泥，嘴里嘟囔着不能把秘密说出来。在外面偷听的切萨雷也被帐篷里传出的浓烈酒味熏得够呛。此时麦耶已经彻底醉倒在桌上，齐亚娜也喝得摇摇晃晃，但他还是强撑着保持清醒。麦耶缓过劲来后，神秘地表示，看在今天喝得这么痛快的份上，他决定透露一个关于神圣力量的秘密。麦耶直言，倒转时间这种神圣力量绝不是普通的圣人能够做到的。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齐亚娜顿时震惊不已。齐亚娜还没来得及细问，麦耶就因为体力不支摇摇晃晃地离开。临走前，麦耶还对着暗处念叨了一句，让没露面的客人也多保重。躲在暗处的切萨雷随即转身离开。斯派赶紧扶住喝得烂醉的齐亚娜，齐亚娜却还在大舌头地吹嘘自己的酒量。斯派闻着齐亚娜身上的酒气，低声提醒她刚才感觉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们。齐亚娜却醉得根本没当回事。斯派解释这只是直觉。齐亚娜
却觉得他在大惊小怪，催促着赶紧回马车。斯派急忙强调自己曾经是各大势力争夺的顶尖特工，齐亚娜却醉醺醺的根本不信。这时集市上突然传来限时特价围巾的叫卖声，周围的顾客瞬间疯狂起来，潮水般的人群直接朝这边涌来，两人瞬间被汹涌的人潮冲散。斯派慌忙伸手去抓齐亚娜，可喝醉的齐亚娜浑身无力，斯派生怕用力过猛伤到她，一犹豫的功夫，齐亚娜直接被疯狂的人群彻底卷向远方，只留下斯派在原地惊叫。兰亚克突然走上前安慰斯派，透露切萨雷已经去追齐亚娜了，并让斯派先回马车等候。斯派认出兰亚克是外国人，询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兰亚克只能借口是来办公务的。斯派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教训那个突然搞特卖的围巾商人。兰亚克在一旁暗自心虚，因为这场特卖其实是切萨雷一手策划的。此时齐亚娜正被人群挤得晕头转向，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间谍女仆竟然在关键时刻和她走散了。齐亚娜醉得厉害，甚至开始反省是不是因为灌醉了大祭司才遭到了神明的惩罚。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时，切萨雷突然出现，一把扶住了他，提议让他在人群散去前先待在自己身边。齐亚娜醉醺醺地认出切萨雷，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切萨雷借口自己只是刚好在附近办公务。面对齐亚娜对公务内容的追问，切萨雷表示这是不能透露的机密。齐亚娜听后在心中暗自吐槽，难怪他经常出入俱乐部还出手阔绰。齐亚娜靠在切萨雷怀里暗自吐槽，觉得他虽然长得帅又有礼貌，但实际上是个彻底烂透了的家伙，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放高利贷，否则一个贵族怎么会来这种地方。这时集市上又传来特卖岩石的叫喊声，人群再次变得疯狂起来。切萨雷提议先去个安静的地方避一避，齐亚娜却醉醺醺的提议让他直接抱着自己挤过去。切萨雷有些尴尬的表示自己其实并不是运动型的体质。齐亚娜看着他结实的身材满脸不信，追问他那以前是怎么打赢战争的。切萨雷微笑着解释自己更擅长策略。齐亚娜听完在心里彻底无语，觉得这家伙就是个空有肌肉的花架子，不仅软弱无力，还非常不可靠。虽然齐亚娜嘴上嫌弃切萨雷是花架子，但靠在他怀里时又忍不住觉得他摸起来感觉应该挺不错的，这让一旁的切萨雷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切萨雷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扶着齐亚娜坐了下来，提议在特卖结束前先在这里避一避。切萨雷贴心的帮齐亚娜调整姿势，还主动找话题想和她聊聊天，但喝醉的齐亚娜根本没心思搭理。靠在切萨雷怀里的齐亚娜只觉得他身上香香的还很温暖，困意瞬间涌了上来。切萨雷注意到他的眼睛歪了，伸手帮他摘下眼镜，轻声询问他是不是睡熟了，但齐亚娜已经闭上眼睛彻底睡死过去。迷糊中齐亚娜还在心里犯嘀咕，不知道自己还能去求助谁。半梦半醒间，齐亚娜的脑海中回荡着冰冷的低语，那声音诉说着曾经的天真与背叛，发誓要除掉所有人夺回血染的王座，将信任与情感彻底抛弃。随着视线逐渐清晰，切萨雷温柔的脸庞映入眼帘，他轻声建议齐亚娜可以再多睡一会儿。然而刚睁开眼的齐亚娜心里却只感叹麦耶大祭司真能喝。面对切萨雷打听他来这里的目的，齐亚娜醉醺醺的坚称这是个秘密。切萨雷顺势试探他是不是在做危险的事。齐亚娜虽然嘴硬的敷衍过去，心里却暗自吃惊，没想到这家伙直觉这么敏锐。其实他要找的圣物妃童小可不仅能验证皇室血统，以前还专门用来揭露叛国阴谋。神殿关闭后，圣物悄然失踪，根本没人注意到。虽然皇室可能很在乎这件圣物，但齐亚娜其实并不关心这些，因为早在她12岁那年，就从母亲的教父朱利叶斯那里得知了圣物的下落。齐亚娜想起了12岁那年，母亲的教父朱利叶斯来到帝都，摸着她的头大笑起来，透露自己是受到了皇室的秘密召见。原来皇帝急于找回失踪的圣物，甚至暗中向斯卡里求助，但由于神殿关闭，他们只能无奈地等待10年。齐亚娜有些担心的追问，把这些机密告诉自己真的没关系吗？朱利叶斯却毫不在意的大笑起来，表示自己马上要回北方，没必要对心爱的齐亚娜隐瞒。朱利叶斯透露圣物被大祭司妥善保管，还调侃大祭司是个极能保守秘密的人，只要他不喝醉，这个秘密就会被他带进坟墓。朱利叶斯曾大笑着告诉齐亚娜，大祭司破产后连酒都买不起，满足他的好奇心比帝国机密更重要。为了这个秘密，齐亚娜才拼命灌酒。切萨雷好奇他怎么知道灌酒有用，齐亚娜醉醺醺的嘲笑他记性差，坚称这依然是个秘密。切萨雷只能道歉，让他闭眼休息。切萨雷温柔地抚摸着齐亚娜的头发，舒服的感觉让齐亚娜放松下来。他顺势紧紧抱住切萨雷，嘴里嘟囔着让他继续。切萨雷有些慌乱的想让他换个姿势，齐亚娜却死死拽住他的衣服不松手。这温柔的抚摸让他有些恍惚，想起了很久以前朱利叶斯摸他头的场景。齐亚娜在醉梦中委屈的呢喃，质问母亲为什么要那样做。除了母亲和朱利叶斯，从小到大根本没人真心疼爱过他。他哭着坦白自己以前撒了谎，其实梅丽莎是靠自己召唤出神兽的，但当时根本没人相信他，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切萨雷心疼的替他擦去眼泪，齐亚娜靠在他怀里诉说着当年的孤独，只有在面对清晰的魔法工程公式时，他才能找到一丝真实感。他死死拽住切萨雷的衣角，仿佛抓住了唯一的依靠。
齐亚娜迷迷糊糊的嘟囔着，只要拿出清晰的公式，大家才会真正信任他。切萨雷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抚摸着他的头发。齐亚娜顺口问起切萨雷先前的公务办得怎么样了。切萨雷无奈坦言，虽然靠着别人的帮忙往前走了一步，甚至为了搜集情报用了些不太光彩的手段，可最终还是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完全白费了功夫。齐亚娜听完，迷迷糊糊的嘲笑他真是浪费时间。齐亚娜靠在切萨雷怀里，轻声问他是否也经历过艰难的时期。切萨雷坦言自己曾被最信任的人彻底背叛。听到背叛2个字，齐亚娜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他也曾盲目信任学院整整7年，最后却只换来了欺骗。齐亚娜醉醺醺的自嘲，明明知道错不在自己，却还是忍不住会想，如果当时自己能做得更好，是不是就能改变命运？切萨雷看着怀里的齐亚娜，神色有些黯然，坦言自己如今也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撒谎和利用他人。听到切萨雷自怨自艾，齐亚娜突然直起身子大声反驳，劝他千万别这么想，更不要让别人来定义自己的价值。接着齐亚娜又真诚地劝他不要推开身边关心他的人去寻找幸福，最后还不忘迷迷糊糊地叮嘱他赶紧把高利贷的副业给戒了，省得白瞎了这张帅脸。说完这番掏心窝子的话，齐亚娜就因为体力不支，直接一头栽倒在切萨雷怀里。切萨雷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能手忙脚乱地扶住这个醉鬼。切萨雷有些迟疑地开口询问，究竟是什么力量能支撑着他一直走在正义的道路上？齐亚娜闭着眼睛迷糊地回答，是摩擦力，因为如果没有摩擦力，人根本就没办法往前行走。听到这个充满物理学色彩的回答，切萨雷顿时陷入了沉默。齐亚娜在切萨雷怀里沉沉睡去，看着怀中熟睡的他，切萨雷不禁陷入了回忆。曾经有人以忠诚之名为他精心安排了一场狩猎，却没想到那只是一场背叛。从那时起，他便发誓不再信任任何人，身边的人都只是他达成目的的工具。直到齐亚娜真诚的祝愿他能找到幸福，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他冰冷的心房。此时在特卖会外，斯派正焦急地等待着，看着迟迟没有出来的齐亚娜，斯派忍不住开始担心，甚至气愤地诅咒起这个混乱的特卖会。斯派在外面急得直摇手指，发誓要是齐亚娜受了伤，绝对要让对方付出代价。正当他心急如焚时，切萨雷终于带着齐亚娜走了出来。斯派赶忙迎上前去，关切地询问齐亚娜怎么去了这么久。齐亚娜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只是不小心睡了一觉，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简单寒暄后，齐亚娜带着斯派向切萨雷告别，切萨雷也礼貌地向他们道别，随后带着随从转身离开。走在回去的路上，切萨雷神色凝重，他迫切地想要弄清楚齐亚娜寻找圣物的真正目的。齐亚娜在心中盘算，自己寻找圣物全是为了皇太子，所以必须抢在所有人之前拿到手。皇太子那边提前出了状况，这意味着西顿很可能会提前行动去毁掉圣物，毕竟西顿也有可能像他一样从大祭司那里打听到线索，他必须抢占先机。如果那个男孩真的是皇太子，他应该已经用了自己给的变色道具，要是他如今已经成了剑术大师，那就更容易隐瞒身份了。齐亚娜想起祖父曾提过，剑术大师能用气场让人记不清长相，虽然这招没法持久，但确实是隐藏身份的有效手段。如果皇太子真的改变了容貌，圣物将是他重返王座的关键，但如果那个自称皇太子的人只是替他复仇的盟友，局势就会变得更加复杂。齐亚娜觉得最理想的情况是皇太子本人还活着，或者至少留下了一个私生子，这样圣物就能用来证明血统，帮助继承人顺利登基。斯派的呼唤打断了齐亚娜的思绪，催促她赶紧上车。齐亚娜回过神来，坦言自己刚才在想皇太子私生子的事。随后两人乘车离去，而切萨雷则在暗中注视着这一切，神色显得愈发凝重。兰亚克的话似乎戳中了切萨雷的心思，切萨雷急忙出声否认，坚称事情绝不是兰亚克想的那样。转眼到了傍晚，齐亚娜在房间里休息了一下午，身体已经恢复了不少，而她的祖父则突然被召进了皇宫。躺在床上的齐亚娜此时正为2件事发愁，一件是自己喝醉后对切萨雷说的那些胡话，另一件则是大祭司透露的线索。大祭司曾说圣女根本没有回溯时间的能力，可如果真是这样，自己重生的经历又该如何解释？躺在床上的齐亚娜冷静下来，觉得继续纠结这些也无济于事。她原本计划先赢得祖父的信任，再提醒祖父防范西顿的威胁，但从祖父之前的态度来看，他显然早就知道西顿对家族的敌意，指望祖父解决一切实在太天真，他必须靠自己采取行动。夜幕降临，齐亚娜换好衣服，准备偷偷溜出庄园。斯派在一旁有些担忧，询问这样私自外出是否妥当。齐亚娜态度坚决，表示自己非去不可，并吩咐斯派留在庄园里打掩护。齐亚娜无情地指出，斯派的体能根本不适合当间谍，跟着去只会碍手碍脚。斯派听完大受打击，直接瘫坐在地上，开始怀疑人生。齐亚娜见状，赶紧安慰他，说力量本来就不是间谍的强项，可斯派却备受刺激，当场发誓以后每天清晨都要去参加骑士的体能训练。斯派一边痛哭流涕，一边遗憾自己要错过接下来的好戏。齐亚娜一脸无语，合着自己大半夜出门，在斯派眼里就是去演戏的。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齐亚娜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提前约好的人。来人正是阿维安，他有些惊讶齐亚娜会深夜约他见面。其实在出发前，齐亚娜
就让斯派给阿维安送了信。在给阿维安的信里，齐亚娜提出让他今晚负责护送，以此来还清之前欠下的人情。他坦言今晚要去的地方十分危险，如果直接动用家族骑士，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只要阿维安今晚平安护送他，并且事后对今晚的事绝口不提，之前的账就一笔勾销。而他们今晚的目的地正是奥尔福德港口的4号码头。听说目的地是奥尔福德港口的4号码头，阿维安顿时有些紧张。他提醒齐亚娜，那里最近刚因为走私被查抄过，他甚至怀疑齐亚娜要带他去干坏事。齐亚娜听了，直接无语反问：如果自己真是走私犯，怎么可能蠢到带帝国卫队队长同行？阿维安一听决敌，确实有道理。齐亚娜顺势吐槽阿维安逻辑太差，建议他有空多去学数学，还提起他之前想放弃函数的事，表示这些可以以后再聊。现在阿维安只需要专心保护好他。阿维安乖乖答应下来，但同时也提出了条件，希望今晚的事情结束后，齐亚娜能回答他的一些疑问。齐亚娜爽快地答应了，表示等聊完函数就回答他。两人达成共识后便开始行动。另一边，切萨雷已经抢先一步来到了奥尔福德港口的4号码头，他穿过人群，找到了码头旁边的女神像，趁着月光洒在雕像上，切萨雷伸手按下了雕像上的鱼鳞机关，底座随即滚落出一个发光的物件。切萨雷将物件拿在手中，心中感叹大祭司确实心思缜密。切萨雷看着手中发光的圣物，那是他的皇室血统唤醒了他。他感叹圣物藏得极其隐蔽，若没有齐亚娜提供的线索，自己绝不可能找到这里。齐亚娜曾劝他重新做好人，这番话让切萨雷陷入沉思。他自嘲地想，难道像傻子一样付出并受伤，就是所谓的好人吗？看着自己曾经的模样，他想起小时候齐亚娜对他毫无兴趣，或许正是因为当年的自己太过愚蠢，他本以为自己早已走出了初恋的阴影，但一想到齐亚娜今晚可能会来这里，切萨雷便迟迟无法迈开离去的脚步。6年前在森林里出狱时，切萨雷一听到齐亚娜的声音就立刻认出了她，甚至不需要去仔细辨认她的长相。命运的安排总是充满讽刺，曾经信任的人选择背叛，而这个他刻意保持距离的女孩却在关键时刻救了他。虽然齐亚娜的能力是他复仇的关键，但他更希望她能在学院里平安度日，所以过去只用研究委托和他保持联系。可齐亚娜却突然回到了他的身边。当齐亚娜在巷子里安慰他时，切萨雷感觉自己又变回了那个软弱的皇太子，内心再次被无法掌控的情感所动摇。切萨雷在神像底座留下一封信，警告齐亚娜不要插手危险的事，但他担心齐亚娜空手而归会失望，便又留下了一块发光的宝石作为补偿。这时远处突然传来动静，切萨雷立刻闪身躲进暗处，来人正是齐亚娜和阿维安。看着阴暗的码头，身为禁卫队队长的阿维安有些庆幸，还好齐亚娜今晚找了他来护送。齐亚娜则表示自己做事一向讲效率，虽然嘴上说的轻松，但齐亚娜此时正揉着酸痛的腰，暗自抱怨自己为了一个记不清长相的皇太子，竟然要遭这份骑马奔波的罪。阿维安关切地询问齐亚娜的状况，接着有些八卦地提起齐亚娜明明已经有了恋人，却还要找他来当护送的保镖。不过一想到目的的是码头，他倒也能理解了。齐亚娜一听有些纳闷，追问阿维安是从哪听到的消息。阿维安解释说，自己的手帕是从切萨雷的庄园送回来的。齐亚娜顿时心领神会，觉得切萨雷炫耀情人的举动还挺可爱。不过齐亚娜转头就向阿维安吐槽，切萨雷的体能实在太差，连普通人群都挤不过去，要是遇到码头的暴徒根本指望不上，所以才需要阿维安这个禁卫队长来保护。躲在暗处的切萨雷听到这番评价，气得在心里直抓狂。阿维安则对齐亚娜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他感觉切萨雷的气场强得像个剑术大师。齐亚娜却不以为意的耸耸肩，觉得那不过是切萨雷在虚张声势。齐亚娜让阿维安先转过身去，自己要处理一些私事。阿维安十分配合的背过身避嫌。齐亚娜来到神像底座旁，果然发现了切萨雷留下的信和宝石，但看完信上的警告后，他无奈的叹了口气，觉得这趟真是浪费时间。他随手把信塞回了底座缝隙里，便招呼阿维安可以转过身来了。阿维安关切地询问齐亚娜的情况，觉得他这次空手而归一定很失望。齐亚娜却表现得很坦然，表示自己做研究早就习惯了失败。阿维安听后深有感触，坦言自己训练时也是这样，在无数次失败中不断摸索前进，觉得每个人都是在挣扎中成长的。齐亚娜却否定了他的说法，提起自己曾认识一个从不需要挣扎的人，那就是皇太子。听到皇太子的名字，阿维安不禁陷入了回忆，感叹皇太子是个真正的天才，无论什么技巧都能一次掌握，仿佛生来就备受神明眷顾。阿维安觉得皇太子的人生从未经历过任何失败与挫折。齐亚娜听完有些疑惑，忍不住追问起来，既然皇太子什么都能一次学会，那为什么他一直没能减掉婴儿肥？阿维安被问得有些语塞，只能尴尬地解释说，也许皇太子觉得没必要去减，不过虽然皇太子有些胖，但他的身手确实非常敏捷。齐亚娜听完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阿维安看着海面坦言，自己其实有点惊讶，因为他一直以为齐亚娜也是个天才。齐亚娜理所当然地承认自己确实是天才，随后便催促阿维安离开。阿维安却突然伸手拉住齐亚娜，劝她既然大老远来了一趟，不如向旁边的女神像许个愿，因为水手们都传言这尊神像非常灵验。躲在暗处的切萨雷看到这一幕，顿时有些吃惊。切萨雷见状，气得暗自攥紧了拳头。
他发现阿维安比想象中更讨人喜欢，这让他心里感到十分烦躁。齐亚娜看着眼前的女神像，决定顺从阿维安的提议。他闭上双眼，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许下心愿。他希望失踪的皇太子能平安无事，并且可以顺利归来继承王位。听到这个愿望的切萨雷瞬间愣在了原地。阿维安有些好奇，齐亚娜为什么会许下这个愿望？齐亚娜却表示这是个秘密，随后便提议动身离开。在回去的路上，阿维安试探着询问齐亚娜是否已经选好了参加帝国晚宴的男伴。齐亚娜直接表示切萨雷会作为她的男伴出席。阿维安听后有些遗憾，说如果他还没决定，自己原本打算自荐陪同。阿维安坦言自己其实很想多了解他一些，只可惜错失了这次机会。这番话让齐亚娜有些纳闷，不明白阿维安为什么会对自己感兴趣。对于阿维安想多了解自己的想法，齐亚娜直接泼了冷水，表示光是护送可没法近距离观察他，真想了解就要去买台高倍显微镜。躲在暗处的切萨雷听到这话，手忍不住抖了一下。阿维安被这冷幽默整得一阵无语，只能笑着催促齐亚娜赶紧出发。齐亚娜翻身上马，阿维安体贴的表示时间不早了，剩下的问题以后再问，让齐亚娜早点回去休息。齐亚娜道也不客气，直接顺杆爬答应下来。两人在夜色中一边斗嘴一边骑马离去。切萨雷独自站在夜空下，回想着齐亚娜许下的愿望，心中充满了困惑。回到住处后，他向兰亚克打听，如果有人劝一个混蛋重新做好人，这到底代表着什么感情？兰亚克猜测是希望对方得到救赎，或者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切萨雷对这个回答非常不满意。沉默片刻后，切萨雷神色凝重地追问，在帝都除了皇帝之外，是否还有人期盼着他的归来？切萨雷追问兰亚克，是否哪怕只有一个人期盼他回来？兰亚克有些尴尬，表示自己刚来帝都并不清楚。切萨雷独自站在夜色中，不明白齐亚娜为何会毫不犹豫地许愿。他本以为自己的真心话能传达给对方，然而齐亚娜看到信后，直接在上面写下了愤怒的回复，让他滚蛋，别来多管闲事。切萨雷看着齐亚娜愤怒的回复，默默将信收了起来。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南方森林里，一只信鸽落在树桩上，打断了亚历克斯的思绪。亚历克斯正为噩梦感到烦躁，他没好气地催促信鸽把信交出来。然而当他拆开信件看完内容后，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咬牙切齿地咒骂起学院的那些混蛋。亚历克斯的召唤兽狼打着哈欠醒来，看着浑身散发怒气的亚历克斯，忍不住吐槽他大半夜像个疯子。亚历克斯愤怒地将信纸捏成一团，咬牙切齿地宣布他们接下来要去利洛尼公国，他要把某些东西彻底从地图上抹去。亚历克斯回忆其小时候的对话，母亲曾说亚历克斯像外公，约书亚像父亲，而齐亚娜最像母亲。可后来母亲竟跟着马夫私奔，整个家族转眼间支离破碎，寄给学院的信全被无视，大家也只能各自强撑。本以为齐亚娜这次回到大宅是准备重新接纳家人，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亚历克斯直接将信纸撕得粉碎。听到亚历克斯的决定，狼兴奋地伸了个懒腰，表示自己很久没有大干一场了。一人一狼当即全速出发。与此同时，齐亚娜与切萨雷的绯闻虽登上了报纸，但在当地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全被即将到来的帝国晚宴吸引。西顿皇子的生日晚宴原本办得十分低调，但自从5年前皇太子失踪之后，晚宴的规模便一年比一年更加奢华。斯派兴高采烈地跑来报告，说约书亚送来了30套高档限定礼服。然而齐亚娜看都没看一眼，直接让斯派把衣服退回去，因为这些衣服上连个格子图案都没有。齐亚娜决定继续穿上次选好的格子裙，斯派忍不住吐槽她怎么又穿这件，齐亚娜却理直气壮地辩解，世界上没有2件格子图案是完全相同的。斯派笑着调侃她和约书亚不愧是姐弟，在固执的喜好上简直一模一样。齐亚娜顿时觉得受到了侮辱，正准备罚斯派去泡杯咖啡赔罪，却被机灵的斯派用草药茶直接打断。齐亚娜装生气的套路被斯派一眼识破，连企图喝咖啡的幻想也彻底破灭。此前他甚至偷偷贿赂过医师凯龙，可对方根本不接他的钱，以摄入咖啡因危险为由直接拒绝。一阵突如其来的头痛打断了他的思绪。自从回到这栋大宅后，噩梦便开始频繁缠着他，那是很久以前父母相拥的景象，可每一次都会以母亲的失声痛哭结束。小时候保姆就曾找医师凯龙为他检查，当时医师便得出了结论，这种噩梦源于极大的心理压力，是将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望强行映照在了梦境之中。齐亚娜当时同意了医师的建议，不想让大人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她从小就习惯了独自一人，甚至连下棋也是自己跟自己玩。一旁的斯派看着齐亚娜有些心疼，在他的记忆中，齐亚娜小时候总是避开社交聚会，虽然她曾让梅丽莎吃了不少苦头，但好在还有朱迪斯这个朋友相伴。斯派收回思绪，向齐亚娜汇报说，公爵大人请他过去一趟，想要为他之前帮助霍夫的事情表达谢意。听到这话的齐亚娜瞬间停下了动作，既然祖父要亲自道谢，齐亚娜便起身边走边说，自己正好在帝国晚宴前也有事情想要问他。与此同时，在普维斯庄园内，罗德里戈推门走进来，询问朱迪斯在忙些什么。朱迪斯笑着表示自己正在给齐亚娜写信，毕竟明天就是帝国晚宴了。然而朱迪斯心里却十分不满，不明白齐亚娜为什么突然回来。他原本非常享受作为帝国唯一公爵千金的待遇，
朱迪斯一边写信一边在心中盘算，在帝国的几个大家族里，他一直渴望成为最受瞩目的千金，可人们却总是更偏爱弗雷利家族的女儿，这让他从小就嫉妒不已。不过齐亚娜的回归正合他意，小时候齐亚娜经常来找罗德里戈，朱迪斯便故意装作热情友好，骗取了齐亚娜的信任，利用齐亚娜对自己的听从，朱迪斯暗中挑唆他去欺负梅丽莎。每当看到齐亚娜在众人面前出丑大闹，朱迪斯就感到无比痛快。他的父母也对这种局面乐见其成，甚至指望借此超越弗雷利家族，直到弗雷利家族的儿媳在耻辱中死去。朱迪斯深知齐亚娜长得很像他母亲，只要弗雷利家族彻底没落，再让齐亚娜嫁给自己的哥哥罗德里戈，普维斯家族就能顺理成章地吞并弗雷利家族的所有财富和荣耀。为此，每当齐亚娜来庄园做客时，普维斯一家就会轮番在他耳边吹风。罗德里戈故意劝他少在社交场合露面，声称他的出现只会让人联想到家族丑闻。朱迪斯的母亲也假意关怀，暗示齐亚娜的出席会让公爵感到难堪，而年幼的朱迪斯则负责在齐亚娜面前编造旁人对她私生女身份的嘲讽，以此来离间她与外界的关系。年幼的齐亚娜对这些谎言深信不疑，甚至觉得普维斯一家比自己的亲人更可信，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直到后来，他突然动身前往学院，朱迪斯一边写信一边向罗德里戈提议，这次要让父母也参与进来，在晚宴上彻底羞辱齐亚娜，让她再也不敢出席任何社交活动。等齐亚娜彻底崩溃后，罗德里戈就能趁虚而入去安慰她。朱迪斯认为这个计划万无一失，然而此时的齐亚娜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摆布的女孩。朱迪斯认为计划万无一失，罗德里戈心不在焉地向妹妹道谢，如果不是阿尔卡那个老家伙失手，他们的计划早就顺利完成了。朱迪斯出言警告哥哥，别再去招惹西顿皇子，皇子没闲工夫替他收拾残局。罗德里戈却对此不屑一顾，让妹妹少在这里指手画脚。在他看来，西顿皇子理应替他善后，因为当初正是他用罕见毒药毒害了毫无防备的皇太子。斯卡里送给齐亚娜一整桌流行珠宝，作为他先前帮忙的谢礼。齐亚娜大方收下，并决定在晚宴上佩戴。提起即将到来的帝国晚宴，斯卡里叹了口气，透露朱丽叶斯因为女仆遇刺案，也计划在晚宴当天抵达，只是目前还联系不上他。斯卡里让齐亚娜有需要尽管开口。齐亚娜趁机提出想喝咖啡，却被祖父以身体健康为由直接拒绝，她只能无奈作罢。齐亚娜吐槽自己这辈子都喝不到咖啡了。随后，他话锋一转，向祖父提出了一个关于晚宴的请求。斯卡里爽快地让他直说，多年来斯卡里从不出席这类晚宴，以往都是梅丽莎和亚历克斯代表出席，可亚历克斯每次都会提前离开，留下梅丽莎独自面对朱迪斯的刁难，但梅丽莎每次都会当众把事情闹大，以此赢得众人的同情。齐亚娜对这种同情毫无兴趣，但她从梅丽莎身上学到了一点，将矛盾直接公开在所有人面前，远比私下求情管用得多。她清楚朱迪斯和普维斯家族绝对在暗中筹划着什么阴谋。面对祖父的自责，齐亚娜在心中默念，祖父并不知道普维斯家族在他童年时灌输了多少谎言，而且对方的恶行远不止于此。普维斯领地盛产一种保暖石，多年来一直提供给弗雷利家族，用于北方士兵冬季御寒，但再过1年，对方就会篡改交易记录，将保暖石的交易量逐步夸大，使其被定性为限制级军需品。这会成为弗雷利家族在北方私自扩军并密谋叛国的伪证。为了家族的未来，他下定决心要彻底复仇。齐亚娜向斯卡里提出了请求，那就是务必确保朱丽叶斯出席晚宴。此时，在赶往大宅的山路上，朱丽叶斯正骑着马一路狂奔。他一想起有人把刺客留在身边，就生气，嚷嚷着要立刻赶过去解决掉刺客。召唤兽达拉姆在一旁忍不住吐槽，让他要么干脆骂人，要么就老实担心。这时，天空中飞过一只信鸽，瞬间吸引了朱丽叶斯的注意。信鸽带来的信中写道，刺客已经自尽，不再需要达拉姆的洞察能力。但朱丽叶斯觉得无所谓，反正他们早就已经出发了。朱丽叶斯感叹自己10年没去过首都，只有在需要他们力量时才能去一次，这也导致他当年没能参加艾尼斯的葬礼。朱丽叶斯用力拉紧缰绳，坚信艾尼斯绝不会做出私奔这种事，毕竟艾尼斯是他亲手抚养长大的。艾尼斯本是北方显赫贵族的女儿，在失去家人后，由教父朱丽叶斯抚养长大。朱丽叶斯回忆起当年，艾尼斯在前往北方时遇到了海德，两人结为夫妻，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直到20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到艾尼斯之后，便传来了令人心碎的噩耗。虽然10年前他曾见过齐亚娜，但那时的相聚十分短暂。朱丽叶斯坚信齐亚娜继承了艾尼斯的血脉。达拉姆在一旁无情吐槽，觉得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看法。朱丽叶斯哈哈大笑，恨不得立刻见到齐亚娜。他甚至打算逼迫斯卡里把齐亚娜从那所偏僻的学院接回来。达拉姆也表示很想见见齐亚娜，不过在他的记忆中，上一次见到齐亚娜时，对方身上似乎有些不同寻常的异样。达拉姆回想起之前在齐亚娜身上隐约察觉到了一股微弱的能量，而齐亚娜至今无法召唤出召唤兽。朱丽叶斯决定等到了首都亲自为他检查。他推测这或许是因为弗雷利家族潜藏的力量正在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觉醒。达拉姆听完顿时兴奋起来，以为自己终于要迎来期待已久的奖赏，却被朱丽叶斯一口否决。
意识到齐亚娜可能会有危险，达拉姆催促着不能再耽误时间。朱丽叶斯立刻扬鞭策马，全速前进。齐亚娜收到了一份礼物，送礼的人是普维斯家族的朱迪斯。朱迪斯在信里抱怨，齐亚娜回到公爵府后，竟然没有主动去拜访他，所以特意送来一件发饰，当做重逢的礼物。他还提到自己有一件同款的蓝色发饰，希望两人在晚宴上一起戴着，好彰显他们之间虚伪的友谊。齐亚娜看完信后，直接把信纸揉成一团，毫不犹豫地扔在地上。看着朱迪斯送来的发饰，斯派主动提出帮他扔掉，担心这沉重的饰品会伤到他的手。齐亚娜却拒绝了，决定在晚宴上戴上它。斯派忍不住提醒他提防朱迪斯，齐亚娜却十分自信，他不仅不担心对方的阴谋，反而准备在晚宴上给普维斯家族一个教训。随着帝国晚宴正式拉开帷幕，齐亚娜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罗德里戈和朱迪斯率先抵达晚宴，朱迪斯环顾四周，发现齐亚娜还没到场。此时西顿皇子正陪同第三皇妃出席，而昏迷的皇帝和皇后都没有现身。罗德里戈提起齐亚娜的传闻，听说她找了个平民交往，他轻蔑地认为齐亚娜只是为了逃避婚约，才随便找了个男人当挡箭牌，这种关系根本维持不了多久。朱迪斯在一旁幸灾乐祸的附和，嘲笑齐亚娜以前胆小如鼠，甚至连宴会都不敢露面。朱迪斯正得意地盘算着今晚要给齐亚娜一个教训，大门处却突然传来动静，侍从高声宣布齐亚娜与切萨雷侯爵一同入场，现场顿时掀起一阵骚动。齐亚娜挽着切萨雷的手臂，在众人的瞩目中优雅走来，两人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看到这一幕的朱迪斯直接愣在了原地。朱迪斯回过神后，一眼就看到齐亚娜头上的发饰，这让他暗自得意，觉得齐亚娜依然对自己深信不疑。在他看来，接下来的计划会比对付梅丽莎更轻松，毕竟没人会站在一个恶女身边。不过看着齐亚娜身边的英俊男伴，朱迪斯心里有些嫉妒。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长相。随着宴会音乐响起，齐亚娜与切萨雷步入舞池，在众人的注视下翩翩起舞。齐亚娜在舞池中有些意外，没想到切萨雷的舞技如此精湛，毕竟他之前还声称自己不擅长运动。切萨雷笑着解释自己只是谦虚，而且当时齐亚娜喝醉了，他才表现得比较谨慎。接着他透露自己不仅能轻松应对这种场面，连码头上的暴徒也能轻易解决。听到码头两个字，齐亚娜立刻警觉起来，追问他是不是经常去奥尔夫德港。切萨雷大方承认自己经常在深夜出入码头，并且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这让齐亚娜在心中暗自吃惊。那个港口可是出了名的罪犯聚集地，他开始怀疑切萨雷资助学院研究的资金是不是都来自某些非法途径。齐亚娜在心里暗自吐槽，像切萨雷这么英俊的男人，至今单身肯定是有原因的。他决定放弃假戏真做嫁给他的念头。切萨雷突然开口，想向齐亚娜请教一个问题。齐亚娜直接表示，除了数学和科学，她一概没兴趣。切萨雷却说这关乎人心，他透露自己认识一个经历悲惨的男孩，而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女孩却在为这个男孩深深担忧。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齐亚娜觉得那女孩大概是个多管闲事的傻瓜，就像梅丽莎一样，但切萨雷却握紧了她的手，否定了她的这个猜测。齐亚娜顺着话题分析，猜测那个女孩或许是喜欢上了男孩。切萨雷听完顿时有些害羞结巴，反问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齐亚娜在心里暗自琢磨，怀疑切萨雷其实是在说他自己，觉得他在莱文庄园肯定有暗恋的人。这时切萨雷突然神色一变，他将齐亚娜拉向自己，低声提醒罗德里戈正在远处，愤怒地瞪着他们。为了应对罗德里戈的注视，他搂紧了齐亚娜，并轻声提议让齐亚娜也抱紧他。看着有些迟疑的齐亚娜，切萨雷微微低头，轻声询问他是否需要自己主动抱上去。齐亚娜看着远处气急败坏的罗德里戈，心里感到无比痛快。这个自私的男人同时失去他们，纯属活该。切萨雷顺势将齐亚娜搂进怀里，过于亲密的距离让他有些紧张。切萨雷在他耳边低声询问他是否真的喜欢过罗德里戈。齐亚娜坦言小时候缠着对方，只是不想让梅丽莎得到他而已。切萨雷听后若有所思，追问他是不是其实早就心有所属。切萨雷试探着问他当年是不是喜欢过被受赞誉的皇太子。齐亚娜当场坚决否认，表示自己那时只关注罗德里戈，对皇太子毫无兴趣。切萨雷怀疑他是混淆了感情，齐亚娜连忙打断他，不想再继续讨论过去的话题。切萨雷却深情地看着他，坦言此刻能与他共舞，仿佛让自己重新回到了小时候，只想彻底忘掉外界的所有纷扰。这番话让齐亚娜愣在原地。齐亚娜看着切萨雷温柔的眼神，觉得这根本不像对待契约伴侣的态度，反而像是在看着真正心爱的人。她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对方是个花花公子。一曲舞毕，齐亚娜提议按计划分头行动。她刚准备向切萨雷告别，却被对方递过来的甜点打断。切萨雷递上一个苹果薄荷可丽饼，齐亚娜尝了一口，发现味道出奇的好。切萨雷又贴心地送上苏打水和焦糖饼干，表示这些都是宴会上最棒的甜点。切萨雷温柔地看着他，解释说担心他跳完舞会肚子饿，并坦言自己以前曾梦想过能与心仪的女孩分享这样的时刻。齐亚娜一边吃着甜点，一边在心里暗自琢磨，切萨雷毕竟是平民出身，以前肯定没参加过宴会，这些大概只是他的幻想。
切萨雷突然伸手，温柔地帮他擦掉嘴角的残渣，随后他轻声向齐亚娜告别，表示自己该从这场美梦中醒来。说完便转身走入人群。齐亚娜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觉得他总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他一边继续吃着东西，一边回想起自己以前在宴会开舞前就逃跑，根本不知道跳舞会这么累。齐亚娜把空杯子递给侍从，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叫住了他，转过头去发现阿维安正微笑着站在身后，并邀请他共舞下一支曲子。面对阿维安突如其来的邀请，齐亚娜有些措手不及，但直接拒绝又显得不太礼貌，于是他借口自己有些累了，提议1个小时后再一起跳舞。阿维安爽快地答应了。正当两人商量碰面地点时，旁边突然传来一阵调侃的声音，来人正是帝国禁卫军第1队队长尼克斯。他此时满脸通红，显然喝了不少酒。齐亚娜立刻认出了这个醉鬼，他曾是皇太子的贴身护卫，也参与过当年那场关键的野餐。尼克斯当众调侃阿维安不仅违抗上级命令闯入俱乐部，现在居然还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甚至打趣他是不是准备结婚了。阿维安出声反驳尼克斯，指责他身为高级贵族根本不在乎禁卫军的规矩。尼克斯却在一旁小声嘀咕，嘲讽阿维安竟为了弗雷利家的耻辱而违规。齐亚娜将这番话听得清清楚楚。当尼克斯装作若无其事地向他问好时，齐亚娜毫不客气地一脚踩在对方脚上，疼得尼克斯瞬间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现场气氛瞬间降到冰点。齐亚娜微笑着回敬对方，直言能见到禁卫军最无能的队长，同样让他感到彻底失望。齐亚娜毫不客气地指出，禁卫军在执勤时应该保持清醒，如果现在有刺客出现，他只会成为禁卫军的耻辱。他接着用无辜的语气追问，他这样喝得烂醉，是不是想给亲自任命他的西顿皇子脸上抹黑？尼克斯被激怒的刚想发作，齐亚娜就加重了脚下的力道，疼得尼克斯大声惨叫，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齐亚娜却一脸平静地解释，觉得痛是因为鞋跟的受力面积小，压强自然就变大了。齐亚娜在心中暗自盘算，虽然很想立刻解决掉这个家伙，但绝不能让这种棋子毁了自己的计划。他微微俯身凑近尼克斯，警告他别当面羞辱弗雷利家族的成员，尤其是他这位弗雷利家的大小姐。说完，齐亚娜才慢条斯理地抬起脚，放过了疼得冷汗直流的尼克斯。看着尼克斯敢怒不敢言的狼狈模样，齐亚娜忍不住轻笑出声，嘲讽他居然这么轻易就退缩了。尼克斯被踩得敢怒不敢言，齐亚娜却被他身上的酒气熏得直犯恶心。自从大祭司那次事件之后，他一闻到酒味就觉得反胃。阿维安见状立刻上前挡在齐亚娜身前，死死捂住尼克斯的嘴，警告他别再对弗雷利家的大小姐出言不逊。齐亚娜不想再和醉鬼纠缠，便主动向阿维安告辞，并提醒他1个小时后在郁金香厅碰面。与此同时，约书亚正在家里纠结不已，他本不想去参加虚伪的帝国宴会，但又担心齐亚娜独自一人应付不过来，最终还是决定动身前往宴会厅。约书亚虽然嘴上极度抗拒去宴会，但还是口是心非的开始挑选配饰，他担心脾气暴躁的齐亚娜会踩到别人。约书亚突然想起齐亚娜曾向祖父提起想在宴会上见10年未见的朱丽叶斯，甚至还定好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在约书亚的记忆里，关于朱丽叶斯的事情全是不好的回忆，但他明白妹妹既然主动邀请对方，说明他真的很害怕在宴会上孤立无援。约书亚最终下定决心，大喊着一定要去参加宴会，反正他也有重要情报要告诉齐亚娜。与此同时，齐亚娜正在宴会区四处寻找一个位置偏僻的大喷泉。当他走到喷泉附近时，突然注意到前方有人，赛利特公主正独自站在喷泉前。齐亚娜认出眼前的人正是赛利特公主，虽然传闻中她是被遗忘的边缘皇族，但齐亚娜觉得她美得让人过目难忘。这时一个男人突然现身，走向公主，声称自己已经调走了所有的守卫和女仆，暗示整个宴会厅的仆人都听从他的命令。赛利特察觉到危险，想要立刻离开，却被男人一把死死拽住手腕。男人甚至出言威胁，只要让其他贵族看到他们拉扯的画面，明天一早就会传遍两人共度良宵的丑闻。男人得意地表示，一旦丑闻传开，西顿皇子为了皇室颜面，只能被迫同意两人的婚事。赛利特听后觉得这简直荒谬至极，男人却大言不惭地辩解，自己身上也流着一半贵族的血脉。赛利特愤怒地打断他，质问他难道真以为西顿皇子毫无察觉吗？他突然反应过来，这背后或许有更深的阴谋。男人见状更加嚣张，挑衅的让赛利特大声呼救，看看今晚到底有没有人会来救他。就在男人以为胜券在握时，旁边突然传来了一声冷笑，那声冷笑正是来自齐亚娜。他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研发的防身工具，给眼前居心不良的男人狠狠一击。赛利特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倒在地上的男人浑身抽搐，却还妄图用自己的身份进行威胁。齐亚娜根本不在乎他是谁，直接嘲讽他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对方认出她是传闻中的恶女后，齐亚娜再次毫不客气的挥棒痛击，表示自己今晚就是专门来收拾这种渣子的。齐亚娜扬了扬手中的防身工具，声称这东西连剑术大师都能放倒，甚至还顺便推销起自家的产品，表示不少高级贵族都已经偷偷入手。这番操作让一旁的赛利特直接看傻了眼。齐亚娜警告对方赶紧滚蛋，否则下次就用最大功率对付他。男人吓得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齐亚娜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认出他就是皇太子宫殿的仆人本艾利德，也是当年
那场野餐的参与者之一。齐亚娜收起工具，转过身，关切地询问赛利特是否受伤。赛利特有些紧张地表示自己没事。齐亚娜近距离看着眼前的赛利特，忍不住在心里感叹，她的美貌简直能和切萨雷相提并论。赛利特开始分析局势，觉得第三王妃是想利用西顿皇子搞鬼，觉得对方性格谨慎，应该不会把事情闹大。齐亚娜见他一直在担心后续影响，无奈地打断了他。齐亚娜温柔地解释，自己并不是在问以后的局势，而是单纯关心赛利特现在的身体状况。她觉得比起未来，赛利特当下的感受才更重要。这番话让赛利特瞬间愣在原地，紧接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恐惧，直接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齐亚娜只能在一旁默默陪伴着他。赛利特蹲在地上委屈地哭泣，齐亚娜看着他，突然想起原著的剧情。原本赛利特会因为惊吓而大声呼救，虽然能吓跑那个图谋不轨的仆人，但也会引来附近散步的贵妇。流言蜚语一旦传开，最终名誉受损的只会是赛利特自己。齐亚娜觉得赛利特当时一定害怕极了，甚至后悔刚才没多揍那个混蛋几下。齐亚娜拿出防身工具递给赛利特，让他留着防身，如果那个无赖再敢纠缠，就直接砸他脸上。赛利特有些受宠若惊，迟疑着表示两人甚至还不是朋友。齐亚娜却无所谓地拉起赛利特，直言自己反正也没有朋友，这让赛利特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齐亚娜拍了拍赛利特的肩膀，准备离开，说自己还要去应付一个讨厌的家伙，并叮嘱赛利特多加保重。赛利特见状，连忙叫住齐亚娜，急切地询问自己该如何报答这份救命之恩。齐亚娜看着眼前的赛利特，陷入了沉思。她原本确实计划从赛利特身上得到些什么，但看到对方刚才无助的样子，她实在不忍心向一个受害者索要回报，觉得救人只是出于基本的道义。不过既然赛利特如此渴望报答，齐亚娜决定不再客气，顺势提出希望赛利特能帮她两个忙。赛利特听后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齐亚娜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让赛利特对防身电击器的事情保密。其实他根本没有把这东西卖给任何人，之前说有贵族购买，只是为了吓唬那个图谋不轨的仆人。接着齐亚娜又提到了魔法录音工具，他认为如果能偷偷录下对方的威胁，就能成为最关键的证据。赛利特听后深表赞同的连连点头。不过制作录音工具需要一种特殊的植物花瓣，而这种花瓣目前只生长在第五王妃的旧温室里，也就是赛利特继承的那座温室。这种名为埃斯弗拉的花蕴含着巨大魔力，原本只在第五王妃的故乡绽放，但因为土壤污染，如今变得极其稀有。齐亚娜打听到这种花最近就要开了，便请求赛利特在花开后送一些到府邸。他还坦白自己并不是无私帮忙，而是带着目的主动接近的。赛利特却完全不在意齐亚娜的动机，认为救命之恩的结果才最重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求。齐亚娜见目的达到，便主动告辞离开。看着齐亚娜离去的背影，赛利特在心中默默感谢他，因为有了再次见面的理由而心跳不已，也终于明白对方为什么会是埃德蒙的初恋。赛利特彻底沦陷在对方的魅力中，甚至开玩笑说今天都不打算洗手了。而走在路上的齐亚娜却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冷战。与此同时，朱迪斯正拉着父母在走廊上疾行，催促他们动作快一点。他声称是齐亚娜主动提出想见他们。朱迪斯表面上热情催促，心里却在盘算着自己的计划。罗德里戈曾交代等一切结束后再现身，而齐亚娜的回信也让他觉得胜券在握。齐亚娜在信中约他在第二场舞会后的绣球花花园碰面，还说希望能顺便拜访普维斯公爵夫妇，并特意感谢了朱迪斯送的发饰。朱迪斯带着父母来到约好的绣球花园，远远看到齐亚娜就热情地打起招呼。月光下的齐亚娜显得格外美丽，这让朱迪斯心里极度的直咬牙，恨不得她立刻消失在社交界，回去继续做那些古怪的研究。朱迪斯表面上笑脸相迎，特意提起齐亚娜带着自己送的发饰，齐亚娜却反应冷淡，直接表示自己其实并不怎么喜欢。随后齐亚娜主动向普维斯公爵夫妇问好，公爵夫妇见到他也十分感慨。罗德里戈看着眼前的齐亚娜，忍不住感叹她和艾妮斯长得一模一样。公爵夫人身上的酒气让齐亚娜十分反胃，夫妇俩随即一唱一和的冷嘲热讽起来，不仅嘲笑齐亚娜没有召唤兽，还声称大家其实更怀念梅丽莎。公爵暗中观察着齐亚娜的反应，奇怪她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样生气，还假惺惺的表示自己是在告诉她真相。齐亚娜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顺着对方的话表示感谢，讽刺他们从小就一遍遍提醒自己根本不是真正的弗雷利。齐亚娜微笑着继续揭露，说他们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心里其实一直以他为耻。他转头看向朱迪斯，提起对方曾经给过他的建议。当时朱迪斯声称没人会选择齐亚娜，挑唆他去折磨梅丽莎。公爵夫人见状赶紧凑上前，假惺惺的辩解这都是为了他好，可他身上刺鼻的酒气却让齐亚娜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齐亚娜再也忍不住，直接一口吐在了公爵夫妇身上。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傻了眼。公爵看着身上的污渍，气得指着他浑身发抖。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裹挟着怒气走来，伴随着低沉的咒骂声，他愤怒的一脚踩碎了地上的石板。来人正是朱利叶斯，此时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质问那些混蛋怎么
怎么敢对齐亚娜无礼？身旁的召唤兽拼命抱住他，大喊着让他冷静，千万别闹出人命。朱利叶斯根本不听劝，执意要给对方一点教训，结果刚把拐杖挥舞起来，就一不小心把脖子给扭了。齐亚娜见状赶紧上前询问，朱利叶斯却顺势抱住齐亚娜大哭，觉得她受了天大的委屈，才会看到这家人就恶心呕吐。就在现场一片混乱时，远处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侍卫们抬着担架赶来，要把受伤的朱利叶斯送去医务室。朱利叶斯躺在地上大声哀嚎，直呼自己腰酸背痛，快要没命了。其实就在刚才，斯卡里听到普维斯一家竟敢质疑齐亚内的家族身份，顿时气得火冒三丈。齐亚娜对祖父的出现感到十分意外，斯卡里则愤怒地大吼起来，责怪孙女遇到麻烦不找自己，反而去求助其他没脑子的家伙。普维斯一家从小就用废话毒害齐亚娜，难怪孙女一听他们说话就恶心干呕。普维斯母女被吓得瑟瑟发抖。这时约书亚也赶了过来，他没想到居然是普维斯家这群无赖，这些年一直把齐亚娜逼入阴暗的角落。约书亚提议带齐亚娜离开这里，并让他把接下来的事情都交给祖父处理，直言祖父折磨起人来可是很有手段的。看着为自己出气的家人，齐亚娜心中感到无比温暖，连平时最讨厌宴会的约书亚都来了。他知道普维斯家族这下彻底完蛋了。齐亚娜顺手摘下朱迪斯送的发饰，直接扔进了旁边的水池里。她可不想留下来看祖父折磨人，决定先动身去找朱利叶斯，因为她的计划现在才真正开始。与此同时，宴会厅里的切萨雷正在四处打听齐亚内的下落，得知他的家属受伤去了医务室，切萨雷立刻改变行程，决定直接去医务室找他。兰亚克见状十分吃惊，提醒切萨雷两人明明只是商业合作，怎么连对方家长在场也要凑过去？切萨雷却冷淡地表示自己只是在履行契约情人的义务。说完，他便头回也不回地转身离开，留下兰亚克在身后无奈地吐槽，显然根本不信他的这番说辞。此时的皇宫医务室里一片混乱，医护人员急匆匆地把朱利叶斯抬了进来。医生看骑士们神色凝重，还以为送来的是个快要咽气的重患，甚至当场准备推测死亡时间。这可把躺在床上的朱利叶斯气得够呛，他猛地睁开眼，大吼起来，怒骂这群医生简直是庸医，自己明明还活得好好的。朱利叶斯在病床上大声嚷嚷，扬言要立刻切断与普维斯家族的所有贸易。齐亚娜看着愤怒的教父，心里暗自高兴，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虽然他一句话就能让远在领地的祖父帮忙，但让手握重兵的教父亲眼看到自己受委屈，由他来做决定，显然更能堵住悠悠众口。而且齐亚娜手里还握着别的底牌，齐亚娜顺势提出可以用一种新矿石来替代军队里常用的保暖石，这种矿石磨成粉，接触空气就能发热，经过魔法提炼后效果比以前更好。朱利叶斯听完想都没想就准备一口答应，结果又被召唤兽塞住了嘴。一旁的约书亚则理智得多，眉头紧锁地看着他。约书亚指出附近根本没有可靠的矿山，就算有产量也微乎其微。齐亚娜却早有准备，透露切萨雷的领地里就有一座巨大的矿山，而且那里距离北方很近，运输和供应完全不是问题。约书亚听完顿时反应过来，齐亚娜显然早就和切萨雷达成了合作。还没等两人细聊，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又有一名重伤员被紧急送了进来。病房外随即传来凄厉的惨叫，听声因伤者伤得极重，医生们正手忙脚乱地试图控制住他。送来的竟是第一帝国禁卫队队长，他此时浑身是血，尤其是脚部的伤势看起来惨不忍睹。禁卫队队长在痛苦中大喊，声称袭击自己的就是皇太子，他发誓自己亲眼看到了对方的银发。齐亚娜和约书亚在一旁听得神色凝重，斯派急匆匆地跑进病房，提议齐亚娜和约书亚立刻回府。他透露宴会厅的吊灯突然坠落，现场一片混乱，当时灯光熄灭又重新亮起，禁卫队队长就已经身受重伤，而且他一直在胡言乱语，坚称是皇太子回来了。齐亚娜看着痛苦哀嚎的队长，立刻联想到这与当年的阿尔卡事件简直一模一样。齐亚娜在心中暗自思忖，根据原著剧情，禁卫队队长本该在很晚之后才成为目标，而弗雷利家族也应该在另外两人遇袭后才被指控叛国。这两次袭击的间隔原本很长，但现在皇太子的复仇计划显然被大幅提前了。约书亚在一旁感叹，不管传言是真是假，当年参与那场野餐的人现在恐怕都人人自危，难以入眠了，毕竟谁也无法预料下一个会是谁。听到这里的齐亚娜却微微一笑，表示自己倒是很希望罗德里戈也能因此彻底失眠。当年参加那场狩猎野餐的正是皇太子最信任的5位亲信，包括剑术老师、侍卫侍从以及罗德里戈，因为他们都拥有高贵的贵族血统，召唤兽的洞察能力对他们完全无效。正当齐亚内思索时，门外传来敲门声，切萨雷推门而入，提出要护送他回府。约书亚在一旁小声嘀咕，满脸不屑。躺在病床上的朱利叶斯也好奇地打听身份，甚至还想等痊愈后和切萨雷切磋一番。面对询问，齐亚娜语出惊人，直接介绍切萨雷是自己的爱人，这让躺在床上的朱利叶斯震惊地大叫起来。朱利叶斯气得在病床上大吼大叫，威胁要亲自动手把切萨雷赶出去。齐亚娜见状赶紧上前拦住祖父，解释切萨雷是之前提过的矿山合作商，要是把人打跑了，这笔大生意
可就黄了。连一旁的松鼠达拉姆也跟着劝说，让朱利叶斯至少等签完合同再赶人。齐亚娜则小声叮嘱切萨雷，自家教父只是外强中干，别往心里去。朱利叶斯看着切萨雷满脸嫌弃，嘀咕着怎么也得找个剑术大师。达拉姆无情吐槽，让朱利叶斯先养好腰伤，并催促大家赶紧动身回府，免得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齐亚娜看着疲惫的达拉姆，有些心疼，正准备和大家一起离开皇宫，却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她必须先去见见那位受伤的禁卫队队长。齐亚娜本想顺路去一趟郁金香厅，切萨雷却在一旁出声提醒她，那里正是吊灯坠落的现场，目前已经被彻底封锁，禁止入内，而且受伤的禁卫队队长也早就被送走了。齐亚娜听完，只能无奈地打消念头。切萨雷见状微微一笑，主动提出要安排人手护送他们回府。还没等齐亚娜开口答应，约书亚就直接出言婉拒，表示他们会坐弗雷利家的马车回去。齐亚娜作为家人，自然要跟他们一起。切萨雷却解释说，现在正门已被堵死，根本没办法顺利通行，而他的马车刚好停在后门附近，便顺势邀请齐亚娜与自己同行。考虑到朱丽叶斯受了伤，约书亚最终只能无奈妥协，但他心里对切萨雷非常不爽，觉得这个男人完美的让人讨厌。马车出发后，车厢里也不安宁，朱丽叶斯还想挣扎着去找齐亚娜，被约书亚死死按住，警告他别再乱动，免得加重伤势。齐亚娜则和切萨雷留在了后面，准备在路上商量新矿石的合作。看着教父的马车渐渐远去，齐亚娜终于松了一口气。齐亚娜心想，祖父肯定会趁乱狠狠教训普维斯家族。切萨雷此时向他伸出手，邀请他一同出发。齐亚娜随之答应下来。另一边，西顿正愤怒地砸向桌面，命令手下立刻去寻找梅耶，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圣物的下落。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禁卫队队长会坚称袭击者就是失踪已久的皇太子。队长躺在病床上言之凿凿，说袭击者贴在他耳边说出了只有他俩才知道的秘密，自己还在月光下亲眼看到了那头耀眼的银发。西顿听完心里越发不安，他苦苦搜寻了6年都没有线索，如今失踪的人突然重现，而且连续2个受害者竟给出了完全一致的说法。罗德里戈在一旁急忙劝说，表示队长从宴会刚开始就在酗酒，刚才的话很可能只是醉话，银发完全可以用假发伪造，秘密也可能是喝多后泄露的。西顿虽然很想相信这番解释，但直觉却告诉他这件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西顿深知必须尽快摧毁圣物，绝不能让任何人用它复活皇太子。这时手下急忙前来汇报，透露梅耶终于开口招供了。西顿得知消息后，一刻也不想等，立刻亲自赶往奥尔福德港口4号码头。他骑马停在了一尊石像前，确信圣物就藏在里面，准备直接动手将其取出来。西顿对着石像自言自语，让女神乖乖把圣物交出来。结果石像机关启动后，掉出来的却是一张粉色纸条。西顿顿时傻了眼，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纸条。他紧张地咽了口唾沫，想起预言里曾提到过泰莱兹家族会得到藏有线索的纸条，他满怀期待地展开纸条，结果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让他滚远点，别在这里指手画脚。西顿气得浑身发抖，当场把纸条撕得粉碎。西顿忍不住仰天长啸，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这样戏耍了。看着漫天飞舞的纸条碎片，上面甚至还写着骂他是混蛋的脏话。夜幕降临，齐亚娜和切萨雷乘车回府。车厢里，齐亚娜感叹局势混乱，询问切萨雷皇太子是否真的回来了。切萨雷表示这很难说，反问齐亚娜对此有什么看法。齐亚娜思索片刻，回答：如果皇太子是回来复仇的，他希望罗德里戈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切萨雷好奇地追问原因，齐亚娜解释说，因为留到最后的人才需要承受最长时间的恐惧。切萨雷听完微微一笑，夸赞齐亚娜非常聪明，调侃她很懂得如何折磨人。齐亚娜大方承认自己确实有些经验。随后切萨雷关心起齐亚娜的脚，询问她之前被尼克斯队长踩到是否受伤。齐亚娜十分惊讶，她以为切萨雷当时并不在场。切萨雷解释自己一直在暗中关注搭档，接着切萨雷笑着透露，他刚才在医务室看到尼克斯队长的右脚已经彻底废了，这让他感到无比痛快，连带着自己的脚伤都痊愈了。切萨雷突然凑近齐亚娜，感叹自己仿佛置身梦境。齐亚娜理智地用睡眠理论反驳，切萨雷笑称在皇宫找回了童年感觉，只想在今天最后放纵一次。马车一阵颠簸，切萨雷突然话锋一转，问他是否想过为了权力嫁入皇室。齐亚娜有些困惑，直言西顿皇子根本不是自己的菜。切萨雷提醒他，皇室成员可不止西顿一个，失踪的皇太子埃德蒙或许还活着。齐亚娜听后若有所思，表示如果嫁给他，自己顶多也就是个皇后。齐亚娜接着补充道，自己占有欲极强，绝不能接受丈夫内妾，除非2人各玩各的，她也能多找几个男宠。毕竟帝国规定只有皇帝能娶多个妻子，现任皇帝就因为外交原因收了许多嫔妃。齐亚娜直言自己根本没必要嫁给这样的男人。切萨雷听完表示理解，随后开口询问齐亚娜对皇后这个职位还有哪里不满意。齐亚娜有些莫名其妙，反问他说了又能怎样。切萨雷表示会帮忙转达意见，还笑称只要是他觉得有问题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制度出了错。齐亚娜摆摆手表示自己压根没想过要当皇后，而且皇太子的长相和性格也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切萨雷听完突然凑过来，笑眯眯地问那自己算不算他的菜，毕竟他的外貌
和性格跟皇太子埃德蒙完全相反。齐亚娜听完一阵无语，心想如果把他们两个拆开重新组合，说不定能调配出自己喜欢的类型。切萨雷见状微微一笑，表示自己懂了。齐亚娜看着他脸上那神秘的笑容，心里不禁有些犯嘀咕。齐亚娜清了清嗓子，主动向切萨雷提出商业合作，希望针对莱文领地的佩贝尔矿山与弗雷利家族签署独家合同，并承诺会给他一个好价钱。切萨雷微笑着表示会考虑一下，并没有立刻给出明确答复。齐亚娜看出他是在打太极，明白这笔生意恐怕没那么容易谈成。于是齐亚娜直接指出，这可比他之前放高利贷稳定得多，劝他别再压榨贫民窟的穷人。切萨雷听完尴尬的咳嗽起来，无奈透露自己其实早就退出了那个行业。齐亚娜表示，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他打算回庄园研究魔法道具，顺便把切萨雷之前提到的那个也做出来。切萨雷听完表示赞同。齐亚娜其实早已将道具制作完成，只是打算等合适的机会再拿出来。齐亚娜接着提议，先不要公开，免得皇太子或他的儿子出现时惹来麻烦。切萨雷听完顿时大惊失色，急忙打断他，并指出皇太子根本没有儿子。他质问齐亚娜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齐亚娜却反问他为什么能如此肯定。切萨雷解释说自己有可靠的内部消息，总之皇太子绝对不可能有儿子。齐亚娜听完若有所思，接着齐亚娜语出惊人，直接询问皇太子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隐疾，还贴心的表示自己一定会保守这个秘密。切萨雷听完顿时整个人都傻了，赶紧慌乱的出言否认，甚至拍着胸脯保证皇太子在那方面绝对正常。齐亚娜见状立刻反问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还顺便问这个秘密是不是也需要保密。切萨雷被问得无言以对，只能生无可恋的瘫倒在座位上点头承认。切萨雷主动转移了话题，齐亚娜顺势提出了心中的疑问，既然皇太子还活着，为什么不直接回宫处决所有仇人？切萨雷听完有些无奈，调侃他显然不太懂政治。齐亚娜倒也大方承认，直言自己要是懂政治，就不会被称为恶女了。切萨雷微微一笑，耐心解释起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当年参与阴谋的贵族联合起来，反咬一口指控皇太子精神失常，在泰利兹帝国的定期贵族议会上，贵族们有权决定皇室的内部事务，一旦他们联手罢免皇太子，皇太子根本无力反抗。切萨雷最后感叹道，历史早已证明，无法掌控贵族的统治者，注定无法长久的拥有权力。切萨雷继续解释道，想要在帝国建立绝对的权威，必须拥有大贵族的支持和对军队的掌控，否则皇太子就算回来也无济于事，只会重蹈当年的覆辙。齐亚娜听后在心中盘算，目前西顿皇子和三皇妃掌控着这两股力量，他们背后有普尔维斯家族和皇家卫队撑腰。不过如今尼克斯队长已经废了，他们对卫队的控制力恐怕会大打折扣。切萨雷推测，如果埃德蒙皇太子真的准备动手，说明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正式现身。齐亚娜暗自思索，如果自己出手除掉普尔维斯家族，是不是能帮皇太子加速回归？毕竟那是西顿最得力的盟友。同时他也有些好奇，切萨雷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皇太子的秘密。不过转念一想，他在地下世界势力庞大，消息自然比只在首都活动的约书亚更灵通。看着齐亚娜若有所思的样子，切萨雷不禁有些好奇，不知道这位搭档心里又在盘算些什么。齐亚娜正拜托切萨雷，以后如果有皇太子的消息就告诉他。话没说完，马车突然因被加塞剧烈晃动，齐亚娜身体失衡，瞬间跌入切萨雷怀中。车外传来车夫慌忙的道歉声，切萨雷一边回应没事，一边却将齐亚娜搂得更紧了。齐亚娜有些疑惑，耳边清晰的传来了急促的心跳声，她下意识抬头看向切萨雷。齐亚娜正疑惑这心跳声为何如此急促，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巨响，漫天烟花瞬间在夜空中绽放。切萨雷看着窗外，顺势聊起关于皇太子的往事，透露这些烟花原本是皇太子17岁生日时，为了讨心上人欢心而特意准备的。齐亚娜好奇地追问对方是否知情，切萨雷却表示皇太子当年选择隐瞒，因为他觉得只要能远远看着对方开心，自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切萨雷感叹皇太子真是个心软的傻瓜，还没来得及举办生日宴就失踪了。如今皇帝病重，皇太子下落不明，西顿皇子便趁机放了这满城烟花，借此宣告现在已经是他的天下了。齐亚娜心想，西顿虽然表面风光，但此刻恐怕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果不其然，此时的西顿皇子正看着满地飘落的纸屑崩溃抓狂，看着窗外漫天绽放的烟花。齐亚娜觉得皇太子要是知道自己的生日烟花被别人拿去庆祝，心里一定会非常憋屈。切萨雷却意味深长地表示他或许会很高兴。切萨雷突然伸手轻抚齐亚娜的头发，温柔地感叹他眼中的烟花倒影非常迷人，甚至让他有些无法呼吸。齐亚娜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发懵，怀疑切萨雷是不是在故意勾引自己，甚至开始吐槽车厢里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看着切萨雷深情的目光，齐亚娜在心中暗自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和这种美丽的人渣扯上关系。切萨雷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只是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虽然内心不断警告自己，但切萨雷刚才那番情话杀伤力太大，还是让齐亚娜忍不住心跳加速，满脸通红。切萨雷顺势将她搂进怀里，借口外面又放起了烟花，提出既然自己赢了辩论，希望能这样多抱她一会儿。
齐亚娜警告他别得寸进尺，让他赶紧把搂在腰上的手拿开。切萨雷却笑着调侃，之前在外面演戏时他可没这么介意。齐亚娜红着脸辩解，那只是为了演戏。切萨雷却再次凑到他耳边，温柔的反问现在为什么不能继续。这暧昧的举动让齐亚娜瞬间身体一僵。齐亚娜冷不丁提醒切萨雷，他们之间不过是虚假的合作关系。切萨雷听完动作一僵，自嘲的松开手，感叹自己最近确实有些像在做梦。齐亚娜见状直接反客为主，一把揪住切萨雷的衣服，吐槽他要是再进一次皇宫，怕是连幻觉都要整出来了，劝他赶紧回领的待着。他甚至还好心建议切萨雷有空去看看心理医生，免得精神状态彻底失常。随后便催促切萨雷赶紧放手。然而切萨雷却直接选择装死沉默，任凭齐亚娜怎么呼喊都不再回应。马车就在这尴尬的氛围中继续在夜色里前行。齐亚娜觉得每次调查气氛都太暧昧，决定趁现在把话挑明，直言切萨雷过去的经历太糟糕，根本不适合当真正的恋人。他不计较俱乐部的事，但介意他在贫民窟放高利贷以及频繁出入港口的黑历史。切萨雷却反问他，如果自己没做过这些，是不是就行？齐亚娜有些迟疑的给出肯定回答。切萨雷接着追问，就算自己诡计多端且满身秘密，也无所谓吗？齐亚娜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毕竟他自己也是个浑身秘密的谋划者。面对齐亚娜的质问，切萨雷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轻笑出声向他道谢。这莫名其妙的态度让齐亚娜一头雾水。齐亚娜坐回原位，主动避开暧昧的恋爱话题，提议继续聊聊关于皇太子的正事。他想到如今皇太子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卧病在床的皇帝是否知情？在他的记忆中，皇帝如今意识模糊，曾经还因为皇太子的事向他致谢，感叹为人父母的无奈与私心。齐亚娜叹了口气，表示如果皇太子还活着，至少该让病重的皇帝知道，但他迟迟不现身，或许有隐情。而且如今皇室戒备森严，切萨雷直言现在想面见皇室极其困难，即便是他也几乎办不到。齐亚娜拿出一封信，得意地问切萨雷想不想见皇室成员，表示自己有办法帮他引荐。他调侃切萨雷好不容易从平民混成侯爵，死前怎么也得见一次皇室才算没白活。这番话让切萨雷一时语塞。齐亚娜趁热打铁，提出用这个觐见机会交换卵石矿，直言这种好机会只有他能给。切萨雷听完微微一笑，爽快地与他握手成交，感叹两人的合作又一次达成。齐亚娜看着窗外，心中暗自得意，觉得学院的竞争对手这下彻底没戏了。马车顺利抵达目的地，齐亚娜向切萨雷道谢，表示等家里确认好矿山交易就会给他写信。他顺口问起实验室的进度，切萨雷表示一切已按指示准备妥当，随时欢迎他去检查。齐亚娜凑过去小声叮嘱，让他多准备点上次那种咖啡，还提醒他别乱看，免得被人食破口型。切萨雷笑着答应会准备大餐，调侃他今天抱起来太轻应该多吃一点。话没说完，切萨雷似乎想起刚才拥抱的触感，突然沉默下来，耳朵也跟着红透了。齐亚娜见状有些无语，明明自己已经划清了界限，怎么气氛还是这么暧昧？她决定以后必须和切萨雷保持物理距离。她迅速后退，表示明天下午会去切萨雷的府邸。切萨雷主动提出派马车接送，却被齐亚娜直接婉拒。切萨雷解释自己不想干等，齐亚娜却提醒他这只是一笔交易，他当假情人只是为了帮他退婚。话音未落，切萨雷突然警觉地看向一旁，伴随着一阵马蹄声，阿维安骑马出现在两人面前。阿维安疑惑地看着他们，质问他们为什么会从那里出来。齐亚娜顿时有些紧张，担心刚才关于假情人的对话被他听去。齐亚娜接着质问阿维安为什么会来到弗雷利公爵府。阿维安解释自己是来道歉的，因为无法兑现之前共舞的约定，所以特意骑马赶了过来。齐亚娜在心里直翻白眼，觉得阿维安这副委屈道歉的模样，简直和梅丽莎一模一样，让她感到十分不适。切萨雷见状，直接挡在齐亚娜身前，以阿维安公务繁忙为由，冷淡的开口赶人。然而阿维安并没有打算离开，反而直言自己刚才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尤其是关于假情人的那部分。阿维安惊讶地确认两人并非真情侣。齐亚娜见状大方承认，并要求他保守秘密。切萨雷在一旁冷声威胁，警告阿维安别当忘恩负义的垃圾，把帮他复仇的恩人卖给罗德里戈。阿维安被切萨雷的气势震慑，连忙识趣的保证绝不外传，但他敏锐地发现切萨雷今天的心情似乎格外好。切萨雷却冷着脸表示这让他很烦躁。阿维安有些尴尬地转移话题，透露自己其实已经辞去了禁卫队队长的职务，今天只是刚交完辞呈，还没来得及换衣服。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齐亚娜和切萨雷瞬间愣在原地。得知阿维安辞职的消息，齐亚娜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想到通缉犯已经落网，倒也觉得这在情理之中。阿维安接着透露了内幕，他刚逮捕了嫌疑人阿林，就被第一队长尼克斯带走，结果不到2小时阿林就死于自杀。齐亚娜心里非常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自杀，而是被二皇子西顿下令灭口。他之前特意叮嘱将人带回公爵府，就是为了防范这种手段。阿维安对禁卫队的现状深感困惑，不明白其他队长为什么会盲从第一队长。阿维安解释说是由于政治原因。切萨雷听后却冷笑起来，质问本该不受限制履行职责的禁卫队，如今竟然也开始谈论政治了。
阿维安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承认禁卫队确实犯了错，他无法留在失去信念的队伍里，这才选择递交辞呈。交代完这些后，阿维安向齐亚娜行礼告别。可刚走没2步，阿维安又突然停下，转过身来，提议如果齐亚娜需要假情人，随时都可以来找他。这番话让齐亚娜彻底愣在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阿维安骑马离去。齐亚娜感叹如今局势混乱，切萨雷也惋惜禁卫队失去了一个人才。此时的皇宫深处，斯卡里正守在病重的皇帝榻前，皇帝虚弱的提起听闻皇太子再次现身的消息。斯卡里表示目前并无实证，没人真正确认过皇太子的长相。不过第一队长曾是埃德蒙的护卫骑士，也是当年那场野餐的知情人。斯卡里直言二皇子西顿不配继承皇位。皇帝听后情绪激动地攥紧了背角。斯卡里握住皇帝的手，继续提起皇太子埃德蒙的事情。皇帝询问斯卡里是否还记得20年前的最后一个神谕，预言称邪恶力量将带来灾难，但守护皇室的弗雷利家族会战胜它。皇帝认为预言中的灾难就是皇太子埃德蒙的失踪，虽然不能盲信预言，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希望。皇帝反过来握紧斯卡里的手，提起刚刚回国的齐亚娜，认为齐亚娜和皇太子是命中注定的一对。这番话让斯卡里十分诧异，皇帝甚至开始畅想齐亚娜和皇太子结婚后的生活，觉得只有齐亚娜的性格才能保护好单纯善良的皇太子。斯卡里听得满头黑线，忍不住提醒皇帝，齐亚娜现在已经有了恋人。皇帝顿时尴尬的说不出话，只能翻过身去，以身体不适为由把斯卡里赶了出去。斯卡里离开寝宫后，越想越憋屈，决定把这股无名火全撒在普雷斯公爵府头上。此时画面回到了弗雷利公爵府，医生凯隆向约书亚和齐亚娜汇报说，已经给朱丽叶斯注射了镇静剂，而达拉姆也已经回房休息。送走医生后，约书亚忍不住暗自吐槽，怀疑医生把人跟野兽的药开反了。随后约书亚瘫在沙发上抱怨祖父不在家，导致他工作量超负荷。齐亚娜直接拆穿他，指出他其实只是叫了个医生而已。齐亚娜顺便炫耀自己克服创伤，成功拿下了卵石矿的合同，并催促约书亚赶紧回家。约书亚委屈地表示自己是因为担心他，才特意去了平时不爱去的宴会。齐亚娜顺势提醒他，作为哥哥应该为妹妹准备明天的事务。约书亚这才反应过来，急忙去准备。约书亚叹了口气，表示本想看在莱昂的面子上留情，但现在必须彻底解决普雷斯家族。齐亚娜有些意外，调侃平时没朋友的约书亚居然和普雷斯家的长子有交情。约书亚解释说自己曾收到过对方送的限量版腰带。齐亚娜听完忍不住打趣他，为了帮自己连恩人的家族都整，看来他真的很喜欢自己这个妹妹。约书亚顿时急红了脸，大声反驳让齐亚娜别自作多情，因为很快整个帝国的人都会喜欢他。齐亚娜再次催促约书亚离开，约书亚却说还有重要的事情，那是齐亚娜之前拜托他调查的事。齐亚娜想起自己曾让他调查祖父斯卡里的召唤兽霍夫究竟是什么时候失踪的。约书亚透露，霍夫失踪的那天正好是齐亚娜去学院的日子。这个巧合的时间点让齐亚娜陷入沉思。深夜的公爵府里，失踪的召唤兽霍夫却突然现身，主动向齐亚娜打起了招呼。齐亚娜直接质问他，5年前自己去学院那天，他是不是在暗中跟踪？被戳穿的霍夫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开始邀功，声称要不是自己多次暗中保护，齐亚娜早就遭遇了危险。齐亚娜无情拆穿他，吐槽他邀功的嘴脸和祖父一模一样。眼看糊弄不过去，霍夫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6年前齐亚娜负气出走后，斯卡里公爵其实非常担心，这才特意派他在暗中一路守护。霍夫解释说自己是为了确认齐亚娜的安全，并观察她是否感到悲伤。齐亚娜虽然对祖父的关心有些触动，但她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质问霍夫当年到底出手救了谁，因为她自己从未中过毒，更没有接受过霍夫的解毒帮助。那霍夫当年进化的剧毒显然是用在了别人身上。霍夫被戳穿后有些慌乱，吐槽齐亚娜和祖父一样冷酷，在这种感动的时刻居然毫不动容。齐亚娜表示自己和祖父早就和好了，随后继续逼问真相，指责霍夫对救命恩人撒谎，并质问是不是祖父命令他保密的。霍夫顿时哑口无言，陷入了沉默。齐亚娜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以霍夫的性格，绝不会多管闲事去救普通人，除非对方是皇室成员。齐亚娜一直想不通，武艺高强的皇太子当年为何会无助坠崖，现在看来他当时显然是中了毒，而暗中跟着自己的霍夫顺手帮他解了毒。可传闻中皇室成员天生对毒素免疫，既然如此，皇太子又怎么会中毒？齐亚娜猛然意识到，有人研发出了能对皇室生效的奇毒，这也解释了皇太子当年为何无法联系皇帝，因为一旦他贸然现身，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齐亚娜把所有线索串联了起来。当年霍夫解毒后拼死爬回公爵府，祖父看到奄奄一息的霍夫，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由于皇太子生死未卜且缺乏证据，加上皇帝病重，自己还有4个孙辈需要保护，一向冲动的祖父只能选择隐忍。而皇帝显然也知情，这才一直坚信皇太子还活着。齐亚娜又联想到自己刚回国时，祖父曾遭遇过一次下毒暗杀，这其实是二皇子西顿的试探。他注意到霍夫消失了整整6年，怀疑是弗雷利家族救了皇太子，所以才用下毒来测试霍夫的反应，这也让公爵府彻底成了他的眼中钉。
齐亚娜心中十分吃惊，皇太子等于欠了弗雷利家天大的人情，可祖父却因此晚年遭遇惨剧，这让他内疚的怀疑，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当年去了学院。正自责时，却皮带着信飞了回来。齐亚娜顾不上叙旧，赶忙跟他索要信件，让满心欢喜的雀皮有些不满。信中对方报了平安，并承诺眼下的困境很快就会解决。可齐亚娜注意到信上的日期，刚好是罗德里戈送来求婚信的那天。难道对方所说的解决手段竟与这场求婚有关？齐亚娜看完信后，整个人都傻了。信上说求婚之所以泡汤，是因为皇太子突然现身，导致阿尔卡大发雷霆。得知真相的齐亚娜瞬间暴怒，直接把信纸揉成一团，痛骂对方是个忘恩负义的混蛋。明明是弗雷利家族施予了恩惠，对方却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看着气急败坏的齐亚娜，一旁的雀皮忍不住暗自感叹：写信的家伙当时肯定觉得自己帅爆了，根本想不到会是这种下场。齐亚娜回想起回归前的遭遇，在全族因叛逆罪被捕的那天，直到最后一刻，皇太子都未曾现身，这代表在家族最需要他时，他选择装聋作哑，彻底无视。虽然心中满是愤怒，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硬着头皮与他合作。疲惫的齐亚娜决定先回房休息。而在很久以前，埃德得到了艾丽的深深感谢，艾丽向他郑重承诺，弗雷利家族将永远效忠于他的后代。艾丽抚摸着埃德的头发，预言神的力量终将消逝，但弗雷利家族会永远守护这个国家。他甚至许下转世的誓言，承诺若有来生，必将一切奉献给埃德。埃德并不在乎这些回报，他只希望来世能与艾丽成为真正的爱人。他轻轻吻了艾丽的手背作为回应，艾丽微笑着接受了这份心意。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艾丽叮嘱埃德在自己死后要好好活下去，并拜托他代替自己去收集宝石，将最美丽的那颗命名为艾丽。埃德郑重地答应了他。艾丽最后叮嘱埃德，无论面对什么都不要低头，要挺起胸膛活下去。埃德向艾丽坦言，自己以后无法在身边留下召唤兽，因为这会让他不断想起擅长此道的艾丽。齐亚娜突然从梦中惊醒，她没想到自己会梦到开国皇帝以及弗雷利家族的始祖艾丽。梦中两人的深厚感情与历史书上的记载完全不同，历史文献中从未记录过他们的关系。根据记载，艾丽在20出头便早逝，弗雷利家族由他的弟弟继承，而埃德也终生未娶，最终将皇位传给了侄子。齐亚娜感叹梦中两人的真挚感情，没想到傲慢的皇室历史中竟然隐藏着如此凄美的故事。一旁的雀皮注意到齐亚娜眼角有泪，急忙询问她是不是做了噩梦。齐亚娜擦去眼泪否认了。她想起曾有人劝告自己，梦境无法作为证据，如果到处乱说只会被人当成疯子。齐亚娜只能将这个秘密藏在心底。她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再多想，起身后径直走向书桌，连睡衣都顾不上换，就急匆匆地开始写信。这反常的举动让侯感到十分困惑，不明白他一大早到底要写给谁。一旁的雀皮看着他疯狂写作的架势，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忍不住弱弱地开口询问。齐亚娜头也不抬地夸奖雀皮，说他这次送完信回来得比预期还要快。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一个让雀皮毛骨悚然的假设：如果他余生不休息，一直连轴转，送信任务是不是能完成得更快？雀皮被这压榨劳动力的话吓得直冒冷汗，可齐亚娜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很快就写好了信件。信中叮嘱对方先放过本，等时机成熟再动手，警告对方进入皇宫后千万别轻举妄动。齐亚娜微笑着把信塞给雀皮，催促他赶紧出发。可怜的雀皮连一天都没休息过，只能在心里默默吐槽齐亚娜是个工作狂，甚至开始发愁该怎么改变他现在的状态。雀皮对齐亚内的魔法理论十分无语，吐槽他彻底成了魔法工程的受害者，随后便飞走去执行送信任务。齐亚娜随后来到别馆，准备寻找朱丽叶斯。她在走廊上拦住一名女仆，直接要走了对方手里的最新报纸。看着封面上梅丽莎那张挑衅的脸，齐亚娜感到十分火大。上面的头条新闻正是普尔维斯公爵府偷税漏税的爆料。齐亚娜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让对方付出同样的代价。由于看得太入神，齐亚娜走路时不小心撞到了祖父斯卡里，斯卡里顺手收走报纸，叮嘱他走路别看报，免得伤了眼睛。齐亚娜表面乖巧答应，心里却默默吐槽自己当年在黑暗中研究魔法，视力其实早就没救了。斯卡里得知他要去找朱丽斯，调侃对方饭量大，一时半会吃不完，便顺势邀请齐亚娜去庭院聊聊。齐亚娜跟着斯卡里来到庭院，斯卡里为齐亚娜小时候受的委屈道歉。齐亚娜有些措手不及，她本来只想问昨天打压公爵府的事，没想到话题会变得这么沉重。为了不让气氛变得尴尬，齐亚娜打算模仿梅丽莎的温柔语气，说些体贴的话来安慰祖父。齐亚娜顺势说出心中的疑问，自己不仅无法召唤兽，外貌也与家族其他人截然不同，这甚至让她怀疑起自己的真实血统。话刚出口，齐亚娜就暗自懊恼，怪自己不该轻易展现脆弱的一面。斯卡里坦言自己也不清楚答案，在他的眼中，齐亚娜的父亲海德一直是他的骄傲，他也同样喜爱海德的妻子艾妮斯。当年一家人齐聚一堂的幸福时光，是他这辈子经历过最温暖的岁月。当变故像寒冬般毫无征兆的降临时，他承认自己最终没能挺过去。斯卡里看着齐亚娜，认真的说道：“千万别觉得自己不配做普雷莱家人，血脉的纽带才是最重要的。从孩子们出生的那一刻起，那份喜悦就足以让他爱大家一辈子。而且
他至今也不怨恨艾妮斯，即使传闻是真的，他也只会感到悲伤，而不是怨恨。所以你长得像艾妮斯，根本不会让我感到困扰。那些流言蜚语完全是胡说八道。祖父的这番话彻底解开了齐亚娜的心结，无论她能不能召唤兽，她都是斯卡里最疼爱的孙女。斯卡里温柔地摸着齐亚娜的头，表示要亲自出手，彻底清理当年造谣的那些家伙。齐亚娜顺着话接了下去，甚至表现得比祖父还要狠辣。这凶狠的态度反而把斯卡里吓了一跳。不过齐亚娜打算借刀杀人，毕竟同为公爵家族，正面冲突难免两败俱伤。她要让对方坠入前世毁灭自家的陷阱。随后他迅速变回乖巧的模样，表示很开心能和祖父达成共识，只留下斯卡里在一旁尴尬的咳嗽。两人并肩走在走廊上，斯卡里主动承诺，以后若要邀请家人参加宴会，随时可以找他来撑腰。齐亚娜由衷觉得两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斯卡里带着齐亚娜推开房门，只见朱丽叶斯被五花大绑在床上，一看到齐亚娜就激动的大喊。朱丽叶斯的召唤兽松鼠达拉姆抱怨，这家伙为了见齐亚娜一直胡闹，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朱丽叶斯气愤的大吼，抱怨昨天还没和齐亚娜说上话，就被医生凯龙打了一针麻醉。斯卡里冷酷地催促他赶紧康复，好，早点滚回北方去。达拉姆也在一旁附和，劝他不能让北方长期无人看守。朱丽叶斯纳闷医生怎么还不退休，斯卡里解释对方需要高昂医药费，而且没人比他更了解家族成员的身体，这让齐亚娜联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朱丽叶斯提到，当年正是医生凯龙帮他查明了噩梦的真相。齐亚娜听到噩梦两个字，顿时警觉起来。朱丽叶斯解释说，当时是因为召唤兽的力量无处宣泄，才会在梦境中显现出来。不过时间太久，他已经记不清细节了。这时，召唤兽达拉姆突然插话，说他在10年前的齐亚娜身上也感受过一模一样的能量波动。这个消息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达拉姆解释道，朱丽叶斯当年迟迟无法召唤神兽，力量在潜意识里累积成了梦境，而齐亚娜当年也有过类似的状况。达拉姆顺口询问齐亚娜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怪事。齐亚娜神色凝重地看向朱丽叶斯，急切地追问他当年到底梦到了什么。朱丽叶斯回忆说，医生凯龙曾告诉他，那些噩梦很可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而不仅仅是普通的梦境。这让齐亚娜想起了小时候的痛苦经历，当时也有人警告他，如果把梦境说出去只会被当成疯子。齐亚娜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差，这让朱丽叶斯有些担心。齐亚娜没有解释，而是请求朱丽叶斯让达拉姆使用洞察能力。朱丽叶斯虽然答应，但提醒他这个能力只能对平民使用，并询问他的目标是谁。齐亚娜神色阴沉地给出了答案，他的目标正是主治医生凯龙。齐亚娜冷冷地补充道，当年关于梦境的真相，其实全都被主治医生凯龙给彻底掩盖了下来。齐亚娜当面质问医生凯龙关于母亲艾妮斯当年坠崖的真相，她追问确切的死亡时间是否就是坠崖的那一刻。医生凯龙跪在地上给出了否定回答，他坦白艾妮斯的真正死亡时间其实是在坠崖前的2个小时。这个回答让斯卡里和约书亚震惊不已，愤怒的约书亚直接冲上前，死死揪住医生的衣领，大声质问，逼问他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质问，医生只是流泪忏悔，嘴里不断念叨着艾妮斯的名字，而齐亚娜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一切。齐亚娜意识到，母亲在被马夫带上悬崖前就已经是个死人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深夜私奔，而是一场精心伪造的谋杀案。凶手利用主治医生凯龙彻底篡改了死亡时间。根据随后的审问得知，当年凯龙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他配合伪造坠崖死因，否则他的家人就会被立刻除掉。信里还附带了他家人的头发。送信后不到半小时，马车就坠下了悬崖。凯龙虽然心存愧疚，想要辞职，但为了给妻子治病，只能妥协。甚至后来听到齐亚娜提起梦境，他明明知道这和朱丽叶斯一样是召唤兽力量觉醒的征兆，却还是选择隐瞒了真相。凯龙辩解说，他以为那只是艾妮斯的梦境，加上艾妮斯确实留下了亲笔信，而齐亚娜又迟迟无法召唤神兽，他便以为只要等待齐亚娜觉醒就好。斯卡里实在看不下去凯龙的狡辩，直接亲自动手，把凯龙一路拖进了地牢。而朱丽叶斯因为深受打击，当场在床上晕了过去。房间里最后只剩下齐亚娜和约书亚。约书亚为自己无法安慰妹妹感到抱歉，毕竟齐亚娜才是这场阴谋最大的受害者。但齐亚娜此时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她急着要去调查更重要的线索。齐亚娜直言大家都是受害者，让约书亚别再说这种傻话。约书亚虽然嘴硬说不需要外行安慰，但两人的关系显然缓和了许多。齐亚娜劝约书亚把精力放在调查母亲的死因上，两人达成共识后，约书亚先行离开。齐亚娜独自思索接下来的计划。医生凯龙知道的线索非常有限，他必须查明母亲当年留下的绝笔信究竟是自愿写下还是受人胁迫。此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召唤兽雀皮或许根本不属于梅丽莎，而是他自己的召唤兽，当年的梦境很可能也是真实的。他回想起梅丽莎曾经的道歉，怀疑对方其实早就知道真相。虽然夺走他人召唤兽的事情闻所未闻，但在这个充满阴谋的局势下，任何荒谬的手段都有可能发生。齐亚娜无法忽视这个荒谬的猜测，如果雀皮真的是被梅丽莎夺走的，那这个女人隐藏恶意的手段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齐亚娜无奈地叹了口气，明明自己已经是第20位人，却发现前世有太多真相被蒙在鼓里，这让她感到无比荒谬和挫败。好在祖父斯卡里之前的话给了他极大的安慰，明确了他作为家人的身份，这让齐亚娜重新振作了起来。既然已经看清了局势，齐亚娜不再纠结于过去的无知，她必须立刻规划好下一步的行动。亚历克斯在前往摧毁学院的途中，偶然路过了一处地方，并在这里大开杀戒。看着满地的尸体和血迹，亚历克斯感到十分荒谬。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个地方意外得知了某些惊人的情报。原来父亲海德在去普雷莱公国的路上，曾在这里停留。得知真相后，他彻底崩溃，直接逃往了北方极寒之地。亚历克斯意识到，父亲当年逃往北方，恐怕不只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和齐亚娜的召唤兽有关。眼看学院开学在即，亚历克斯决定速战速决，尽快赶回去见齐亚娜。他待着手下立刻动身。此时，在弗雷利家族的府邸里，重病的朱莉叶斯躺在床上，齐亚娜和刚刚赶回的约书亚守在床前。斯卡里看着逐渐康复的朱莉叶斯，催促他明天就启程返回北方，毕竟北方的银石业务不能长期无人打理。随后，斯卡里向齐亚娜交代了新任务，让他去确认海德的生死。当年他母亲去世后，海德精神失常，被朱莉叶斯派去北方讨伐魔物后失踪，至今已被困在北方深处17年。现在唯一能确认海德安全的方法，就是依靠他召唤兽的定位能力，每周向天空发射一次光柱信标。朱莉叶斯在北方确认了信标，证实海德确实还活着。但齐亚娜实在想不通，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深入极寒之地？看着眼前的约书亚，齐亚娜对父亲的记忆非常模糊，她只知道约书亚和父亲长得很像，而父亲曾是祖父最大的骄傲。在他的记忆深处，父亲曾是个无比温柔的人。可越是这样，齐亚娜就越不敢轻易去回忆。她害怕残酷的现实会击碎这份美好，更害怕父亲回来后看到长相酷似母亲的自己，只会勾起无尽的痛苦。但看着眼前的局势，齐亚娜默默攥紧了拳头。她知道自己不能再退缩，必须亲自去面对这一切。朱莉叶斯躺在床上感叹，如果艾尼斯还活着，家族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分崩离析。齐亚娜也忍不住心生幻想，如果母亲还在，大家或许都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回到现实，斯卡里表示审问了凯龙一整天，但对方确实不知道更多内幕了。约书亚推测，能直接在公国动手的幕后黑手绝对不是普通人。齐亚娜随即抛出新线索，她查到母亲当年频繁被第三皇后召见，这让朱莉叶斯震惊不已。朱莉叶斯确认了第三皇后的身份，正是西顿皇子的生母多洛丽丝。她回忆起当年艾尼斯在北方时，两人曾在城堡里见过面。当时海德和艾尼斯前往北方拜访，正在旅行的多洛丽丝也顺道停留。虽然相处了半个月，但多洛丽丝一直瞧不起艾尼斯。齐亚娜推测这并不奇怪，毕竟多洛丽丝是高贵的大宫女，而母亲只是寄人篱下的孤女。而且多洛丽丝似乎对海德也有好感。可奇怪的是，在母亲出事前的那段关键时期，关系冷淡的多洛丽丝却突然开始频繁召见母亲。约书亚也认为这其中必有蹊跷。齐亚娜决定深入调查此事，并叮嘱在查明真相前，必须对所有人严格保密。约书亚回想起以前在学院做小组作业时，自己总是默默包揽了所有的活，现在被齐亚娜带着，才明白什么叫被队友带飞。齐亚娜笑着祝他好运，还调侃说如果没素材，可以卖自己的绯闻。约书亚却根本笑不出来，担心舆论发酵后两人会被逼着结婚，他可不想和切萨雷那种暴徒成为一家人。齐亚娜听了，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觉得约书亚其实也半斤八两。约书亚顺便把阿维安也嫌弃了一遍，齐亚娜有些纳闷，怎么会扯到他身上？约书亚直接点破，阿维安在宴会上等了他整整1晚，甚至连开场舞都没跟别人跳。齐亚娜对此感到十分困惑，自己明明什么特别的事都没做过。约书亚则毫不留情地毒舌起来，吐槽阿维安的品味简直奇特，居然会看上一个名花有主的人。看着约书亚情绪激动的极力反对，齐亚娜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说这不过是一场契约合作，只要各自达成目的，这段关系就会立刻宣告结束。齐亚娜纠正约书亚的胡思乱想，表示自己和阿维安根本没签过什么1年契约，更没有禁止身体接触的条款，让约书亚赶紧把脸挪开。约书亚听完顿时松了一口气，齐亚娜顺势叮嘱他，之后撰写新闻时要实事求是，千万别给其他人添麻烦。接着齐亚娜又提出了新要求，让约书亚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专门散布皇太子已经回国的传闻，他想借此给特定的人施加压力。约书亚一口答应了下来。就在两人商量对策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管家慌慌张张的在门外大喊，向朱莉叶斯紧急汇报。原来是梅丽莎以神女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登门拜访，这让齐亚娜瞬间警惕起来。梅丽莎突然登门拜访，竟然当众宣布自己不想再当神女，理由是修道院的修行实在太辛苦。祖父斯卡里听后大失所望，质问他当初声称得到神启，执意要去修道院时，怎么没嫌辛苦？梅丽莎委屈地向祖父认错，却辩称人生规划随时可以改变，甚至拿齐亚娜从学院退学当借口，声称自己非常理解齐亚娜的处境。齐亚娜听完直接冷脸打断，指出自己好歹在学院待了6年，而梅丽莎连2个月都没坚持住，根本没有资格和自己相提并论。
梅丽莎委屈的辩解，说自己在修道院不眠不休的做志愿，整个人都变得又瘦又苍白，不像在学院里读书那么舒服。面对齐亚娜的质问，梅丽莎立刻红着眼睛道歉，声称自己不该在聪明人面前乱说话。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让气氛十分尴尬。斯卡里见状出面打圆场，让坐了长途马车的梅丽莎先去休息，同时也让齐亚娜和约书亚早点回房。齐亚娜看着梅丽莎离去的背影，心里感到无比烦躁。她发现自己现在连表情管理都快做不好了。更让她警惕的是，明明是梅丽莎先开口挑衅，最后却通过当众道歉，把她架在了恶人的位置上。齐亚娜开始怀疑梅丽莎是不是早就知道召唤兽的秘密。今天这一出以退为进的戏码，根本就是对方精心策划的阴谋。齐亚娜很快冷静下来，觉得梅丽莎主动送上门反而是个机会，正好可以当着全家人的面调查清楚那个梦境背后的真相。为此，她必须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这时，梅丽莎突然凑上前，热情地向约书亚打招呼，却只换来对方冷漠的注视。梅丽莎见状，立刻露出一副委屈的模样，为自己打扰了他们兄妹而道歉。约书亚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冷酷地戳穿他，既然知道自己不识相，就赶紧滚开。梅丽莎尴尬道歉后，又转向齐亚娜，声称自己在她面前总觉得很渺小。对于梅丽莎声称自己紧张发热变瘦的借口，齐亚娜直接用热胀冷缩的常识无情戳穿，让梅丽莎一时间尴尬的无言以对。眼看装可怜的把戏被当场拆穿，梅丽莎只能借口身体疲惫狼狈离去。约书亚在一旁默默观察着一切，他发现齐亚娜一见到梅丽莎就情绪失控，这种针锋相对的态度对齐亚娜非常不利。为了避免齐亚娜继续在家里和梅丽莎起冲突，约书亚主动提议让齐亚娜搬去他家暂住，却被齐亚娜当成了胡言乱语。约书亚解释自己提出这个建议，只是不想让齐亚娜每天都看到梅丽莎。齐亚娜却根本不买账，质问自己又没做错事，凭什么要为了躲对方而搬走？约书亚顺势坦白，自己当年搬出去住也是为了避开亚历克斯，因为害怕再待下去，自己也会变成对方那副可怕的样子。面对齐亚娜的询问，约书亚坦诚自己的确在担心她。梅丽莎擅长以退为进地挑衅，齐亚娜一旦被激怒反击，在所有人眼里反而会变成恶人，到时候祖父斯卡里只能独自收拾烂摊子。听到约书亚拿孝顺说事，齐亚娜提议让他干脆搬回主宅来住。约书亚果断答应，表示有他在局势就会截然不同。齐亚娜向约书亚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他能帮自己一个忙。画面转到阴暗的牢房里，被关押的凯龙独自叹息，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为了保护家人，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知道的线索。这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凯龙警惕地抬起头，发现来人竟然是齐亚娜。齐亚娜看着眼前被绑着的凯龙，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凯龙以为齐亚娜是来责罚他的，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但齐亚娜却直接打断他，说自己来这里只是想问一件事。齐亚娜开门见山地询问祖父斯卡里的身体是不是出了问题。凯龙听后顿时面露惊色。齐亚娜指出，祖父肯定叮嘱过凯龙要保密，但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如果斯卡里再这样硬撑下去，身体在1年内就会彻底垮掉。他必须知道祖父到底得了什么病。面对齐亚娜的逼问，凯龙沉默片刻后终于坦白，斯卡里只是因为年迈加上过度劳累，现在必须立刻停止所有工作。得知祖父每天只睡3个小时，齐亚娜意识到必须尽快交接公爵之位，但只有他父亲接受过继承人训练，而且继承人关系到家族的召唤兽契约，斯卡里根本无法随便找人代替。凯龙解释说，斯卡里看似冷酷，其实是为了给孙辈自由才独自硬撑，希望齐亚娜不要怨恨祖父。可他话刚说完，就后悔自己多嘴了。齐亚娜却表现得异常冷静，认为只要把父亲带回来就能解决问题。说完，他便直接转身离开，留下凯龙在身后焦急地呼喊。凯龙见齐亚娜要走，惊讶地询问他为何不责罚自己。齐亚娜冷淡地表示，祖父肯定已经做好了无情的处置，他不想再浪费精力。虽然他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但他也绝对不会原谅凯龙。凯龙低头请求大小姐不要原谅他，却被齐亚娜冷酷地打断，警告他这并不是他能决定的事。就在齐亚娜准备离开牢房时，凯龙急忙出声叫住了他，表示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齐亚娜停下脚步，冷冷地警告他，如果只是为了自我安慰说些废话，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凯龙透露了他对普雷莱家族的长期研究，他指出召唤失败时梦到的通常是过去，但关于雀皮的梦境却并非真实发生过。齐亚娜也清楚这种梦境无法作为证据。凯龙接着警告，如果雀皮真是齐亚内的召唤兽，一旦完成真正的召唤，被封印的庞大力量将会瞬间释放。齐亚娜表示自己会记住这个线索，但他冷酷地警告凯龙，别指望用这些情报来换取宽大处理。凯龙低头表示自己绝无此意。齐亚娜转身离开牢房，凯龙看着他的背影，默默期盼他能为艾尼斯报仇。回到阳光明媚的庄园，斯卡里心疼地抱住齐亚娜，叮嘱她遇到麻烦随时联络，甚至开玩笑要替她去教训对手。朱丽叶斯让齐亚娜扔掉仇家送的保暖时，齐亚娜却觉得东西无罪，直接扔掉实在太浪费。
松鼠达拉姆主动提出帮忙处理，让齐亚娜感到十分安心。朱丽叶斯欣慰地抚摸着齐亚娜的头发，感叹爱尼斯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朱丽叶斯温柔地邀请齐亚娜有空去北方的领地散散心。她坦言之前一直不敢开口，是怕齐亚娜误会自己被发配到旁系领地，如今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发出邀请。齐亚娜这才明白教父的良苦用心，无论相隔多远，朱丽叶斯永远是她最坚实的后盾。她微笑着目送教父骑马离去。随着庄园大门缓缓关上，齐亚娜正准备转身回去，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在叫她的名字。梅丽莎突然出现，询问朱丽叶斯大人是否已经离开，声称自己只是想来打个招呼。齐亚娜想起10年前对方来访时，梅丽莎根本还没有来到这个家。齐亚娜冷淡地表示，没必要去见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更何况对方连家里的直系子嗣都经常会把名字叫错。梅丽莎听后立刻摆出委屈的姿态，为自己没有分寸而向齐亚娜道歉。齐亚娜却根本不想看她演戏，直接要求她有话直说，别再用直系旁系的话题拐弯抹角。面对齐亚娜的冷淡态度，梅丽莎委屈地指责她说话太不客气，齐亚娜却毫不客气地回怼回去。就在这时，雀皮突然飞了回来，还没等她跟齐亚娜说上话，梅丽莎就兴奋地叫出了她的名字。齐亚娜看着这一幕十分震惊，她没想到雀皮会回来的这么快，这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料。梅丽莎激动地抱住雀皮，当场大声宣布自己决定放弃神女的身份，重新做回梅丽莎。小鸟雀皮心里直犯嘀咕，既然梅丽莎已经脱离了家族，自己作为召唤兽就不该继续跟着她。正当他纠结要不要更换主人时，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璀璨光芒。梅丽莎和齐亚奈循声转头看去，来人正是赶到的约书亚。面对梅丽莎惊讶的呼喊，约书亚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齐亚娜无心关注两人的重逢，直接把目光转向雀皮，催促他立刻回到岗位准备干活。雀皮看着眼前的复杂局势一脸茫然，搞不懂为什么这时候还要继续工作。得到齐亚娜肯定的答复后，雀皮只能乖乖飞回他的指尖。齐亚娜微笑着给他安排了全新任务，让他把一封信紧急送往学院。齐亚娜叮嘱雀皮将信送给被排挤的博士生丹尼斯，并顺路帮忙查看邮箱里是否有回信。约书亚见状连忙凑上前追问信件内容。齐亚娜小声透露，这封信关乎挽救父亲生命的关键办法，必须以最快速度送达学院。前世他也曾寄出过这封信，却中途被学院的教授们扣押拦截，最终导致父亲暴汗离世。这一世他绝不能让悲剧重演，只要成功救回父亲，祖父的身体状况也能得到保全。约书亚听完后震惊的说不出话，一旁的梅丽莎却突然插话，大声指责齐亚娜过度劳役召唤兽，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雀皮。雀皮见状赶忙心虚的解释，表示自己在路上其实也见到了不少趣事。梅丽莎情绪十分激动的大喊，称自己当初费尽千辛万苦才召唤出雀皮，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齐亚娜如此虐待她。齐亚娜听后只是冷笑一声，反问梅丽莎就算心有不甘又能怎样。随后她转身催促雀皮立刻出发，甚至严厉警告要重新叫她召唤兽的规矩。雀皮吓得不敢再有半点耽搁，急忙振翅飞走前往学院送信。一旁的约书亚见状忍不住再次开枪，指责齐亚娜行事过于刻薄，断定她急着打发走雀皮，只是担心梅丽莎会重新抢回召唤兽。约书亚继续当面指责齐亚娜，称她长大之后依然毫无长进。梅丽莎听完感动的直接扑进约书亚怀里，委屈哭诉自己不该顶撞身为直系的齐亚娜，但雀皮对自己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这时斯卡里沉着脸走了过来，冷冷地打断了两人之间的温存。斯卡里直言，如果雀皮真的那么重要，梅丽莎当初就不该轻易放弃他，更不该对已经重新认主的事物说三道四。斯卡里指明雀皮刚才被派走时，明明流露出了解脱的轻松表情，这说明齐亚娜才真正懂召唤兽的心思。梅丽莎见势不妙，赶忙装出娇弱委屈的模样，为自己这个外人多嘴干涉而赔礼道歉。斯卡里完全没有被他的眼泪所打动，只是语气冷淡地表示自己对待齐亚娜同样严格，任何人犯了错都会一视同仁地受到责罚。斯卡里直言梅丽莎也是自己的孙女，但他刚才对待召唤兽的态度实在令人失望。约书亚见状急忙将梅丽莎护在身后，指责是齐亚娜行事阴险毒辣，才逼得梅丽莎不得不出面争夺。说完便拉着梅丽莎离开，去给她挑选礼物。看着约书亚远去的背影，斯卡里不禁怀疑这个孙子是不是失心疯了。齐亚娜在一旁倒是显得毫不在意，毕竟约书亚向来就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这时，之前被安排去打探消息的斯派走了过来，小心翼翼地建议带齐亚娜出门逛街散心。齐亚娜看出了斯派心中的担忧，但还是果断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吩咐斯派立刻给莱文侯爵府送去信件，约定晚些时候前去拜访。霍夫抓着斯卡里向莱文侯爵府飞去，斯卡里被勒得几乎喘不过气。霍夫耐心地劝说他，为了彻底隔开齐亚娜和梅丽莎，现在只能暂时忍耐一下。齐亚娜决定今天一整天都留在侯爵府。斯卡里听闻这个消息大受刺激，当场晕了过去。霍夫只能焦急地叮嘱齐亚娜，一定要等梅丽莎睡下之后再返回。画面切回到前一天晚上的莱文侯爵府，兰亚克得知相关消息后震惊不已，当面质问切萨雷，先前不是声称与齐亚娜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吗？兰亚克觉得切萨雷人品端
正如果两人真的能够顺理成章发展下去也很不错。切萨雷静静站在阳台上听着，自始至终没有出言反驳。兰亚克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的失言，连忙闭嘴收回刚刚说过的那些话。切萨雷此时却满脸通红的小声解释，自己和齐亚娜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利用关系。兰亚克听完感到更加不可思议，急切的想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没等他问个水落石出，就被身旁赶来的仆人强行脱离了现场。仆人们纷纷摇头吐槽兰亚克太没眼力见，居然直到现在都没看出自家主人的心思，只留下切萨雷独自站在走廊里陷入沉默。切萨雷独自站在夜色下，心中却怎么也无法平静。他很清楚阿维安是个好人，可只要看到对方接近齐亚娜，他就控制不住地感到嫉妒。这种强烈的占有欲让他无法再自欺欺人。他原本以为只要能陪他跳支舞，或者喂他吃点好吃的，自己就会心满意足。可现实却是他越陷越深，根本无法从这场美梦中清醒。他曾经发誓绝不再信任任何人，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齐亚娜成了他唯一的例外。切萨雷独自在走廊里思索，自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产生了这种异样的感情？是因为他曾真心的为自己祈祷，还是因为他为了自己在肮脏的角落里与梅耶对峙？切萨雷闭上双眼，意识到答案其实比这还要早得多。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两人的命运就已经交织在了一起。那是在他11岁那年的春天，莉莉尼学院受邀访问皇宫，学院的学者在现场向众人展示即将安装的钟楼模型，并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其中运用到的学院专利技术。学者枯燥的讲解让孩子们昏昏欲睡，唯独齐亚娜听得津津有味，甚至主动举手向教授提问，成了全场唯一能跟上思路的人。虽然教授以专利为由没有透露核心，但齐亚娜显然对钟楼产生了浓厚兴趣。可惜皇太子抢先一步，花5倍高价买下了钟楼的独占权。皇太子把钟楼建在皇宫外的一座山丘上，声称这东西只有远看才漂亮，而那座山丘刚好就在皇太子的训练场旁。此后每当皇太子在场上练剑，一抬头就能看见他安静地坐在钟楼前。这幅画面让皇太子有些在意，于是他偷偷吩咐仆人送去茶点。可这些热茶和点心却被齐亚娜毫不客气地退了回来。他甚至有些生气地表示，自己可不是来这里悠闲喝茶的。这冷冰冰的拒绝让皇太子见识到了他脾气暴躁的一面。可齐亚娜并没有因此放弃，整整3个月，他每天都会准时出现。这份超乎常人的执着让皇太子深受震撼。可突然有一天，他不再出现了。直到莉莉尼学院的教授再次来到皇宫，皇太子才重新见到了他。当时齐亚娜直接递过去一大叠厚厚的资料，把现场的教授吓得目瞪口呆。教授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靠着自学就掌握了如此深奥的知识，而齐亚娜只是自信地给出了肯定回答。教授被齐亚娜的惊人天赋所折服，主动邀请她一起研究更复杂的结构。一旁的皇太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齐亚娜之前突然不再出现，是因为她已经彻底解开了钟楼的秘密。为了能继续看到齐亚娜，皇太子当场花5倍高价买下了独占权，只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能继续注视她。期间，皇太子还曾特意假装偶遇，主动上前向齐亚娜搭话，询问她为何会对这些机械如此感兴趣，又是如何做到一直保持专注的。面对阿维安的询问，齐亚娜只是淡淡的回答，哪怕这件事毫无用处又困难重重，自己也只想坚持做下去。看着齐亚娜专注的模样，皇太子第一次觉得这个冷淡的女孩很酷，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对她动了心。为了能和齐亚娜多说上几句话，皇太子开始拼命学习数学和科学课。可到了13岁那年，齐亚娜却公开宣布自己喜欢罗德里戈，而罗德里戈偏偏是皇太子最好的朋友。为了尊重齐亚娜的选择，皇太子只能将这份喜欢默默藏在心底。可每当吃到美味的食物，他还是会忍不住想起她。那时每次他鼓起勇气分享好吃的，齐亚娜都会立刻找借口避开。后来皇帝的病情突然恶化，皇宫开始严禁外人出入，莉莉尼学院的展示也只能被迫终止。齐亚娜向教授表达了没能看到烟花的遗憾。教授听完立刻想把烟花推销给公爵府，不过这笔生意最终还是没能谈成。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提出要大量采购，教授兴奋地当场蹦了起来，结果却不小心把腰给闪了。看着这一幕，皇太子无奈地叹了口气。其实他当初以生日宴为借口买下烟花，只是想把讨厌宴会的齐亚娜留在现场，这样他就能顺理成章地和她搭话，聊聊自己一直在学的魔导工程，顺便递上点心关心她的身体。哪怕知道齐亚娜喜欢的是别人，皇太子也依旧无法放下这份感情，但他还是在心中默默期盼，希望齐亚娜别再因为召唤兽而烦心，也别再去欺负他的堂妹梅丽莎了。皇太子一直想对齐亚娜说，希望她能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并且好好照顾自己。可还没等他把这些话说出口，他就意外坠下了悬崖。那些准备好的话最终没能说出来，皇太子就这样在异国他乡长大了。齐亚娜来到切萨雷准备的实验室，这里不仅宽敞整洁，各种实验设备和书籍也一应俱全。齐亚娜对这个地方非常满意，甚至提出想在这里加1张折叠床，这让切萨雷感到有些疑惑，但他还是细心地确认起齐亚娜要的物资，除了咖啡和胃药，还有大量的糖果与巧克力。齐亚娜解释这些都是研究的必需品。随后齐亚娜向切萨雷提出，因为家里的一些私事，他想先制作一件其他的魔法道具。切萨雷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表示会全力配合他的各种需求。
齐亚娜准备开始投入研究，她特别叮嘱切萨雷绝对不要打扰自己。切萨雷有些疑惑地询问打扰的定义，齐亚娜解释说，绝不要用吃饭、睡觉这种废话来打断他的专注。切萨雷答应后便转身离开。时间很快到了晚上10点，得知齐亚娜连晚饭都没吃，切萨雷不免感到有些担心。这时公爵府派人来接齐亚娜回去。切萨雷来到实验室门前敲门告知，话音刚落，实验室的大门就被猛地推开。门内的齐亚娜严肃警告切萨雷，在他明天回来之前，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实验室。说完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公爵府。到了第二天，齐亚娜一来到实验室就继续闭关，不仅连着2顿没有吃饭，还一直要切萨雷送咖啡过来。切萨雷端着咖啡在门外敲门，齐亚娜只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随后门内传来他疑惑的自言自语，他正为实验没有出现错误提示而苦恼，这让门外的切萨雷感到有些不解。齐亚娜决定暂时休息一下，主动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门外的切萨雷正端着茶点等待，还没等他开口打招呼，就被眼前的景象彻底震在原地。只见原本整洁的实验室里，地面铺满了密密麻麻的草稿纸，实验桌上也堆满了各种空药瓶，整个房间乱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齐亚娜有些无奈地表示，这就是她不让任何人进来的原因。她知道切萨雷喜欢干净整洁，但自己在做研究时根本顾不上这些。切萨雷看着满地狼藉，沉默了片刻，注意到桌上的异样后，有些疑惑地询问齐亚娜，为什么那些药瓶全都是空的？切萨雷本想帮他多采购些实验材料，齐亚娜却坦言那些药水全被自己喝了，这让切萨雷直接愣在原地。齐亚娜解释说自己一直靠兴奋剂维持效率，切萨雷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齐亚娜却觉得用寿命换双倍效率很划算。看着固执的齐亚娜，切萨雷无奈地叹了口气，提议由自己来担任助手分担工作。他甚至表示齐亚娜可以像教授压榨研究生那样毫无保留地尽情使唤自己，这让齐亚娜感到十分意外。不过切萨雷也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要求齐亚娜必须按时吃饭，停止服用兴奋剂，并限制咖啡的摄入。齐亚娜觉得他这更像是在当监护人，忍不住质问他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切萨雷只是微微一笑，坦言这是自己童年时的梦想。夜幕降临，齐亚娜在庭院里遇到了梅丽莎。梅丽莎抱怨自己找了她很久，只是想和她好好相处，不明白两人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这么别扭。约书亚劝她没必要勉强自己，梅丽莎却傲娇地哼了一声，把责任全都推给了那个恶毒的齐亚娜。听到梅丽莎把自己比作在阴暗公爵府里独自发光的满月，齐亚娜瞬间坐不住了。她一脸认真的当场纠正，说月亮本身根本不会发光，不过是在反射太阳的光芒罢了。看着齐亚娜在深夜强行普及启天文学知识，梅丽莎直接被整沉默了。齐亚娜也反应过来气氛被破坏，忍不住吐槽起自己这该死的魔法工程学专业病。梅丽莎到来的第3天早上，斯卡里把齐亚娜和梅丽莎叫到了办公室，准备解决召唤兽的归属问题。约书亚率先替梅丽莎辩护，认为既然是梅丽莎召唤出来的，那她理所当然就是主人。但斯卡里却指出，召唤兽目前只听从齐亚娜的命令，显然已经认了齐亚娜当主人。梅丽莎听后急忙解释，这只是因为召唤兽太善良了，只要能把它还给自己，就一定能重新建立起不可分割的契约。梅丽莎还想拿回召唤兽，齐亚娜却直接戳穿她，指出是她自己写信把召唤兽送人的，而且梦境已经证实是梅丽莎先偷走了召唤兽。约书亚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刚大声嚷嚷着反驳，就被一旁的斯卡里嫌弃太吵。斯卡里一把夺过他的新帽子扔了出去，并冷冷地骂他是蠢货。斯卡里看出两人互不相让，便提议在召唤兽回来之前，大家都回去冷静想想办法，他自己也会重新考虑。梅丽莎却委屈地当场哭诉，坚称自己才是召唤者，质问祖父是不是因为齐亚娜是直系就要剥夺属于他的权利。听到直系这个词，齐亚娜不禁回想起过去，以前他只要听到这2个字，就会因为害怕被嘲笑而动手，强行逼梅丽莎闭嘴。齐亚娜看着眼前的梅丽莎，想起对方以前就总拿直系身份说事，现在更是变本加厉。于是齐亚娜直接走到她面前，冷冷地警告梅丽莎，一旦召唤兽选择留下来，她就必须收拾行李搬出去。梅丽莎顿时吓得大惊失色，齐亚娜却笑着继续补刀，指出连身为直系的约书亚都搬走了，一个没有召唤兽的旁系根本没有理由继续赖在首都。不仅如此，齐亚娜还决定彻底切断梅丽莎的津贴。看着梅丽莎惊恐的样子，齐亚娜在心中暗笑，以前没召唤兽时自己就是恶女了，要是真拿到了召唤兽，她只会比以前更加嚣张。齐亚娜向祖父告辞，顺便嘲讽了梅丽莎一句，可她刚转身没走几步，就因为脚伤支撑不住摔倒在地。约书亚见状上前询问，问她是不是被召唤兽踩伤后一直没治疗。齐亚娜却冷冷的让他少管闲事。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伴随着一阵惊呼，似乎发生了什么意外。原来是亚历克斯带着召唤兽闯了进来，他直接将一袋金币扔在倒地的士兵面前，冷酷的给对方出了3个选择，要么拿钱了事，要么被他揍一顿再解决，要么就直接开战灭了他们的国家。亚历克斯愤怒地警告对方，普雷莱家族的私兵足以消灭整个公国，既然敢虐待他们家的小姐，就必须做好受死的准备，大公的性命如今全看他们怎么选择。士兵被亚历克斯的杀气吓得当场惨叫。
守卫们被亚历克斯的阵仗吓破了胆，大喊着让所有人撤退，瞬间跑得无影无踪，留下其他人在原地不知所措。这时，丹尼斯颤颤巍巍地走上前，叫住了亚历克斯，并递上了一封信，解释说这是齐亚娜特意交代的，只要亚历克斯过来就交给他。亚历克斯拆开信件，确认了来信人，随即冷冷地质问丹尼斯和齐亚娜到底是什么关系。丹尼斯赶忙解释两人是读博时的同学。亚历克斯根本不想听他自我介绍，直接打断他，追问信里交代的租仓库和囤物资这些事情是不是都办妥了。丹尼斯吓得连声答应，表示已经全部办好。亚历克斯当场宣布由丹尼斯和剩下的研究员接管学院，并透露这是齐亚娜在信中的要求。他不仅要保留学院体系，还指明让丹尼斯担任院长。这让亚历克斯十分起疑，质问丹尼斯和齐亚娜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被委以重任。丹尼斯吓得赶紧澄清，说自己和齐亚娜根本不熟，平时也只是单方面被他无视而已。亚历克斯听后有些意外，没想到齐亚娜居然只是无视他，而没有动手把他揍扁。接着亚历克斯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去找齐亚娜面谈。亚历克斯表示这可是齐亚娜成年后他们两人的第一次正式谈话，所以他需要从丹尼斯这里打听一些应付齐亚娜的诀窍。亚历克斯命令丹尼斯赶紧把知道的一切都交代清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逼问，丹尼斯吓得冷汗直流，最后直接瘫倒在地上。研究员拼命摇晃着瘫倒在地的丹尼斯，催促他赶紧清醒过来回答问题。缓过神来的丹尼斯慌忙解释，自己为了不被齐亚娜无视，只能毫无怨言地执行所有命令，而且齐亚娜还警告过他，只有闭嘴才能少惹麻烦。听完这些的亚历克斯若有所思，随后他带着召唤兽准备离开，因为现在只有他自己能去告诉齐亚娜关于这只召唤兽的真相。几天后，在莱文侯爵府里，齐亚娜看着堆积如山的研究资料，对切萨雷的辅助工作赞不绝口，不仅效率极高，对公式的理解也十分透彻。齐亚娜顺口问他有没有兴趣去读个研究生。听到读研这两个字，切萨雷瞬间被吓得面如死灰，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样。齐亚娜见状赶紧改口，承认这个提议确实太残忍，让他直接忘掉刚才的话。看着沉默不语的切萨雷，齐亚娜只能尴尬的继续吃零食。切萨雷在一旁开启了唠叨模式，提醒他饼干屑会弄脏实验室，而且马上就要到饭点了，应该吃正餐而不是零食。接着他又指出齐亚娜营养不均衡，甚至连坐姿都要管。齐亚娜在心里疯狂吐槽，觉得切萨雷简直像个古板的家长，明明他自己平时生活的那么随性。不过齐亚娜也承认，多亏了切萨雷无微不至的协助，自己的研究才能进行得如此顺利，而且他总是守在身边，一旦发现他工作过度就会劝他休息。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怀让齐亚娜觉得甚至超越了真正的家人。齐亚娜每次问切萨雷为什么要为自己做到这种地步，切萨雷总是笑着回答，能像现在这样协助他就是自己的梦想。这让齐亚娜十分无语，看着还在一旁默默打扫的切萨雷，她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把当保姆当成毕生梦想。这时切萨雷突然开口，问他这么拼命做研究是不是为了逃离公爵府。还没等齐亚娜回答，切萨雷就主动提出随时欢迎他去自己的领地休养，甚至不用再做任何研究，因为他很清楚齐亚娜和梅丽莎一起待在公爵府，日子绝对不会好过。齐亚娜想到梅丽莎回来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首都，那些单身贵族们纷纷登门拜访，这让他想起了间谍斯派的汇报。当时斯派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罗德里格少爷今天也登门了，虽然大家因为他的出身极力反对，但梅丽莎还是执意接见了他。斯派甚至连两人的对话细节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这让齐亚娜十分纳闷，毕竟会客室可不是轻易能进去的。斯派得意地展示起自己结实的肌肉，坦言自己是挂在窗外的树上偷听的。思绪回到现实，切萨雷走近向齐亚娜问候，表示会优先守护她的安宁。切萨雷解释自己提出邀请的原因，但他更希望齐亚娜能在公爵府里挺直腰板，因为能培养出他这样的魔法工程天才，本就是普雷莱家族的骄傲。这番话让齐亚娜内心深受触动，长久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齐亚娜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虽然她承认自己确实是个天才，但这并不值得自豪，因为她制作道具从来没报过好意，不像梅丽莎还会去做志愿服务。她自己亲手制作的第一个魔法道具，其实只是为了用来折磨梅丽莎。齐亚娜正说着自己在学院做研究，只是为了当上教授，却突然猛地回过神来，纳闷自己为什么会跟切萨雷说这些。他赶紧抓起背包转移话题，表示既然魔法道具已经做完，自己得先回去处理家务事了。切萨雷却温柔地安慰他，就算解决不了也没关系，以他的优秀能力，或许早就已经成为了某人的救世主。这话让齐亚娜有些发懵，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救世主，而且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种认可又有什么意义？切萨雷却看着他认真地表示，像这样伟大的事情，全世界都应该知道才对。切萨雷与齐亚娜道别，约定明天再见。到了晚上，齐亚娜收到了一封神秘信件，信上让她立刻去信鸽塔，说有关于召唤兽雀皮的事情要给她看。齐亚娜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动身前往，纳闷到底是谁约了自己。梅丽莎在女仆的陪同下前往高塔，一路上她忍不住抱怨，对齐亚娜突然约她见面非常不满。这时树林里突然传来动静，女仆以为有虫子，一拳直接把大树砸断，结果
发现躲在树后的竟然是约书亚。女仆赶紧笑着向他道歉，并询问他是否有话需要转达给齐亚娜。约书亚尴尬地向女仆解释，随后便乘上马车先行离开。送走约书亚后，梅丽莎独自走上高塔的旋转石阶，来到塔顶，梅丽莎看到前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试探性地呼唤齐亚娜的名字。对方转过身来，正是早已在此等待的齐亚娜。齐亚娜招呼梅丽莎走近，并向她展示了一个发光的鸟笼，说这是自己从小就准备好的，因为她以前就预感到自己会召唤出一只鸟类召唤兽，所以用攒下的零花钱做出了这个鸟笼，一直在等待她的到来。梅丽莎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齐亚娜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些。齐亚娜直言自己是个讲求证据的人，如果只凭直觉或梦境，确实很难证明召唤兽雀皮属于自己。但紧接着他自信地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拿到了确凿的证据，能够彻底证明雀皮就是他的召唤兽，这让梅丽莎瞬间大惊失色。齐亚娜解释道，古籍中记载召唤兽在真正主人身边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力，而雀皮来到他身边后，传送速度确实变得越来越快。之前因为只有齐亚娜在用它，所以无法作为证据，但前几天大家都在场见证了这一切，这足以证明他才是雀皮的主人。齐亚娜直视着梅丽莎，指出梅丽莎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秘密，所以当初去修道院时才会把雀皮交给他，以此来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被戳穿的梅丽莎脸色惨白，身体止不住的颤动起来。齐亚娜则继续逼问，指责他用这种笨拙的善意来合理化自己的恶行。齐亚娜警告梅丽莎，做过的事总会留下痕迹，她坚信雀皮很快就会回到自己身边，并宣称一旦自己成为拥有召唤兽的直系继承人，就会按照约定把梅丽莎彻底赶出家门。他直言今天约梅丽莎过来，就是为了让梅丽莎输得心服口服。毕竟对于一个每天期盼召唤兽的孩子来说，梅丽莎当年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被原谅。面对齐亚娜的步步紧逼，梅丽莎脑海中突然回想起当年的命令，那个声音要求她前往公爵府。梅丽莎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父亲承诺会让她成为公爵府的直系继承人，让她一辈子不用为生计发愁，这也是父亲洛奇最后的遗愿。但曾是公爵府女仆的母亲却极力反对，母亲害怕偷窃召唤兽的事情败露，整天提心吊胆的想要带她躲起来，可母亲同样没有勇气去坦白一切。直到梅丽莎13岁那年母亲去世，她才终于动身前往弗雷利公爵府，真正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奢华生活。华丽的衣裳和精致的美食让梅丽莎彻底沉溺在公爵千金的身份里，她无比庆幸自己当初做出的选择。梅丽莎回想起母亲当年的警告，偷走召唤兽迟早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回到现实中，梅丽莎看着眼前的齐亚娜，脑海中却不断回想着旁人的话语。对方不仅询问她被踩伤的脚是否痊愈，还提到约书亚已经乘马车离开，以及祖父此刻正待在办公室里。梅丽莎心中做出了决定，她主动开口，表示自己曾真心想和齐亚娜好好相处。在梅丽莎看来，一个是无法召唤神兽的直系，一个是拥有召唤兽的旁系，两人本可以平等相处。她甚至一直很同情齐亚娜。梅丽莎细数着自己的隐忍，抱怨自己默默承受了欺负，还在外人面前维护齐亚娜，指责齐亚娜本该对自己好一点。齐亚娜还没来得及反应，梅丽莎却突然出手，直接将齐亚娜推下了高塔。看着坠落的齐亚娜，梅丽莎流着泪为自己辩解，声称如果不是齐亚娜刚才威胁她，自己绝不会做到这一步。随后她向齐亚娜做了最后的告别。梅丽莎回想起父亲当年的话，她曾问父亲拿别人的东西是不是坏事，父亲却劝她闭上眼睛妥协一次，承诺这样就能过上奢华的生活。正是因为当年的妥协，她才享受到了如今的美好生活。回到现实中，看着坠落的齐亚娜，梅丽莎在心里为自己开脱，安慰自己是齐亚娜先约她出来的，而且约书亚能证明齐亚娜最近脚受了伤，大家只会以为这是一场意外踩空，这样她不仅能保住召唤兽雀皮，还不用为当年的罪行付出代价。她自我催眠，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梅丽莎深知一旦真相败露，自己绝对没有好下场，为了生存，她只能选择痛下杀手。可就在齐亚娜坠落的瞬间，空中突然凭空出现了一顶降落伞，带着齐亚娜稳稳地飘在半空中。趴在塔边目睹一切的梅丽莎彻底傻眼，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约书亚带着小蛇突然现身，在一旁附和着梅丽莎的震惊。他看着空中出现的巨大羽翼，感叹雀皮果然是齐亚娜的召唤兽。梅丽莎看着空中的召唤兽，终于反应过来，原来约书亚和召唤兽们一直躲在附近，这从头到尾都是齐亚娜设下的陷阱。虽然成功靠降落伞脱险，但梅丽莎的狠毒还是让齐亚娜有些心寒。不过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之中，她故意用言语把梅丽莎逼入绝境，就是为了利用对方喜欢自我辩解的性格。如果梅丽莎当时直接动手，计划可能还没这么容易成功。正因为梅丽莎在动手前说了一堆狡辩的话，全被躲在塔下的召唤兽听得一清二楚。齐亚娜其实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她让约书亚故意偏袒梅丽莎，并配合她演戏。每次她假装摔倒，约书亚就会在一旁强调他的伤势，当着约书亚的面接触间谍女仆斯派，就是他们行动的信号。收到信号后，约书亚在前往马车的途中，暗中把女仆斯派送上了塔顶。齐亚娜还提前叮嘱召唤兽，让他们藏在信鸽塔里偷听对话。至于他对梅丽莎说的那些召唤兽规则，其实全都是他编造的谎言，目的就是为了刺激梅丽莎露出马脚。虽然计划成功，但齐亚娜还是想不通梅丽莎究竟是用什么方法
偷走召唤兽的。就在他思索时，一只手突然搭上了他的肩膀。齐亚娜正纳闷是谁接住了自己，转头一看，发现来人竟然是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眉头紧锁，严肃地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齐亚娜见状，老老实实的回答说自己正在做带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这句大实话直接让亚历克斯无语。随后，全家人在办公室里集合，包括约书亚和祖父也都到了场。约书亚和祖父斯卡里通过召唤兽共享了记忆，得知了高塔上发生的一切。面对铁证，齐亚娜直接质问梅丽莎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梅丽莎崩溃的哭诉起来，辩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父亲的安排。他父亲因为厌倦了贫困的生活，便想让梅丽莎回到弗雷利公爵府，但由于他们是混有平民血统的旁系，为了不被公爵府的人排挤，他必须拥有一只召唤兽。梅丽莎的父亲洛奇在与未婚妻结婚的前夜，跟一名女仆私奔了。公爵府为了向女方家族交代，公开宣布与洛奇断绝关系。祖父斯卡里也当没这个儿子，多年来对他不闻不问，直到洛奇在梅丽莎7岁时去世，母亲也在他13岁时病逝，只留下梅丽莎孤身一人。听完这些，约书亚打断了梅丽莎的哭诉，质问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召唤兽。梅丽莎崩溃的大喊，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是父亲一手策划的。梅丽莎哭着回忆起往事，在自己召唤出雀皮之前，她只记得父亲曾对她说，公爵府里有一个和她同岁的女孩，父亲承诺无论如何都会让他们拥有召唤兽。说完这些后，在他5岁那年，父亲就去了阿伦地区。听到阿伦地区这个名字，斯卡里和约书亚脸色大变，齐亚娜更是震惊不已，因为他的父亲如今就在那里。听到阿伦地区这个名字，斯卡里震惊地念出了海德的名字。梅丽莎情绪激动，想要辩解，却被亚历克斯一把揪住衣领按了回去。亚历克斯警告他老实一点，毕竟齐亚娜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齐亚娜走到瘫坐在地痛哭的梅丽莎面前，冷冷地质问她凭什么哭得这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那个被夺走一切的人。齐亚娜冷冷地指出，梅丽莎的父亲是罪魁祸首，而梅丽莎自己也绝对是共犯。夜幕降临，窗外传来熟悉的拍翅声，齐亚娜立刻认出是召唤兽雀皮回来了。雀皮嘴里叼着一封信，飞进房间。齐亚娜温柔地伸出手接住了他，轻声安抚着终于回来的召唤兽，表示事情已经全部解决，他以后再也不用感到为难了。雀皮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整只鸟直接撒在了齐亚娜头上。齐亚娜觉得她自己缓一缓就能恢复，转头催促祖父斯卡里对梅丽莎发火。斯卡里顿时怒不可遏，质问洛奇怎么能偷走侄女的召唤兽去送给自己的女儿。梅丽莎哭着辩解自己当时只有5岁，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这时亚历克斯站了出来，表示有重要线索要告诉祖父，他在去学院的路上曾杀过一个人。亚历克斯神色凝重地转述了死者的遗言，对方临死前质问他是否知道洛奇是为了孩子才去找海德的。斯卡里听后脸色更加难看。亚历克斯接着透露，洛奇的召唤兽拥有挖隧道的能力。当年海德察觉到洛奇企图夺走齐亚娜的召唤兽，便一路追赶到阿伦地区，试图阻止，可惜他最终没能成功。洛奇独自返回，并与梅丽莎生活直至去世，而海德至今仍被困在阿伦地区。得知海德被困在阿伦地区的消息，斯卡里痛苦地捂住了脸。齐亚娜转头向亚历克斯道谢，感谢他提供线索，让事情顺利解决。这让一旁的约书亚非常不满，抱怨自己跑腿演戏好几天，凭什么亚历克斯先得到感谢？齐亚娜只好敷衍地向他道谢，还顺口调侃他是混蛋的弟弟，这让亚历克斯瞬间火冒三丈，直接拔出短剑要教训约书亚。齐亚娜见状赶紧出声制止。约书亚被亚历克斯用剑指着，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捂着嘴兴奋起来，直呼这种颤栗感太刺激。齐亚娜在一旁无语吐槽，怀疑他是不是得了狂犬病，甚至觉得他脑子里的魔法工程快要崩溃了。夜深人静时，齐亚娜向斯卡里请求把梅丽莎的处置权交给自己。小蛇利亚好奇地询问他打算怎么残酷地惩罚梅丽莎。齐亚娜让他安静少管闲事，并透露自己打算把梅丽莎送走。门外的梅丽莎听到这个决定，顿时吓得脸色惨白，看着齐亚娜冷酷的眼神，整个人僵在原地。齐亚娜正琢磨着要把梅丽莎送去哪里，突然话锋一转，对梅丽莎表示了理解。她说梅丽莎当时年纪还小，而且抢走召唤兽也不是她的主意，在那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下，确实很难主动坦白。齐亚娜还提到，梅丽莎刚来公爵府时没有父母，加上自己当时还总是欺负她，换做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开口。这番通情达理的话，让梅丽莎和旁听的家人们都愣住了。梅丽莎听到这番话，试探着问齐亚娜是不是真的理解她。齐亚娜顺势反问，那梅丽莎能不能也理解自己？她解释说自己当初因为觉得雀皮被抢走，所以才处处欺负梅丽莎。梅丽莎只能尴尬的陪笑。接着齐亚娜话锋一转，问梅丽莎能不能顺便理解一下自己那天晚上拿着刀去找她的行为。面对齐亚娜曾经拿刀追杀自己的往事，梅丽莎吓得冷汗直流，赶紧表示自己两个都能理解。齐亚娜这才满意的表示，他们只是在害怕的事情面前都变得有些丑陋罢了。